欢迎收听由时代光华出品的《你不知道的自己》，作者曾奇峰，由落落无尘为您播讲。第一集，那不经意的一瞥。今年9月，德国资深心理分析师舒尔茨博士来北京，我参加他对精神分析师的督导培训，他同时也是我个人的心理治疗师。在结束了一天非常辛苦的集体个案督导后，我开始接受他的心理分析。我的第一句话是 "It is a really hard job. All the cases are very difficult." 这真是很辛苦的工作，所有的个案都非常困难。他点头表示赞许，然后我笑着说 "But I will be the easy case." 但是我会是一个容易处理的个案。他微笑着轻轻地说 "Please don't try to be an easy case." 请别竭力做个容易处理的个案。那一瞬间，我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微笑凝固在我的脸上。这句轻轻的几乎没能明显搅动空气的话，掀起了我思想的狂风巨澜。我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15年，经手的个案数千个，自我分析的历程也不短，但是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时时刻刻避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即使是在心理咨询师面前，也不能放下自己恃强的面具，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我并不是自己想象的和认为的那样，处理任何事情都灵活自如。我执着于自己面对、自己解决、自己独享问题。过于相信自己的灵活性，这本身就是不灵活的表现。这就是我的局限，但我从来就不知道它的存在，直到那不经意的一刻。因为我对它一无所知，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办法超越它。只有资深的心理治疗师才会在不经意的一瞥中看到你不知道的你自己，并在不经意中帮助你领悟自我认识上的局限，就像4两拨千斤的智者，手法之精到，甚至于稍微不留神，你就觉察不到这拨的动作。心理医生这个行业正成为社会日益追捧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感到好奇。资深的心理医生不用药物，只是凭借3寸不烂之舌就可以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人们常常质疑，这是否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也有人怀疑，只是坐着说话是否真的值那么多钱？如果不亲自体验资深专家的工作，你很难欣赏到其中的精妙之处。可是心理治疗偏偏永远是请勿打扰的状态。当然，想要了解他们和他们的精彩，还有一种补救方法，也就是那不经意的一瞥，让你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这不经意的一瞥，就是阅读资深治疗师所写的手记、随笔、杂文和小说等。这些文章就像他们做治疗一样，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个性特点、处事风格等。而这种了解的最大好处就是，你不必一定是他们的咨询客。我所熟悉的这些资深心理治疗师全部都是凡夫俗子，他们喜欢吃好吃的，喜欢头疼医脚，喜欢聊天，喜欢唱歌，喜欢旅游，喜欢拍照。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喜欢对自己、对他人、对生活投去那不经意的一瞥，用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我们司空见惯的人与事、喜怒与哀愁、悲欢与离合。他们超过20年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经验，全部浓缩在这不经意的一瞥中，让你回味无穷，受益绵长。北大心理学博士，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刘丹。第2集，有林立的山峰，有绿草树木，有中国大陆临床心理治疗的发展与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培训不无关系。这个项目成就了国内一线心理治疗师中的一批种子队员。
武汉四才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其中曾奇峰以其勤奋执着建树颇丰。心理世界被认为比宇宙更浩瀚无垠，因此要成为心理治疗师不是那样轻松而随意的，它的难度往往超出我们当初的估量。到写这篇序时，我才意识到，我与曾奇峰相识多年，都不曾细细聊过他自己。我还不能在心中勾勒出他从过去到现在的清晰脉络。为什么不曾聊？应该有很多机会。或许曾奇峰并没有把这个机会给任何人。在德国时，他认为语言还不够，他非常努力地学习德文，眼睛近视加深100度，德语几近过关时，他回国了。在中国时，曾奇峰认为与同道关系太近而不能接受分析。其实曾奇峰的英文一开始就不差，德国同道的英文也很好，语言不是理由。那么是什么力量让这位同济医科大学的才子在一毕业就选择了精神科，之后又毅然辞职，创办了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后来又远渡重洋，复得深造？当时真正面对训练治疗师时，他并没有开始自我体验，当时他失眠了。其实不曾深切体会心灵的跌宕起伏，便不能体会人类灵魂炼狱般挣扎的苦难，也就不会有以解救这种痛苦为己任的长久动机。只是有同样经历者中，心灵麻木者无从感受，心智羸弱者纠缠沉沦，难以自拔，唯有灵性敏感而又坚韧自强者，方可跃出桎梏，抽身回溯，不仅自明，而且会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从而具备成为优秀的心理治疗师的潜质。只是完成这个转变的捷径之一是接受自我分析。1999年在德国读曾奇峰对《风中黄叶》的点评《大悲无泪》时，我同时读了吴和明对同一本书的评论，他们的视角不尽相同。曾奇峰入木3分的刻画分析，其犀利练达的文字，干净利落的表达，如同张家界凌厉的山峰拔地而起，多多然如同剥去少女衣衫做体检，全面而准确，令人过目难忘。只是似乎忘却了女子的羞怯和难堪。但是他明明是了解的，否则不会题为大悲无泪。相较于当时吴和明柔软体恤的评论，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为什么看不到他的感情？因不堪而隔离吗？后来在曾奇峰网页上有了各式各样的文章，我体会到他的内心在缓缓地变化着，能用那样机警睿智的语言表达心理现象和人生经验，如同寓言般将心理学常识由浅入深，生动活泼地娓娓道来。无疑有些能量在升华着。那些林立的山峰间有了厚土，有了绿草树木。此刻让我想起乘旅游大巴从旧金山到洛杉矶，途中见到起伏的山峦盖着如绿绒毯般的草木，生机盎然却平静祥和。很高兴这些文章今天结集出版了。无需多言，曾奇峰是优秀的科普作家。不仅如此，其文章内容涉猎古今中外，以小见大，由远而近，文笔淋漓尽致，凝练老道，完全是优秀的杂文作家。而我更愿意把他看作心理治疗师，欣喜地看着他成就中国心理治疗事业的历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首任理事长，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前院长肖泽平。第3集，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生活必须被适当的搁置和隐蔽，暴露太多的人会显示脆弱，因其丝毫不知道后退及隐藏，留给彼此余地。有时候
人与人之间只需隔一道墙，有时候只需隔一扇门，有时候只需隔一丛花、一株柳的隐约相望。可是偏偏不能再有一丝接近。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我们生活着，各自为营，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这感觉好像天上人间对影自怜的落寞舞蹈。他人只是荡荡无极的水月镜花，我们曾在命运的波澜面前落荒而逃，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认知、宽忍、原佑自己后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曾奇峰的《你不知道的自己》就是这样一本牵引我们匍匐于内心深处每寸下细的书，温润并且清淡，汩汩涌动着悲悯，如同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我们纵身扑入，以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流盼的浮躁姿态向死而生。世事沧桑轮转，昼夜春夏，每每看去不一样了，其实我们还停在原处，日光之下无心事。在每一个精神病患者赤诚的叙述或者自我解剖之前，都是困顿。他们因人格的缺陷而被迫面对生活序列中的意外情节，措手不及，各自陷在自身际遇的沼泽里，难以抽身。曾奇峰那样明眸皓齿地对他们微笑，灵魂喷薄，影子踟蹰，只剩安慰无处不在。他用凌厉深情的手一层层揭下他们的面具，尽管我知道这过程对于患者来说应是惨烈无比的。人生的过渡当是百般艰难，一天蓦然回首，原来已经飞渡千山。那一瞬，你不再毫无方寸，天上太阳不尽衷肠素无休。面具后的脸依然如昨。你会发现，这就是上帝藏得最深的秘密。他曾经把这秘密埋在某个岁月抵触的荒冢，然后我们以它为起点，开始拼命地往前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反正那因为奔跑而带起来的急速的风声，已经永远地存在于我们童年的梦境里，和我们的灵魂相依为命，以至于后来我们一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突然觉察到，我们前赴后继沿着它狂奔的这条路是环形的，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我不喜欢看起来过于圆满的人，不喜欢容颜完美无缺的人，不喜欢性格坚不可摧的人。人的生命应该是丰盛而有创意的，丢弃的那一点才是灵魂的出口。一个人若想拥有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回转自如的真实性情，该需要多么繁杂艰难的提炼。曾奇峰的可爱就在于此。面对病人和读者，他不是讳莫如深的医者，更不是道貌岸然的真理般的存在。在满腹丝丝柳絮的抽象的空气中，无处不在地游移着晴朗的气味。他言语中颠簸而举重若轻的饱满笃实，是听者苦修等待长路上的相逢。无所贪爱，每一刻却灌注深情。精神分析的含义，我想他是能真正领会的。听他讲课，看他的书，你不需要附和，却能心照不宣地妥协信服。个中逶迤曲折，像光阴的墙角盛开的白色小花，不惊动，蓦然走近，却收不住流连的眼光，好似坐在乌篷船里听雨声淅沥，昏天黑地，经宿未眠，天明已至渡口。长久被拘禁在心底的寂静，与阳光耀武扬威地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迎涌，点点灰尘飘飘扬扬。如得其情，则哀今而勿喜。曾奇峰懂得人对抗自身弱点的方式，往往是自恃而且无知无觉的。
一次次走入同一种困局，寻找同一种快感，接受同一种失落，这就叫做强迫性重复。于是颠来倒去的，在被某种失落打击的体无完肤之后，人会变得精疲力竭，苍白蜷缩，接受长夜有尽，白昼有终，只能用下雨时的虚妄润滑生活的干燥。然而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打败了曾经控制了他的强迫性重复的力量，或者说命运的力量，那他的未来也会是一部讲述英雄故事的史诗。不过就连悲哀落在地上都会重新跳起，不是因为它的空旷，而是它的重量。那么可想而知，这捉襟见肘的抗争犹如困兽之斗，当中的黑暗冷落确定无疑。现在曾奇峰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条出路，也许路太远，没有归宿，但我们只能奋不顾身地前往。太阳尚远，必有之，烟火已经在头顶劈头绽放。工作中稍作休息时，他喜欢把双手插在裤袋里，凭栏远眺，舒展自己的身心。此刻他视野辽阔，给人卷帘梳洗望黄河的感觉。为消解倦意，他也会抽支烟，空气因为烟草而变得清凉，令人振奋。在无数个他毫不自知的时刻，他眼底的无边是孤岛，那片刻难得的沉默，像坟墓，像鱼，像深海底的鱼。文亦如其人般厚道平和，你不知道的自己文风朴素，原力诠释心理学相关概念，往往深入浅出，化难为易。写作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传达你的观念。截然干脆倒是一种简洁的美。我在读这本书时，有一种就像是拥有独立于生命的喜悦，常常不分场合地找到我。像太阳总在我们看不见它的时候升起来那样，这喜悦也总是猝不及防地就把我推到光天化日之下，让我在某个瞬间可以和任何人化干戈为玉帛。与谅解无关，与宽容无关，我只不过是豁然开朗。末了，我听见我的身体里刮起一阵狂风，它尖锐地呼啸着，穿透了我的身体，穿透了我的视觉跟听觉。我知道，那就是沉淀在我身体里的坚硬的力量。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光明和晦暗，如日如月，执仗与觉悟，一体同源，它到底将被人正得。在心理治疗中，倾诉最终会以沉默、祈祷、忏悔、救赎的方式渡船过岸。它帮助我们把激荡的感情收起，变得内敛从容，告别富于挑逗的美好，告别脆弱的精致，告别无用的敏感。不再会遇到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而是逐渐趋于和解。海子写道：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了解他，也要了解太阳。而我认为，在了解太阳之前，你必须先了解自己，学会活泼喜乐地和自己相处，因为你有太多不知道的自己。我和曾奇峰是同乡，也是小学、中学先后的同学，双方的大人又是同事，所以我们两家算是世交。小时候在他家贪读小人书的情景，我至今难忘。我与他兄长同年考上大学，我们互相道别的话语，他还记忆犹新。我一直在文学教育和研究的圈子里打转，对奇峰弟在心理学领域的成就也时有耳闻。近年来拜读过他的论著，请他做过学术报告，也介绍过一些文学界中人跟他做朋友，逐渐有了些交流。事实上，我从不觉得我跟他有什么隔膜，因为我们都是向人而在。他是更科学、更理性地面对人的精神状态，
或者说是面对精神可能和确实有问题的人，并积极诊断疗救。我是更虚拟、更感性地面对人的情感世界、人性纠结。殊途而同归，都是人的精神大厦的建造者，所以我乐意为他的书再版而鼓与呼。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川鄂。第4集，齐峰，齐峰。第一印象。初识齐峰是在20多年前的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上，他是在整个连续培训项目中间加入进来的。第一印象有点像是来踢场子的，我的感觉是来了一个内心肩负着重大使命又身怀武功的愤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到的多是冷峻，还有他的文字谈吐风格也是冷峻犀利，极具洞察力的。但那时候我也还年轻，读不懂这些背后那些柔软和深情的部分，因此在当时的情境中，可以说那是一个我所不知道的齐峰。第一个疑问，我和齐峰的情谊是从中德班的学习过程中开始的。参加一个培训项目，特别有意思的是学习之余大家的互动过程。课余大家必然会经常一起胡吃海喝，天南地北胡侃。一次齐峰说道，他在做武汉中德医院院长时，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在江湖上和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感觉像是很能在场面上混的那种人。初听到时我有一点敬佩，年纪轻轻就做了院长，而且还很有那种在中国要做一个院长的那些素质。但同时我看着他，感觉不像啊。我内心是有疑惑的，这么一个偏文弱书生的年轻愤青，怎么也不像是有那种很练达世故的社会功能的人。是我看不起他吗？我始终认为，在这方面他是肯定达不到我这种俗人才会有的水平，不是一个级别的。关键是画风不一样。齐峰是文艺范儿学者型的，但是他为什么要给别人这么一种印象呢？至今我没有就此问题与齐峰对峙过，这已经不重要了。一起混江湖。2003年，全国心理咨询师培训高潮启动，我因为也负责我们医院这一块工作，想把心理咨询师考证培训工作做得与众不同一点，在考证培训中额外加入了几天精神分析的理论技术及小组体验，请来了齐峰、齐家、小波等众兄弟。当然不仅仅有兄弟，还有运平、小明等众姐妹。在那几年中，我们还会组合着去全国各地传播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齐峰给我的印象是很有团队合作精神，注重兄弟们一块儿把事情搞得好玩，大家开心，搞得很有气势的样子，就会很有成就感。但是我感觉齐峰是一个有独特才华的人，更适合一个人孤独远行。在一起的过程中，他会不会有委屈自己的时候？他内心真的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吗？我有时候会矛盾，看到他一个人抽烟的时候，感到他很孤独。我不确定是走近他好，还是让他一个人待着好。是我敏感脆弱在投射，还是他？还有那些和齐峰称兄道弟的人，真的理解他吗？能达到他的境界吗？我这么说是在孤立他呢，还是在接近他？这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个烟斗和一台电脑。烟斗一度成为玩精神分析的标志。一次，齐峰和齐家在上海东方商厦买了一个烟斗送给我，把我拖下了水。我一直记得齐峰在给我传授如何做一个烟斗课时的那种专注、痴迷、沉浸和欣赏的神态，深深地吸引了我。如何开斗、装烟丝，如何慢慢吸、啜和品味，要做到始终保持烟斗微温，烟丝行将熄灭的状态。后来我才明白，其实那就是拉人下水一起干坏事时的套路。他自己做不到，却有把这个光荣使命传给我了的感觉。
我辜负了他的期望，经常猛吸，把每一个烟斗都抽得烫烫的。当然，我们一起还干了一些其他坏事。我因为心梗后痛定思痛减肥，每天长时间快走，在一定范围内搞得动静有点大。兄弟姐妹们纷纷表达了各种担忧、关切、劝阻或理解、支持。齐峰没多说啥，只是有一天突然对我说：“我想送你一台跑步机，这样如果刮风下雨，你在家里也可以坚持锻炼了。”我不但感到非常温暖，还感到只有他才能够理解我的追求、情怀和苦衷。我感慨，这是他作为一个男人照顾呵护人的细腻而又不露声色的风格，或者也是他渴望能被这样对待。我因为已经有了跑步机，并更喜欢室外快走的感觉，我不想要跑步机，但我不想放弃被他照顾一把的机会。我对齐峰说：“你就送我一台笔记本电脑吧，我正好缺。”他送了我一台最好的电脑。一群女人，说是一群女人，其实就是一个男人身边最重要的那些女人，老婆、老妈、女儿，传闻一度都住在很近的小区里。我感觉齐峰内心真正在乎的只有这些重要的女人，而没有自己，更不是我们这些哥们儿姐们儿。有一次，我忍不住对齐峰说：“你这样不是太辛苦了吗？”我感觉齐峰前世是欠女人的，这种情况下，齐峰往往是默不作声，和你们是讲不清楚的。坦然还是无奈，关于这一点，是我等局外人无法妄加猜测的。真要说什么，其实都是八卦，投射出的可能都是些我们所不了解的自己。在齐峰和丽娟的婚礼上，我看到齐峰的妈妈祝福儿子儿媳婚礼的一段视频，看着并感觉着老人的气场，我似乎懂了点什么。我们每次都发现，兄弟姐妹们见面，泽平总是要重点培养一下齐峰的。虽然表面上似乎也会培养一下齐家，但那不是重点，最怜爱是齐峰。我吃醋，我抓狂，又有何用？命不一样。这些年，我感到齐峰越来越能够松弛下来，越来越有滋润的感觉了。看着他和丽娟在一起，我感到他找到了最终的归宿。作为兄弟，由衷地感到欣慰。对一个男人来说，身边的女人总是最重要的。走近一个人，才能更好地感受和理解他写的东西。同样，看了他写的东西，不由得就会很想去接近他。要想接近他，方式途径有很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现任理事长，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部主任张海音。第5集，不可言说，说吧。大凡什么事物到了最高境界，都多少会有点不可言说的特性。艺术如此，习禅如此，心理治疗也是如此。言说之难的原因有2种，一是被言说的内容过于庞大和复杂，你不可能将其全部说完，也不可能全部都说清楚。经常的情形是，你说出来的内容远远少于没有说出来的，或者说出来一部分后便造成了对整体的扭曲和误解。盲人摸象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言说之难的第2个原因是表达方式的局限。如果仅仅是用语言和文字，的确有太多的东西无法表达。语言和文字是高度抽象的东西，它们是言说者的工具，又是被言说的对象，所以他们经常假公济私，在言说其他事物的时候全无顾忌地表现自己。至少我本人就是语言文字这一特性的受害者之一。我常常对一篇文章的内容不太感兴趣，而对文章是怎么写的感兴趣。不管一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如果它的文字不好，我就不会喜欢。所以，为了不破坏被言说的事物的整体感，
也为了防止言说工具搞鬼，很多人都反对言说。这是人类因噎废食的又一证据，是精神分析所谓意志的自我防御机制的表现形式之一。不言说是为了避免言说之后的自责和焦虑。人是关系的动物，每个人都被关系制造，同时又是关系的一个环节。不言说简直有否认人作为人存在的特性的嫌疑。不管是人还是人所体验到的任何东西，如果不置于言说的场景中，那它就是孤立的，而且也是没有价值的。每个人都需要把心灵的东西向外界或者在关系中呈现，所以我们必须言说。言说的意义并不在于完整和清晰，而在于言说本身。言说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言说的现在进行时，就是生命本身的现在进行时。巴恩说，根本就没有被称为你、我、他的个体存在，有的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就是言说。那些无法用语言和文字言说的人，如失语者或文盲，他们一样的可以言说，用图画、歌唱、音乐或者哭泣，向别人表达他们内心的爱恨情仇。实际上，就广义的言说而言，一个人根本无法不言说，他活着就是言说，以语言的方式，或者以其他任何可能的方式。比如他的眼神、表情、姿势，他的习惯、爱好、个性，以及他的爱情、婚姻、事业，甚至疾病，都无一不在言说着他的内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是因为桃李用他们的色泽和丰满言说了美味，便吸引了很多的人前往。世界因为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言说着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而变得丰富和有趣。很难想象，如果人人都以不可言说的高深态度处事，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那大概是一个荒凉孤独的世界，每个人都像一个孤岛，而且中间没有海水相连。这本文集是10年来我本人言说的产物，总共约20万字。对一个曾经有过当作家梦想的人来说，这个数字不会带来丝毫的欣喜，不羞愧已经很不错了。集子言说的内容几乎都跟我的专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有关。当然，你可以认为一切涉及人的事情都会跟我的专业有关。这个专业的确是一个管得宽的专业。言说的方式相信多少有点曾氏风格。一位朋友在网上看到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感觉到这样的风格，发给我看，问是不是我写的。我看了以后发现那就是我写的。形成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也许是一个人一生的任务。但是风格的形成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成熟的风格会使你在言说特定内容时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固定的风格也会制造言说的死角，让你永远地忽略掉曾经忽略的东西而不自知。又一次想到盲人摸象的故事，觉得自己就好像摸到大象尾巴的那个盲人一样，高喊着大象像一条蛇。我们曾经认为这是错的，但我们现在可以认为这部分的对了，只是不全对而已。没有人全对，明眼人也不会全对。比如大象皮肤之下的脏器的独特结构，明眼人也不一定清楚。也许只有说大象像大象才全对，但这等于没说。摸到了，言说了大象尾巴，下一步就是摸它的身子、腿、头和牙。就这样摸索着，言说着，生命就慢慢地走到了注定要去的地方。最让人欣喜的是，一路上还有许多的言说者同行。从他们的言说中，我知道了我没有摸到的部分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更重要的是，
这让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第6集，孤独让人产生内心的冲突。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代心理学的客体关系理论认为，人是被他所处的关系所造就的。没有关系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对一个个体来说，他可以处于2种完全不同的关系之中。一种是与配偶、亲人或朋友在一起，享受交流情感和观念的愉悦；另一种是没有关系，没有与他人的交流，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孤独。表面上看，孤独不是一种好的状态，渴望交流是人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没有交流，心灵就会像没有养分的植物一样枯萎。但是，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孤独同样也是人的最本质特征。在生物进化史上，从低分子物质、高分子物质到单细胞生物的飞跃，成就的就是一个伟大的孤独。细胞膜的出现为个体与外界隔离创造了条件，也就是为孤独创造了条件。从这一刻开始，交流和孤独就成了个体的2种截然不同又缺一不可的生存状态。作为个体的人也是孤独的。首先是躯体上的孤独，体表的皮肤就是我们的边界；其次是心理上的孤独。如果不借助工具，我们就无法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相对于大自然而言，人既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独立于大自然的孤独的存在。既然孤独是人的本质需要之一，那处于孤独之中就是满足了人的需要，对人有好处。这些好处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一个人既然是被关系所造就的，那他也会被关系所限定。这种限定显然不利于他的发展。适当的孤独可以使他摆脱关系的限定，更多的成为他自己，更大程度上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由的人。第二，孤独可以使人置身关系之外审视关系，使关系中的交流变得更恰当、更通畅。一些企业的最高决策者或者国家的领导人总会找机会让自己独处一段时间。他们身处复杂的关系中，即使他们具有身居高位的人的一切优秀品质，如智慧和稳定的人格等，使他们能较少受关系的影响，有能力主动地影响和控制关系。但是在复杂的关系中时间长了，也难免被关系所左右，进而导致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孤独可以使他们重新找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更好地掌控那些他们必须掌控的关系。一个没有时间孤独的决策者或领导人，可能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他人的傀儡和形形色色的关系的牺牲品。第三，从心理发展的过程来看，接纳孤独并且能够享受孤独是成熟的重要标志。小孩是不能够孤独的，他们还不具备孤独的能力。孤独可以使他们受到肉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而一个成熟的人会在孤独中整合内心的力量，为更有效的交流做最充分的准备。孤独大约可以分为2种，主动的孤独和被动的孤独。前者已经说到了，是必须的和有益的，后者则是不必要的和没有好处的。有2种情况可以使人处于被动的孤独之中。一种是外界强加，比如因为某种原因被困于孤岛之上，无法与外界联系。另一种情形是，一个人的主观愿望是与人交流，但是由于内心的问题，使他缺乏交流的勇气和能力。如有社交恐惧障碍的人，他们害怕由跟他人在一起时所产生的不良情绪，从而回避一切有人的场景。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应寻求专业的帮助。当一个人处于青春期，
特别是青春期的中期，20岁左右的时候，会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孤独感。这是因为随着生理和心理的成熟，独立的愿望已经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使他想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而另一方面，他还没有完全的社会化，没有自己固定的交际圈子，经济上还不能独立。这是一种两头都救不着的状况，像一个被抛在空中的皮球，既不在原地，又没有落在他处。所以孤独感就不可避免了。随着成长的推进，这种孤独感会慢慢的变弱，或者被其他原因引起的孤独感代替。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即使是在人群中也会感到孤独。如果偶尔有这样的感受，那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经常有这样的感受，那就可能是心理上出了什么问题。一般说来，2种人容易在人群中感到孤独，一种是很自傲的，另一种是很自卑的。当然，从心理学上来说，自傲和自卑是同一种本质的2种不同表现形式，都是由过度关注自己，不善于跟他人交流引起的。或者换句话说，自卑和自傲既是不与他人交流的原因，也是不与他人交流的结果。如此因果循环，便离人群越来越远。一个能够与他人充分交流的人，是既不太可能过分自傲，也不太可能过分自卑的。他会客观地把自己看成人群中的普通一员，这样的人怎么会在人群中感到孤独呢？孤独的时候，人们都干些什么呢？人与人可以很不一样，但不管做什么，如果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与他在有人在场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反差不是太大，那我们就可以说他是一个生活的较真实的人，一个内在和外在比较和谐的人。反之，如果孤独时的所作所为与在公共场所的表现反差太大，那我们就认为他是一个欠真实的人，一个内外不和谐的人，甚至是一个喜欢欺骗自己或者欺骗别人的人。当然，还可能会是一个活得很辛苦的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修身的要求，就是慎独。它的含义是，一个可以被称为君子的人，即使在他独处的时候，行为也要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这样的要求是很有心理学意义的。在与他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会被他人评判，我们自然会把行为调整得符合一般道德伦理规范。绝大部分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独处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监督没有了，我们完全靠自己的约束来管理我们的行为，这就很容易做出一些不符合规范的行为来。我们也许可以对自己说，我们这样做了，但别人不知道，所以没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至少有一个人是知道的，那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也许可以永远地欺骗别人，但他能永远地欺骗自己吗？每一个人一生的目标都是内与外的和谐，这种追求和谐的力量迟早会攻击那些不那么符合慎独标准的行为，内心的冲突也就随之产生。所谓慎独，就是不让这种冲突产生。君子不欺于暗室，根本就不给自己攻击自己的机会。一个没有学会应付孤独的人，注定也不会很好的交流，因为一个跟自己都相处不好的人，怎么能够很好的跟别人打交道呢？他孤独时的内心冲突，迟早会在与他人的交流中重现。比如，一个有很多内心冲突的人，希望通过一场爱情来缓解那些冲突，结果经常会是，在爱情开始不久，与他所爱的人的冲突就开始了，最后有可能是两败俱伤。渴望友谊和爱情的人注意了，你只有在能够较好地处理孤独之后，才可能得到高品质的友谊和爱情。我们已经说到，孤独是一种特殊的关系，那就是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孤独实际上就是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自己交流。对于一个内心和谐的人来说，这种交流可以是很愉快的。内心的和谐是指我们各种心理的力量之间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或者说我们的看法、情绪和行为之间没有互不相容的战争。而对一个内心不和谐的人来说，孤独就可能是异常艰辛和痛苦的劳役，各种心理力量之间的战争可能会把他折磨得疲惫不堪，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置人于死地。那些完全不能忍受一点孤独的人，那些总是需要生活在热闹的人群中的人，实际上是在回避由孤独导致的内心冲突。恰当的、健康的孤独常常会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有时会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有些人很喜欢这种感觉，特别是那些情感丰富的天才和历尽人间沧桑的智者。遗憾的是，其中有一些人，他们也许是太沉醉于那种高贵的忧伤了，以至于忧伤的感觉最后变得铺天盖地，使他们无法再回到与他人的交流之中。自杀，也就是进入终极的孤独，成了他们最后的归宿。如果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下来，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哲学家、艺术家或者诗人。也许我们可以把孤独比喻为美酒，偶尔品尝一点，可以使美好的人生增加一些美好。但是如果经常大量的狂饮，美酒就会变成伤害我们身体和心灵的毒药了。第7集，恐惧来源于我们的想象。妻子带着4岁的女儿和单位的其他同事一起去江滩公园玩，我在家做一些自己的事。傍晚时分，天开始下大雨。妻子打电话来说他们被困在了马路对面的停车场，让我送几把雨伞去。我想现在是夏天，从停车场走回家只需要7、8分钟，加上回家以后总是要换衣服和洗澡的，淋雨回家应该没什么关系。就说就淋雨回来吧，做这样的事女儿肯定会很高兴的。妻子了解我，知道我不是想偷懒，便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不同意，我只好去送伞了。拿了4把伞，穿上一双拖鞋下楼。大马路的边上站满了数以百计的躲雨的人，他们都看到了这一幕：一个男人手里拿着4把伞，却一把也不打开，还不慌不忙地在大雨中走着。他们可能会想，这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我心里想着好笑，如果他们问我，我就说我是精神病医生，这也没撒谎嘛。到了停车场，我把伞全部分给别人，抱着女儿就朝雨中走。送伞的人反而要淋雨，别人有些过意不去。我说没关系，我想淋淋雨。豆大的雨滴打在脸上身上，有一点点疼，还有一点点冷。女儿开始有些惊慌，大声叫，把我的头发打湿了，把我的衣服打湿了。我说别怕别怕，淋雨就像洗澡玩水一样好玩。片刻之后，她就变得像我一样震惊，再过一会儿就在我身上像雨点一样欢腾起来。哪有小孩不喜欢玩水的？于是街边躲雨的人又看到了这样一幕，那个有伞不打的疯子现在还让一个小孩淋雨，真是害人啊。我这次没有想着好笑，而是想，我如果走过去跟他们说，淋雨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回家洗澡也是要把身上打湿的，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做？估计同意我的看法，但进入雨中往家走的人不会太多。这个世界上真正值得恐惧的事其实很少，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是自己被自己吓着了。比如，有人害怕在公共场合讲话，实际上，对1000个人讲话跟对1个人讲话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是你一边想，一边让神经支配你的声带震动，声波就传到了别人耳朵里。传1个人和传1000个人，
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在公共场合讲话讲砸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会死人吗？不会，那就不值得恐惧，就像淋雨不值得恐惧一样。还有考试，从考试本身来说，它跟平常做作业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仅仅在于作业做不好没什么关系，考试考得好不好，就可能与是否能够升学、家长老师的脸色是否难看联系在一起。而不能升学、看难看的脸色，也不是天塌地陷的大事嘛。如果我们把考试当成平常做作业，那至少不会因为恐惧的连平常做作业的水平也发挥不出来。大多数恐惧来源于我们的想象，比如淋雨。我们想象中的淋雨的后果比淋雨的实际后果要大得多，所以很多人会站在街边等着雨停下来。而另一些时候，可能同样是站在街边躲雨的那些人，可以数小时地泡在游泳池里，享受溪水的快乐。这样一对比，是不是有些奇怪？面对想象层面的恐惧，我们可能永远都是失败者，因为这种恐惧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而且会被我们自己不断加工和放大。对付这样的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抛开想象，想透一件事情的真实后果。有些时候，当真实的后果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哑然失笑，觉得当初害怕的没有一点道理。另一些时候，即便真实的后果可能很严重，但我们已经警觉了，就可以想办法对付，这比对付想象的后果要容易多了。当下雨再次来临的时候，你是否也会去雨中走走，看一看淋雨的后果是不是跟你想象的有所不同？第8集，成就感是对抗烦恼的良药。女儿1岁左右的时候，能辨认出家里的几个大的物品，如冰箱、微波炉等。每次当她指认对了那些物品时，我们都会用掌声和欢呼声来赞扬她和鼓励她。她也会因此高兴地嘿嘿直笑，甚至手舞足蹈。她还能扶着硬物慢慢地走路。然而学走路肯定是要摔跤的，摔痛了就哭是紧接着的一个必然程序。每当此时，我和她妈妈总会抱着她百般劝慰，但效果不太好，她总要哭上好几分钟才能慢慢停止。有一次，她又摔跤以后大哭，我抱起她来，突然灵机一动，问她：“微波炉呢？”她立即停止了哭泣，目光四处寻找，然后抬起手准确地指出了微波炉的所在，同时还发出的声音，相当于我们说那里那里。在从我的表情中得到了肯定之后，他得意地笑了。那种合着泪水的灿烂的笑容让我心疼无比，也惊喜无比。他是忍着痛来完成任务的，而且摔倒以后又岂只是疼痛而已，肯定还伴有恐惧、紧张、烦躁等负性情绪。但是完成任务的成就感却不仅可以使他能够忍住疼痛，还可以使他的心情迅速地变好。我一向认为，疼痛感和成就感相比，前者更为本质一些。因为人首先是生物性的存在，然后才是社会性的存在。但女儿的表现却证明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1岁的孩子还没有学会撒谎，他可以向我们展示更多的人性的真实。由此想到战场上的英雄们，受了重伤还将最后的子弹射向敌人，或者引爆最后一个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对他们而言，完成任务的成就感的重要性不仅超过了疼痛，而且超过了生命本身。躯体的疼痛可以用成就感来减轻，心灵的痛楚也是如此。劳作和劳作以后的收获，除了物质的以外，还有无法估量的精神的。对很多人来说，后者可能更有价值。当我们烦恼的时候，做一点能很快获得结果的容易的事，并充分享受由此带来的小小的成就感，也许是对抗烦恼的一剂良药。
有人说烦恼即人生，如果这句话是对的，如果人们还有可能使人生变得不那么烦恼，那就需要把人生的路从起点到终点用大大小小的成就的果实铺满。因为对人而言，成就感可以比身体的疼痛感和一切负性情绪都更本质一些。不必怀疑，因为这有1岁的孩子为证。第9集，偷窥成瘾源于安全感的缺失。前一段时间，有几本涉及隐私的书卖得非常好，洛阳纸贵，阅者无数。一部好莱坞名为《偷窥》的电影也是风靡全球，获得了创纪录的票房收入。影片的内容也涉及隐私，隐私的卖点如此之好，其原因也许比隐私本身更加精彩有趣。偷窥叙述了一个偷窥者的故事，他叫洛季，男性，年龄大约在25岁到30岁之间，是一幢供出租用的住行大厦的主人。他花费巨资，秘密地在大厦的每一套房间的客厅、卧室，甚至厕所内安装了摄影机镜头。他则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着数十个电视机的荧光屏，将任何一个家庭所发生的任何事件尽收眼底。这是一幅典型的心理变态者的形象。但我们如果说偷窥是洛季一个人特有的爱好，那实在是冤枉他了。影片里有2个情节可以证明，偷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爱好或者说需求。一是在女主人公佳丽的房间里，一位看上去绝不像喜欢偷看他人隐私的淑女，用望远镜看见另一幢楼房里一对夫妻的写实镜头时，竟然高兴地大声惊叫起来。其他人也是蜂拥而上，抢着去看这精彩的一幕，生怕错过了机会。虽然有人在此时高喊这样做是变态的，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他的表现是如此不合时宜，反倒显得不正常了。正常和不正常往往就是这样转换的。二是当佳丽像洛季一样坐在数十个荧光屏前，目睹芸芸众生的家庭生活时，她的表情变化无常，时而忧伤，时而喜悦，时而愤怒。但是有一点没有变化，就是她自始至终都很投入，这无可争辩地证明她也好这一口。但毕竟洛季是变态的，我们可以戏称其为职业偷窥者，因为他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偷窥上，远远多于像佳丽这样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偷窥的业余选手。能偷窥到的内容是决定偷窥者动机强弱的关键因素。如果偷看到的全是吃饭、聊天、洗脸、刷牙之类的琐事，那偷窥的愿望就会大打折扣。只有在能偷看到那些每个人都会做，但没有一个人会在别人面前做，甚至在别人面前谈都不会谈的情节时，偷窥者才会乐此不疲。如影片中的夫妻性生活、年轻女人自慰、继父调戏妓女等等。偷窥的内容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很清贫，只有过年过节才有好一点的东西吃。所以一些无事可做的老太太们就常常把他们偷窥的镜头聚焦在左邻右舍的炉灶和餐桌之上。在有所发现时，他们也会或小声或大声地互相转告：李家屋里又在煨汤，或者张家屋里又在做烧鸡。语气中混有艳羡、嫉妒、惊奇，甚至仇恨等多种情感，仿佛要将这些情感作为佐料加到汤或鸡中，以便为不那么有名的湖北菜系增加几道比豆皮更有名的地方名吃。好在这一切已经是往事了，现在你只要不把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摆上餐桌，没有人会对你吃什么感兴趣。但人对性内容的偷窥兴趣却从来没有减弱过。从人的需要的阶梯型结构图看，对性的需要位于最低层，在此之上依次为安全、归属感、
与相爱、尊重的需要，最高层为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而言，越是低层的需要，越接近动物性的需求。也就是说，人对性的需求是由人的生理结构决定的，是造物主在我们的身体里安装了指向性的发动机。千万年来，这台发动机的马力从来没有下降过。这当然是人类能够繁衍至今的最直接的原因，但是性绝对不仅仅是生理结构决定的。人类在性的问题上打印下的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比在其他任何事物上都鲜明深刻得多。几百年以前，居于深闺的女子的脸蛋儿是绝对不可以让外人看见的，这就自然而然地使脸也成了偷窥者的目标。随着社会的进步，让偷窥者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就像女性在夏天穿的衣服一样，越来越少了。在比基尼岛上的蘑菇云升起后不久，偷窥者的兴趣就集中在3个点上了。如此下去，不知道偷窥作为一门职业会不会最终消失。偷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社会效果。影片中那位调戏未成年妓女的男人，就是因为洛基的揭露而停止了他的罪恶。洛基因此洋洋得意地说，应该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家庭都装上摄影机镜头，以便减少暴力和犯罪。但是，不论偷窥有多么广泛的人性基础，也不论它能产生多少积极的社会效果，洛基式的偷窥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在影片的最后，佳丽用手枪将所有的荧光屏都打碎，在偷窥和保留隐私之间，她果断地选择了后者。洛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病态偷窥者，原因在他的母亲身上。他母亲是一个肥皂剧演员，长期在外演出，很少有时间陪他。后来他爱上的2个女人，在外表上都很像他的母亲，这是他潜意识里想寻回童年期缺少的母爱的表现。洛基说，他偷窥到的内容是世界上最好的、最真实的肥皂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母亲的关注。这些情节说明，该片的编剧和导演受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很深。我们也可以从安全感的角度来理解偷窥癖的成因。一般说来，偷窥者处于主动的安全的位置上，而被偷窥者则处于被动的不安全的位置上。安全需求是仅次于性的强大的力量，缺少它的人会不顾一切地想得到它。洛基获得安全感的手段就是偷窥。面对在那幢大楼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他都可以在心里充满安全感地说，我知道你们的一切，而你们对我却一无所知。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利用这一点来达到我想达到的任何目的。你们都是我镜头下的臣民。现代精神分析理论会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偷窥癖的成因。该理论认为，任何人一出生就与这个世界建立了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面对的第一个客体就是母亲和母亲的乳房。如果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过早地与客体分开，那在他成年以后就会下意识地强迫性地寻找那个在幼年失去了的客体。对大多数这样的人来说，寻找客体的方式会被限定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比如，他们也许会全力地追求金钱、地位、权力等来替代童年丧失的客体。但对洛基来说，这些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他要在超越社会规则的情形下，同时面对数十个投射了他人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的荧光屏，以无比精密、无比实在的方式与此时此刻的客体发生关联时，他才有重新拥有童年时期的客体的感觉。人性的确是太复杂了，心理变态的种类多不胜数，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所有这些变态的种子，一遇适当的条件就可能发芽生长。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任何心理问题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独有的。理解这一点
会使我们增加几分对他人的同情和爱心。区分变态与正常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他所处的时代的伦理道德规范。我们既希望与这些规范逐渐变得宽容一些，以给人性更大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人为的悲剧会随着我们对人性了解的增多而越来越少。第10集，神情内敛、健康人格的东方描述。现代汉语词典对神情的解释是，人脸上所显露的内心活动。对脸的解释是：一、收起收住；二、约束。那么形容一个人神情内敛的意思就是，他脸上所显露出来的内心活动向内收缩。神情内敛这个词在很多工具书上都找不到，但却常常出现在一些小说中。在武侠小说里，这个词经常用于描述武林中的绝顶高手。很显然，这不是一个直接描述武功的词语，而是一个描述心理状态的词语。要做一个绝顶高手，心理状态可能比武功本身更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形容一个人神情内敛，就表示这个人有着极好的心理状态。神情内敛是通过整体的直觉的观察所获得的整体的直觉的感受，具有典型的东方神秘主义色彩。要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也许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我们一定要把它解释清楚。这里首先要引出我们的第一个信念：我们不相信任何所谓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东西，如禅、开悟等等，是真正神秘的和不可解释的。我们一定能找到一种方法，使这些东西具有我们能够理解，而且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也能够理解的合理性。东方的方法体系里缺少分析的方法，可能是使东方文化具有神秘色彩的主要原因。一个对象，如果你不把它拆开来看，那它在你面前可能就永远是神秘的。所以，分析或许是打破神秘的一种好办法。对于东方式的对心理现象的描述，起源于西方的精神分析技术，可能就是最好的打破其神秘感的工具。让我们先看一看，一个被形容为神情内敛的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觉。这样的人格是高度统一的。如果人格是一件物体，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它光洁的质感、沉重的密度和宜人的温度。他如果要做一件事情，就会轻而易举地调动内心的一切心理能量去完成。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就像他可以收缩自己的内心活动一样，我们的内心活动也可以被他吸引。这就是个人魅力的来源。史书上说，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意思是说，周瑜的人格魅力像一坛好酒，跟他交往就像喝酒一样，不知不觉就要醉。这样的感受与神经症患者带给我们的感受恰恰相反，他的人格是不统一的，可能有着粗糙的质感、松散的和不均匀的密度，以及忽冷忽热的温度。如果他要做一件事，就不太容易调动内心的一切心理能量去完成。打个比方，如果神情内敛的人的人格像一个国家的中央集权状态，那么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就像这个国家处在诸侯纷争的状态中。跟他打交道，我们会因为他在情绪和行为上的变化莫测而不知所措，所以会或有意或无意地可怜他或者疏远他。由于他自己的内心活动都没有被他收缩，我们的内心活动当然也不会了，所以他不会给我们以有吸引力的感受。交往的不稳定感还可能来自于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状态之间的联系没有被揭示，所以他们都可以独立地影响人的行为。谁会在此时此刻产生影响，永远都是一件无法预料的事。或者换句话说，你跟一个神经症患者打交道，你很难知道是在跟现在的他打交道，还是在跟过去的他打交道。
以上的描述是在神情内敛之上又增加了一些东方神秘主义色彩，不能说没有益处，但却与我们破除神秘的目的有点背道而驰。现在我们就用精神分析的方法看一看，神秘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精神分析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由3个层面组成的。最底层是本我，代表着这个人的一切生物性冲动，如食欲、性欲等。中间一层是自我，是他与周围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部分。最上层是超我，代表着父母、老师、社会等各个方面对自己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本我和超我之间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冲突，自我的任务就是协调这一冲突。如果自我不能协调本我和超我的冲突，人格就不是处于协调状态，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神经症患者。一个神情内敛的人的人格不仅仅是一种协调状态，那种向内收缩的感觉甚至有那么一点点不协调，只不过这种不协调是一种良性的不协调。造成这种不协调的感觉的动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使内心活动向内收缩？我们猜想，使内心活动向内收缩的力量是人格的各个部分高度统一以后产生的整体功能，是整体的功能减去各个部分之和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功能。整体的功能由于它不是可以通过分析发现的，所以它实际上也是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根之所在。这篇文章无意制造任何新的概念，因为已有的概念的作用只是有助于把分析的工作越做越细，新的概念估计也不会超越这样的作用。而这里主要要谈论的是整合。仅仅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不妨把这种整合人格的各个部分的统摄性的力量称为超我。整合被分析清楚之日，也就是超我这一概念寿终正寝之时。超我有点像是超我、自我和本我民主选出来的统治者，与他们不在一个水平上。超我对三者的统治与超我对本我的压抑有本质的区别。超我与本我是在同一水平上纠缠厮杀的一对矛盾体，而超我是更高层的统合的力量，或者说超我的统治力量是一种舒适的被人格的3个层面认可的压抑。是什么使所有的心理活动向内收缩？答案是超我。以上是单独的考察神情内敛的人的人格得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人放在人际关系之中，就会发现他的超我也会对其他人产生统摄的和整合性的作用。别人会被他所吸引，会因为跟他的交往而感觉到宁静和喜悦，会把他的目标当成是自己的目标。具有强大超我的人在西方被称作 charisma personality。 从客体关系理论看，神情内敛的人是处于与原始客体完全分离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写到这里，有人一定要问，能不能举个具体例子，什么样的人是神情内敛的人？如果我们说某宗教领袖、某政治家或者某艺术家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一部分人可能会同意，一部分人可能会反对。反对的理由可以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之内，如举例说某某并不符合我们上面说的那些标准，也可以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之外，比如认为这样的人的存在可能会产生什么不良的社会后果等等。不可否认，这些反对的理由都可能是正确的和不可反驳的。但是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被绝大多数人甚至可能被所有的人接受的例子。这些例子的数量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下意识地认为神情内敛的人极端稀少的观点在一瞬间被彻底颠覆了。我们所说的神情内敛的人就是所有健康的婴儿和儿童。健康在这里的意思是没有先天的生理上的缺陷，成长的环境没有恶劣到削弱他的超我的程度。
婴儿和儿童符合我们上面说到的神情内敛的人的所有标准。简单的说就是，他们的人格是高度统一的，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让我们陶醉。也许有人会说，婴儿和儿童并不具有独立人格，他们要依赖成人才能生存。但是，相对于他们的能力来说，这样的依赖有现实的合理性，所以不能作为他们没有独立人格的依据。老子第10章说：“在营破抱衣，能无离手；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精神与身体合一，可以不相分离吧？结聚精气以致柔顺，可以像婴儿一样吧？所以在老子看来，婴儿的特点就是能够结聚精气，这是神情内敛的另一种表达。把婴儿和儿童作为神情内敛的人的例子，是一件让人极为振奋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曾经都是神情内敛的人。我们本来内敛的神情是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干扰才变得散漫的。神经症患者就不是神情内敛，而是神情散漫不专注。就强迫症来说，患者内心强迫性和反强迫性两种力量相互冲突，没有足够强大的超我将其整合，就造成了症状的出现和牵延。我们尚无法断定超我有没有相应的生物学基础，也就是说，超我是否相当于更高的神经中枢的功能。在它处于抑制状态时，多个较低级的神经中枢同时兴奋，导致强迫症状。抗抑郁药物对部分强迫症患者有治疗效果，是否支持了这一推论？就抑郁症来说，是否是因为更高级的神经中枢的抑制而导致了低级神经中枢之间的相互抑制？也许这种推论对癔症来说是最适合的，因为癔症的某些症状是直接由脊髓水平的低级中枢的兴奋导致的。从动力学治疗角度看，治疗的设置和治疗师温和的态度，就是为患者向婴儿方向退行提供条件。或者换句话说，治疗师让患者回忆起既往的神情内敛的状态，并且努力保持它。至于那些破坏他的超我的干扰性力量，则被此时此地的治疗关系所产生的力量减弱、消除或者替代。整合就这样被维持下来了，治疗也就产生了效果。从上面提到的生物学角度来看，对潜意识的关注可能起到增加主动注意力、激活高级中枢的作用，从而实现消除症状的目标。精神分析最后的目的不是要把我们的心理活动拆解成若干个部分，而是要把本来相互冲突的部分连成一个整体，或者用东方的语言来说，是要恢复内心的和谐与宁静。所以精神分析这个名字也许是不恰当的。与人格的整合相关的话题是心理治疗各个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整合。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理论和方法体系，能够把现有的主要的心理治疗学派统一起来。但我个人认为，将心理治疗的各个学派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整合是不切实际的、虚妄的。这里要引出我们的第二个信念：任何理论和方法的整合都必须建立在每一个治疗师的人格的整合之上。或者换句话说，没有纯粹的理论与方法上的整合，只有理论和方法与使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的治疗师人格之间的整合。或者再换句话说，离开了某一个具体的治疗师，一个所谓整合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是没有意义的。第11集，厚道的聪明更容易取得不凡的成就。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聪明人都不是稀有动物。具体的说，聪明意味着一个人有良好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与操作能力。这样的人，你周围可能有一大堆，说不定你自己就是那绝顶聪明的一个。跟聪明人打交道，经常是令人愉快的。看到他们发挥自己的才智并取得成绩，你也会跟着高兴。最近网上有一条消息说，心理学家通过研究证明，
跟笨人一起工作可以致死。原来笨死了的意思不是说自己笨死了，而是说把别人笨死了。也不知道是笨的把别人气死了，还是笨的把别人累死了。反过来说，跟聪明人一起工作岂不是可以长寿？但是仅仅聪明是不够的，聪明经常是一柄双刃剑，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也可能给自己制造麻烦，可以让别人愉快，也可能使别人难受。我认识一个人，我们打了近20年交道，对他的聪明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给人的感觉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和对任何事情都动脑筋，可谓机关算尽。没有他不知道的知识，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也没有哪个人的弱点和毛病躲得过他的火眼金睛。特别是最后一点，简直让我叹为观止。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中，一个人把别人的心思和行为琢磨到那种程度，而且评论的时候完全没有一点恻隐之心，简直有些恶毒和可怕。如果跟他共事，估计不仅不能长寿，反而会比跟笨人共事死得更早。别人果然怕他。在人际交往中，我本来是一个很随意的人，但却谨慎地跟他保持着距离，只跟他一起务虚，绝不务实。也就是说，喝酒作乐可以，但不一起做事，也不交心。他几乎没有一个真朋友，大家也许跟我一样躲着他。最近听说他离婚了，他的妻子带着儿子去了南方一个城市，原因是受不了他的明察秋毫和永远正确。我的另一个朋友也是公认的聪明，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但在为人处事上却有点憨憨的。一样的明察秋毫，却时时呵护他人的尊严，吃一点小亏或者受一点小欺负之后一声不吭。很多时候显得过于轻信别人，还有一点天真和幼稚等等。其实那不是真憨，而是一种厚道，一种聪明到了极致之后而不再仰仗聪明的从容、自信和本真。实际上，他的厚道不仅没有使他失去什么，反而使他有很多朋友，也使他能够关注他自己认为值得关注的事情。一个人再聪明，若事事计较，注意力一涣散，就不可能在某个方面取得不凡的成就了。聪明易，厚道难，既聪明又厚道则更难。对一个已经很聪明的人来说，努力做一个厚道的聪明人，那应该是一种更加聪明的聪明。第12集，守住生活的基线，未来就不那么艰难。如果将生活画成一条线，任何人的生活都只会是一条曲线，而不会是一条直线。这些生活的曲线大致可以被分为2种，一种是虽然有波动，但大致上在一条相对平直的线上上下波动；另一种波动则全无规律可言。很显然，前一种人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我们可以认为，那条相对平直的线就是他生活的基线。有这条基线在，他就会变得稳定从容，任凭外界风吹雨打、山崩地裂，他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干扰。什么是健康的心灵？这就是健康的心灵。这条基线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说来其实很简单。首先，养成相对规律的作息习惯，这可以保证你有一个健康的躯体环境，使健康的心灵可以寄居其中。习惯的力量很强大，至少强大到可以抵御大多数外界和内心的变故。如果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按时吃饭和睡觉，那你就基本上不用担心自己会出什么大问题了。其次，至少有一个好朋友，这可以被看成是你心灵的出气孔。封闭是有害的，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不需要他人而活得健康和幸福。应有这样一个朋友，即使是他不在你身边，你只是想着他，就不会觉得孤单。再次，有1-2种兴趣爱好。人生在世，看不见的心理负荷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要慰劳一下它。最后，尽力做好分内的事。少年人为将来而学习，
成年人为养家糊口而工作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必抱怨，也不必赋予这些平常的事以什么超越的意义，只是去做就是了。也许再不需要别的什么了，这些简单的目标，每个人不必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就可以实现。生活原来是可以不那么艰难的，如果你能坚守住一条由上面几个元素组成的基线。生活原来也可以是不那么动荡不安的，如果你守住了你的基线，那你就已经把你的生活和全部的未来都建立在了磐石之上。第13集，恐惧是一种潜意识里的逃避。我是一家心理医院的医生，一天下午，一位30多岁的男性走入我的诊室，说要跟我谈一谈他的问题。在得到我郑重承诺绝不把他的事告诉任何人之后，他给我讲述了他的故事。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个国家机关工作，由于能力出众，工作勤奋，深受领导赏识，职位不断提升，现在已经是一个大部门的行政一把手，在同龄人中也算是佼佼者。1年以前，一位高中的同学到我工作的城市来看我，两人10几年未见，一见自然要煮酒畅谈了。酒是在一家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娱乐城喝的，两个人喝了近2瓶5粮液，都喝得烂醉如泥。其后的事只能模模糊糊记得。洗桑拿叫小姐，胡天胡地，直至第2天凌晨才回家。在家睡了一觉，醒来后头痛欲裂。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对前一天晚上荒唐的悔恨。那位朋友是生意场上的人，也许那种事情对他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但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一般的宴请我都不会参加，更谈不上什么色情活动了。再说，我结婚10几年，夫妻感情很好，有一个女儿，我很爱他们。我绝不会允许自己做出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情来。酒真是乱性啊！过了几天，悔恨的感觉慢慢好些了。另外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出现了，我开始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记得那天晚上使用了安全套的，但我在网上查了资料，说安全套也不是100%安全。网上另外一些关于艾滋病的内容，我几乎全都看了，越看越害怕，越怕还越想看。我现在都成了艾滋病的专家了。那件事情以后1个月，我鼓足勇气，专程去另外一个省的省城做了艾滋病的检查，用的是假名。去别的城市和用假名，当然是怕别人发现了。检查的结果是阴性，但丝毫没有减轻我对自己患了艾滋病的怀疑。我老是想，会不会是化验单拿错了，或者化验的人不负责任，随便写了一个结果。再或者，那个医院的水平太差，有艾滋病也检查不出来。总之，是不相信我没有患艾滋病这个结果。说实话，我也并不是怕死的人。如果得了癌症什么的，大不了就是一死嘛，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可以在家躺着，让老婆孩子照顾我，让单位的人关心我，心安理得。关键是艾滋病很特别，事关一个人的品行、前途和声誉。我死了无所谓，一了百了，但我的妻子和女儿该怎样面对他人的议论和歧视？还有，我如果把艾滋病传染给了他们怎么办？我妻子还年轻，经常会有需要，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不是我那方面不行，而是怕把艾滋病传染给他。所以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我都尽可能找一些事儿，使自己总是在他已经睡着了以后再上床。躲不可能完全躲过，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只好硬着头皮上。虽然妻子已上了节育环，但我还是坚持每次房事都用安全套，还编了一套安全套有益健康之类的鬼话骗他。他很信任我，也没怎么怀疑。1年来，我整天都是提心吊胆，上厕所要用卫生纸把坐式马桶边包起来上，从来没用过脸盆，总是直接在水龙头处接水洗，碗筷总是偷偷的用开水消毒等等，生活过得一塌糊涂。有时候也想干脆向妻子坦白了算了，但实在鼓不起勇气。
无法预料他会是什么反应。再说，即使他原谅了我，就能减轻我的恐惧吗？工作上也不顺利，由于成天焦虑不安，上班做事完全没有精神，记忆力减退，经常丢三落四。有时候自己吓唬自己，想象单位的领导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准备找我谈话，我该怎么应付？是坦白交代，还是全部否认？一直想到自己心跳加快，大汗淋漓。最近一些老同志要退休，我很可能再被提半级。但一个做过那种事的人该被提拔吗？即使他们因为不知道我做的那种事提拔了我，我内心也会忐忑不安的。有了这些问题，心理学方面的书我也读了不少，想知道自己的脑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对照书上说的标准，我觉得我患了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疑病症等多种心理疾病。我听完他的叙述，又问了他几个相关问题，就建议他做系统的心理治疗。他问药物能不能解决问题，我说药物也许可以缓解焦虑症状，但不能消除他认为自己患了艾滋病的怀疑和恐惧，更不能解决导致这一系列症状的性格上的问题。他想了一会儿，便同意做心理治疗。我们约定每周谈一次，一次50分钟，总共谈30次。在前7、8次谈话中，我要他谈小时候的经历，他不太愿意谈。他说，我这些事儿与小时候有什么关系？我5、6岁的时候，别说什么找小姐，连艾滋病都还没出现呢。要是现在像过去一样没有艾滋病这鬼玩意儿，我哪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说，那不一定，即使没有艾滋病，你也会把其他的病往自己身上扯，梅毒、淋病、麻风病、尖锐湿疣等等，哪一样不会让你觉得愧对妻儿、斯文扫地？这些病与艾滋病唯一不同的就是不会导致死亡，但死亡的威胁在你的问题中也许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对小时候经历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你在做了那种事情以后会怀疑自己患了某种疾病。他沉思良久，最后同意了我的说法。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无兄弟姐妹，父亲是一家工厂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中学老师。父亲对他很严厉，在他的印象中好像很少看到父亲笑。父亲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真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父亲甚至对他说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会学习，动物不会。这句话现在看来有2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学习仅仅指学习课本上的那些东西；另一种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学习。他那个时候的理解肯定是狭义的，所以并不正确。除了学习，做任何其他事情都会被父亲认为是浪费光阴、虚度年华。有时候他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间稍长一点，父亲就会严厉地批评他。如果他犯了什么错误，比如考试因为粗心被扣了分，说了脏话，与别的小朋友打架等等，那批评就更加严厉了。父亲似乎没打过他，但那些批评有时实在是比挨打更令他难受。母亲则对他一味骄纵，他的感觉是他提任何要求，母亲都会设法满足他。从第9次谈话开始，我试着对他的症状做出心理学的解释。我问他，你认为跟小姐发生性关系是犯了一个错误吗？他说，这还用问，我都后悔死了。我又问，在你的标准中，哪些错误比这个错误轻一些？哪些错误比这个错误更严重一些？他好像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想了一下才说，轻一些的有小偷小摸、打架骂人等等，重的有贪污受贿、杀人放火等等。我接着问，你那个错误该受什么惩罚呢？他说，如果被警察抓着了，大约会被罚款或者拘留。我说，你没被警察抓着，是不是就不会受惩罚了？他犹豫了一下，反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些问题就相当于惩罚？我说，不是惩罚，那是什么？经过反复的解释，他终于明白，是他头脑里的警察不同意他的做法，便采取了让他产生精神症状的方式来惩罚他。
犯了错就必须受到惩罚，这是他从小跟他的严厉的父亲打交道学会的原则。后来他又问我，这个惩罚会持续到何年何月？我说，你估计呢？他说，就算要坐1年牢，那也该刑满释放了。我这1年真是比坐牢还难受。如果坐1年牢可以没有那些问题，我宁愿坐1年牢。我告诉他，有这些问题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你以后继续做那样的事，虽然感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但总还是有可能的。你的恐惧感恰好可以阻止你再做那些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保护了你的生命和前途。他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即使做那种事情有快乐，但痛苦更大，以后无论如何不会再做了。我继续解释说，你的那位同学也做了那样的事情，但他的恐惧比较少，那你比他多的恐惧就可能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引起的。我估计你内心深处已经有一个恐惧的基调，那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把隐藏的恐惧激活了，所以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叠加之后的难以忍受的恐惧。他说，我怎么没感受到那种恐惧的基调？我说，比如在你跟单位领导打交道时，你感受到了恐惧吗？他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猜得对，我对我们单位几位不苟言笑的领导有一些恐惧感，总担心做错了什么事会被他们批评。我都这么大年龄了，又是一个小头，管着那么几十个人，还说我怕谁，那是我完全不能承认的。我只能承认我尊重他们。你说穿了我自己都回避的心思，我心里就明白了，反而觉得不那么怕了。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会有好处，最起码可以让我工作的轻松一些。到第15次谈话，他害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的想法还是没有减少。我开始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我问，你说你跟妻子关系很好，但有没有吵架的时候？他说，当然有，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吵架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在处理与双方长辈的关系上有一些意见分歧，二是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有一些冲突。有几次吵得很厉害，我甚至想过离婚，但没有说。我知道那是底线，不到万不得已，既不能说也不能做。我问，吵架之后你们讨论过吵架的原因吗？他说，没怎么讨论，时间一长就自然淡化了。再说有些事情根本就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我问，那可不可以说你对妻子有一些怨气？他说，是的。我又问，那你找小姐是不是对妻子的攻击和报复？他说，不是，我怎么会这样报复她？我只是酒后失控而已。我反问道，失控2字是不是反而证明你没喝酒还可以控制自己的报复行为，喝酒之后就控制不了了？他眼睛紧盯着我，似乎不敢相信我说的话。但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所以他不认为医生会胡说八道。想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也许你是对的，不过只有一部分对。我说，我也认为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对。这次治疗以后，他和妻子用了1整天的时间交换意见。谈完之后，他觉得害怕把艾滋病传染给妻子的恐惧消除了一大半。这一效果的心理学解释是，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被压抑的攻击性被揭示以后，他就不再会在背后搞我们的鬼，即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是不承认对妻子的攻击，便用看起来是很爱自己的妻子，怕他得了艾滋病的方式把那些攻击性掩藏起来。正是这种矛盾使他焦虑不安。针对他不相信艾滋病的检查结果这个问题，我给他讲了我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上高中时，有一次突然心跳加快，心脏好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感觉很恐惧。家人带我去看医生，做了心电图，医生说没有问题。我当时的感觉首先是很高兴，然后呢，还有一种很失望的感觉。我都觉得我这种失望感很奇怪，难道我会荒唐到希望自己患心脏病的程度？听完这个故事，他说，他在拿到检验结果时，感觉跟我一模一样，也有失望的感觉。
他还说，人性真是太复杂了，有些东西简直是匪夷所思。我解释说，这些东西也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我们希望自己生病，是我们内心深处残留的一些儿童心理在作怪。小时候我们生了病，就能够得到父母更多的关心，生病后犯了一点小错也会被原谅。长大以后，我们自己不会允许自己装病，但潜意识里会留下一些希望自己生病的想法，以获得病人的特权。我上高中时学习很紧张，病了可以顺理成章的不学习，不参加竞争激烈的高考。你做了那件错事，如果病了就可以被原谅了。他完全同意这种说法。第22次治疗后，他的症状就基本消失了。偶然想到艾滋病时，也会感到恐惧，但程度很轻，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在最后一次治疗中，他问我，你是否也认为跟小姐发生性关系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我说，我是医生，不是道学家，我不做道德评判。但问题在于，你已经是一个成人了，你为什么还要我来告诉你一个道德标准？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按照你教给我的分析，我问这个问题就说明我还有一部分小孩的心理，总是要别人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些心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样，你一不留神，他就要跳出来捣乱。我听后也哈哈大笑。我们在2001年的年底结束了治疗。2002年的春节，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张贺卡和一封信。信是电脑打印的，信中说他现在很好，对我给他的帮助表示感谢，还说他希望我把他的故事用匿名的方式写出来发表，以教育和帮助那些做了跟他一样的事情，并且也处于痛苦之中的人。第14集，人生最难受的是发生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战争。14年前，在民政部门的支持下，我与几位中国和德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福利性质的精神康复医院，主要免费收治辖区范围内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固定经济收入的3无精神病患者。我从医学院毕业以后就做了精神科医生。我的专业知识告诉我，一个人性格中的优缺点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自认为自己的性格中有很多缺点，而那些缺点与我的父母在我小时候对我的娇宠有关。每当那些缺点给我带来现实的麻烦时，我就会不自觉地在心里责怪他们，想象他们当初要是对我稍微严一点就好了。康复医院开展了公疗项目，为的是让病人每天有事可做，公疗产品出售也可以使病人有一点收入。夏毛入院后，主要精神症状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所以他也参加了公疗。他工作很勤奋，每月有100多元的工资，买烟和零食足够了。用不完的钱则由护士帮他存起来。后来工厂因多种原因关闭了，夏毛也就没了这笔收入，医院按月给他一点零花钱。他每天除了参加医院组织的各种活动外，大多数时候无事可做，就看电视、打乒乓球，或者与其他病友闲聊，倒也过得平静惬意。我当时的工资在工薪阶层中大约处于中等，但支出过大，吃喝交际、买书、购物、旅游等等用下来，月月入不敷出。现在除了拿工资以外，还必须在业余时间做一些其他事情，赚一点外快，才能基本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尤其是在女儿出生之后，自觉责任重大，若不能为她创造一个舒适一点的物质环境，简直忝为人妇。粗略一算，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这些年来几乎没看过什么电视，总有做不完的公事和私事，总觉得生活得很浮躁、很慌乱，但从未打过经济上的翻身仗。工作那么多年，竟然没有存款。大学的同学们好多人都下海经商，有时聚在一起谈到收入，他们多数人一个月的收入比我1年的收入还多。我不是喜欢跟别人比的人，
但心里还是稍有不平衡。这时候，我教给别人的心理调节的功夫，就要用一点到自己身上了。上班的第一天，夏毛就被接到办事处的同志送来住院。他年龄跟我一样大，都属蛇，中等身材，长得很英俊。我跟他交谈后了解到，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双亲，被亲戚朋友、街坊邻居带大，从不知父爱母爱是什么滋味。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2年前开始出现精神异常，不上班，到处惹祸。不是把别人打得遍体鳞伤，就是自己被别人打得头破血流。厂里的领导不知道他是病态，不仅没让他去看医生，还经常批评他违反厂规。一气之下写了辞职报告，竟然还被批准了。于是就成了典型的三无对象。三无已是悲惨之极了，再加上一个精神疾病，天道之不公，竟至于斯。夏毛1年365天，一天3餐，餐餐都是在医院的食堂吃饭。食堂的伙食还算可以，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家庭的饭菜和餐馆的小炒。当然，比他入院前饥一顿饱一顿要强多了。所以他入院后很快就长胖了。本来体重比我轻，后来比我重。1年中总有几次，夏毛会说自己不舒服，肚子痛、头晕、食欲减退等等。护士们已经摸到了规律，这个时候只要给他弄点好吃的，如煎2个鸡蛋或者炒一盘青椒肉丝什么的，他一吃，那些问题就完全消失了。我对护士们说，他需要的不仅仅是食物，更重要的是食物所代表的特殊的关心爱护，并嘱咐护士，只要夏毛开口想要什么，就尽可能满足他。夏毛是一个很懂分寸的人，他不会总是提那些过分的要求，更不会提无理的要求。我只有值班时才在食堂吃饭，大多数时候在家里吃。有时候买菜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好像什么东西都吃厌了。由于公司2方面的应酬，在餐馆也吃得很多。有一段时间，只要一坐上餐桌就觉得恶心。看起来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实际上，所有那些应酬，只有一小部分是必须的，大部分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根本是自找的。我的胃肠功能一直不好，不是因为有什么病，而是因为吃得太好、太多、太乱，造成了胃肠负担过重。我在德国生活过2年，吃那里的黄油面包、猪排、牛排，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所以在那段时间里，经常想到康复医院的厨师做的土豆烧肉、清炒菜苔之类的东西，不禁就羡慕起夏毛来。夏毛的生活空间绝大部分在医院的那个小小的院落里。1年之中，医院会组织几次外出活动，但最远外出的距离不会超过20千米。院落里当然也有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但是我一直都奇怪，那个院落也实在太小了一点，怎么就容得下那么一颗年轻的心呢？我从大学时期开始就爱好旅游，工作之后因为出差、学习和私事等，总行程加起来可以绕地球10几圈了。20来岁的时候，外出是一件很让人兴奋的事，隔那么一段时间不出门就会觉得烦闷。如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出门很是放心不下。更明显的改变是内心逐渐增加的沧桑感，使出门变成了一件苦差事。以前从不相信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的古训，现在真是觉得不出门的人是福人，夏毛当然就是这样一个福人了。除了间歇的精神异常外，夏毛是一个健康的小伙子，也当然有作为一个男性的基本生理需要。但是对他来说，找一个女人结婚是一件离现实很远的事情。我甚至不敢问他对婚姻的打算，怕刺激他、伤害他。我曾经想过，在康复医院也有跟他年龄相当，也可能需要终身住院的女性患者，是否可以在医院撮合，双方自愿和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让他们结为伴侣。但是
这关系到过于复杂的医学、伦理、道德、法律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我只是想一想而已，就已经感觉千头万绪，令人头晕目眩，更不要说操作了。不过夏毛有夏毛的办法，他常用温和的象征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比如和女病友谈笑，甚至跟一些大胆一些的女病友动手动脚的闹着玩。这些事我即使亲眼看到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不逾越那条底线，不对他人构成骚扰，那也没什么关系。直到有一天，一位住院的女高中生和她母亲一起给我反映，夏毛专门对她说流氓话，我才开始阻止她的类似言行。我把她叫到办公室，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让她保证以后绝不再犯。从那以后，她也真的没再犯。尽管我知道我必须那样做，但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点点不安，总觉得我或者这个世界欠了夏毛一点什么，但具体欠了什么却又说不清楚。我工作后就有女朋友，后来结了婚，我很爱我的妻子，但作为一名医生，尤其是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从自己身上，从我的朋友身上，也从我的数以千计的患者身上，时时可以深刻体会到灵与肉的冲突的持久与强烈。而且在离家的岁月里，我尝到了男人的孤枕难眠是什么滋味。人生在世，世事的不如意倒也罢了，最难受的是发生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战争，让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做好人也不是，做坏人也不是。人类一向自诩比其他动物高贵，这也许是对的，但谁敢说人类比其他动物幸福？上次见到夏毛是1周以前，星期天的早上，我好不容易在家睡个懒觉，却被电话铃声吵醒了。是康复医院的值班医生打来的，说一位住院的老太太突然晕倒，不省人事，要我马上赶去。我立即穿上衣服，没洗脸没刷牙，跑下楼，拦住一辆出租车，直奔康复医院。进医院的大门时，看见夏毛悠闲地站在门口，冲着我微笑，还说我长得像某著名外交官之类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会跟他说笑几句，但那天实在没心情，甚至还有一些恼怒，想我忙到如此地步，你还在那里用那些无聊的话烦我。我明知他是无辜的，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却止不住那一刻对他的反感。处理完老太太的事，我稍微静下心来，找到夏毛，递给他一支烟。我们互相看着对方吞云吐雾的样子，都一言不发。但我知道，我心里所感受到的东西比他复杂1000倍。以上是夏毛和我的过去，我们的将来分别会是什么样子呢？夏毛估计还会住在康复医院里，在大的悲哀的背景下享受宁静和闲适。而我呢，随着我在专业领域越来越成功，日子就会变得更加的忙乱。想过安静的日子，几乎跟夏毛想结婚一样困难。对家人、朋友、病人和事业的责任，会使我在大的幸福的背景下承受压力和历经辛劳。我清楚地知道，我们生活的道路很不一样，但终点却是一模一样的，都会在某一天与这个世界彻底告别，带不走一丝沙或者是一勺米。我不清楚的，而且也许永远也想不清楚的是，他和我谁比谁更幸福一些。第15集，把过去的痛苦和惩罚与现在分开。一次，一位记者朋友跟我约好，某天下午4点钟，在我的办公室见面，谈一点事情。到了约定的时间，他还没来。过了约1刻钟，他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神色慌张，满头大汗，一边连说对不起，一边坐下。我看出他有很深的自责。我们谈完事后，他告诉我他迟到时的心情。他说，我提前出了门，叫了一辆出租车，想时间绝对足够了，没想到路上堵车。开始我还不着急，
后来眼看要迟到了，急得不得了，不停地催司机，要他抄近路、超车，还差点跟他吵起来。本来我知道迟到一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当时的感觉是，迟到1分钟都有天要塌下来的感觉，或者是感觉到面临灭顶之灾。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让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你没有把过去和现在分开。他问，怎么讲？我说，也许在你过去的经历中，因为一些小过错受到过惩罚，这些经历你没有忘记，逐渐地积累起来，所以此时此刻的一个小错也会勾起对那些事的记忆，使你感觉就像是犯了大错，要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一样。他若有所思，似乎在回忆遥远的往事，一边点头一边说，对，你说的对。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一头牛的故事。如果不停地一根一根地往一头牛身上放稻草，那最后总有一根草会把牛压死。这并不是因为最后一根稻草特别重，而是因为以前已经积累了很多的重量。积累也许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之一，情感也是可以逐渐堆积的。有好多事情，比如高考失败、失恋、下岗、人际冲突等等，如果孤立地看他们，每一件事都不至于会导致一个人精神的崩溃，更不会致使一个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这些事件与一个人过去所体验过的痛苦叠加起来，后果就可能很严重了。佛认为，一个觉悟的人的特点是活在当下。过去是虚妄的，过去的痛苦会加深我们此时此刻的痛苦，过去的幸福会遮挡我们感受现实的目光，这都不好。将来更加虚妄，一个为将来活着的人可能会成为一个从来就没有活过的人。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一个活在当下的人会客观地看待发生在身边的一切事件，不会把这些事件的后果，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任意的叠加、夸大或者缩小。朋友，把眼睛睁大一点，清楚地看着现在，把过去和现在分开，把以前的稻草都扔掉，只考虑和承受眼前的那一根稻草。不就是迟到了1刻钟吗？不就是一场考试没考好吗？不就是失去了恋人或者失去了几个朋友吗？不就是暂时没有工作吗？告诉自己，我愿意承担所有这些事件带给我的相应的痛苦和惩罚。但是，对那些与这些事情无关的、过分的、多余的、不恰当的、不相称的、不公平的痛苦和惩罚，大声地说，这与我无关，我不要。第16集，充实与空虚在一念之间。林和念初中那年暑假，他的父亲去北京开会，也带了他去，说要让他见见世面。他的确是见了不少世面，从小镇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他每时每刻几乎都在经历着一生中的某一个第一次，如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住旅馆，第一次看见如此之宽的马路上有如此之多的车和人等等。在北京的一天傍晚，林和一个人外出，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向北的一条路上立了一个禁止通行的牌子，路边还站着几个警察，有几个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想往北去，都被警察拦住了。林和看着有趣，便停了下来。这时又有一个骑车人从南边过来，车骑得不算快，但是却一直朝北骑来，离林和越来越近。骑车人是一个20岁左右的漂亮女孩。当车行至路口，林和注意到警察想阻止她，但那女孩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红色的牌子，朝着警察一挥，警察便做了个让她通行的手势。女孩骑车慢慢远去，但这简单的一幕却刀刻斧凿般地印在了林和的脑海里。当天晚上，林和经历了一生中的第一次失眠，脑子里翻滚的全是那漂亮女孩的影子和
和那张红色的通行证。他猜想着那张通行证可能具有的特别意义，以及持有这种通行证的人非同一般的身份。想到最后，那女孩竟幻化成了帝王之都的高贵公主，她手里拿着的是可以直接见到皇帝的通行证。相对于这一通行证来说，似乎她这次北京之行的所有经历都变得不再重要。在心里的更深处，她甚至有了一个连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的强烈愿望，就是有朝一日一定要像那个女孩一样拥有一张红色通行证。在他的想象中，这个证件当然不只是可以通向那条朝北的路，而是能够去任意一个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从北京回来，大家都觉得林和有了一些变化，像那个时代的所有中学生一样，林和的所有生活就是学习，以便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在那个小镇的中学里，林和的成绩从来都是年级第1名，后来更是几乎在所有科目上均遥遥领先于其他同学。于是大家都认为，出去见过世面的人确实不一样。但没有人知道，林和在外10几天的所有经历都比不上那张红色通行证。每当他情绪波动的时候，每当他想到在这个镇上，在他父亲的呵护下也可以生活的富有和幸福的时候，他就会想到那张红色的通行证。它像一张红色的小旗，插在高高的山顶，指引着他的方向，并且鼓励着他攀登。后来他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医学院，离那面旗帜还有几步之遥。之后又考上了北京一所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在北京，他偶尔也去那个十字路口看看，回忆一下多年以前的那一幕。当然，此时此刻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小镇上的初中生了。他心里现在有很多的旗帜，那红色的通行证仅仅是其中之一。后来他分到了北京一所医院工作，在高干病房工作的那段时间，他认识了一位曾经很长时间管理北京交通部门的副局长。他告诉那位副局长，他想认识一位10多年前在某某路工作的交通警。尽管他没有说明理由，副局长还是写了一个条子，给一位现已退休的警察。林和找到了那位警察的家。当他问及10多年以前那种红色通行证的时候，那位警察想了想，告诉他，当时在那条路上，大约离路口300米处在修路，所有的机动车、自行车和行人都禁止通行。但在离路口约400米的地方，有一小片居民楼，大约有40-50户居民，他们只有这一个通道。于是交管部门给该区的每个居民发了一张红色通行证，只有持证者才能够自由进出。尽管那张通行证的红色在林和的心里已经慢慢变淡了，但在知道通行证的真相与自己的想象如此不同之后，他仍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空虚。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很多酒，似乎要将空虚用酒精来填满。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可能都有几张那样的红色通行证，有它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充实，没有它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空虚，这可能与它们本身的价值无关。第17集，嫉妒产生于欣赏不能。一则关于嫉妒的幽默。一个喜欢甜食的女孩很嫉妒蚂蚁，别人问她为什么，她气呼呼地回答说，哼，那个小东西那么喜欢吃甜食，腰却还那么细。这个女孩对跟自己全无关系的膜翅目昆虫尚且如此嫉妒，那么对跟自己同科、同属、同种、同性别的女性的嫉妒就可想而知了。在一切能够比较出好坏、高下、多少的领域内，都可以引发嫉妒，比如能力、地位、财富、知识、容貌、身材等等。在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的情况下，嫉妒就像泉涌一样，或快或慢地从心底里冒出来，渗透到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可惜这样冒出来的并不是清澈的山泉，
而是令人难受的毒药。一个被嫉妒之毒浸透了的心灵，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嫉妒虽然是一种情绪体验，但在它变得强烈的时候，可以直接地引起身体的感受和反应。比较形象的对这种感受的描述是，心好像被利刃刺穿，剧痛无比。更叫人难过的是，这样的痛苦通常还被认为不能够表达出来与人分享，所以表面上还要强颜欢笑，内外反差的折磨简直如同地狱里的酷刑一般。嫉妒是人类个体普遍具有的一种情感体验。如果一个人说他从来就没有嫉妒过，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在说谎。有趣的是，他撒谎也许并不是在欺骗别人，而是在欺骗他自己。因为容易嫉妒往往被认为是一个人自私、狭隘和品质低下的标志。没有人会很轻易就接受别人对自己下这样的判断。给嫉妒加上过多的道德色彩，本身就是一种理解上的狭隘。人类就像是一种对道德判断成瘾的动物，好像在判断一件事情时不加上道德眼光，就可能遗漏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其实，嫉妒跟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他的能力密切相关。这个能力当然不是什么计算能力、记忆能力等等，而是欣赏他人的能力。简单的说，嫉妒产生于欣赏不能。要恰当的欣赏，前提就是要跟被欣赏的对象保持恰当的距离。这就像我们看东西一样，太近或者太远都会看不清楚。我们不能欣赏一个人，而是对他产生嫉妒，就是因为我们跟他的距离太近或者太远。我们用对他人才能的嫉妒举例。先说关系太近。一个人在10米之外的地方才华横溢地动手动脚，我们不太会感到有什么危险。但是如果他贴着我们的身体那样做，我们就会感到威胁了。我们在跟人做比较时，不知不觉会把别人拉得离自己很近，甚至会拉到自己的心里去。在这种情形下，别人的能力比我们强，我们就有被侵入的感觉，嫉妒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这也就是我们可能会嫉妒一个才华横溢的同事，而不大会嫉妒爱因斯坦的原因。同事近在咫尺，而爱因斯坦远在天涯。再说太远，这里说的远是指本来关系很近，而在情感上很疏远。比如同事之间关系应该是很近的，但却相互仇视，心里的距离就远了，远的就像是敌人一样。敌人强大当然不是一件好事情。应对嫉妒的方式多种多样。一个俄国农民的应对方式是这样的：他的邻居因为家里有一头牛而比他富裕。有一次，一条神鱼欠了这个农民的情，就答应满足这个农民的任何一个心愿。这个农民指着他的邻居的楼房说：他比我富裕，就是因为他家有一头牛。神鱼以为自己明白了农民的意思，就说这好办，我给你10头牛。哪知道这位农民咬牙切齿地说：不，我不要你的牛，而要你去把他家的那头牛杀死。这是很典型的应对嫉妒的方式，不是通过让自己变得比别人更好来缓解嫉妒，而是通过打压别人来缓解。如果嫉妒这种情感与道德关系不大，那这样做就大大的与道德相关了。对这种人最简洁、最精确的评判是小人。嫉妒并不总是洪水猛兽，从本能的层面说，它是对危险的预示。人至少部分的是在跟自己的同类竞争中存活下来的。这种竞争意识已经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社会规则不完整的时代，强者会有更多的活下去的机会。嫉妒的产生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一个人，别人比你强，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你如果不再做出努力的话，你会失去很多东西，甚至会失去你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一定程度的嫉妒可以激人奋发的原因。实际上，恰当的表达嫉妒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一次，
一位男性心理治疗师在做了精彩的演讲之后，一位男士从听众席上站起来发言，先说很敬佩演讲者，然后又说自己作为男人很嫉妒演讲者，最后说将来一定要努力超过他。这位男士的话音未落，听众席上就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而且持续的时间超过了对演讲者的喝彩。这是对人性的赞美和鼓励。既然人人都会嫉妒，那我们就需要把它当成一种存在来尊重，表达一种不太光彩的情感，这种勇敢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人性还有着另外一种品质，那就是永不服输的雄心壮志，后者的光辉足以照亮前者的阴暗。没有人可以在一切方面比所有的人都强，所以嫉妒是不可避免的。嫉妒就嫉妒吧，难受就难受吧，在利刃穿心之后，总还有补救和止痛的措施。这种措施就是调整跟被嫉妒者的距离，一直调整到可以把它作为欣赏对象的程度。欣赏会使人产生美好、敬佩、喜悦的情绪，它们都是治疗心灵伤痛的良药。做好准备，在下次嫉妒来访之后10分钟内，对自己说：我比不过你，我欣赏你还不可以吗？你这样说了，并且也这样做了，你就战胜了真正重要的对手，你自己。这标志着你比任何人都勇敢和强大。如果你总能这样，你也用不着嫉妒谁了，因为你只跟自己比较，而嫉妒自己的事情迄今为止还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第18集，父母与孩子距离过远过近，都会损害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写过几篇关于人际距离的文章，强调在人际关系中保持恰当距离的重要性。一位朋友读了以后问道：你怎么老是说要跟人保持距离？我猛然醒悟，原来我强调的重点错了。本来是想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应该是以2个人的相互独立为前提的，重点应该是亲密关系，结果把过多的笔墨用在了保持人际距离上。亲密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亲密关系，也许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拥有的最大的财富。遗憾的是，不少的人却没有这笔财富。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发展亲密关系的能力，或者说，每个人在生命开始的时候就处在十分亲密的关系之中。胎儿跟母亲的关系就是一种最完美的亲密关系。母亲的呼吸为胎儿提供氧气，母亲和胎儿的血脉相连等等。出生之后，婴儿会有很长时间在心理上与母亲处于共生状态。他会把母亲想象成自己的一部分，或者把自己想象成母亲的一部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如果父母在对待孩子的方式上犯了错误，那就可能损害孩子本来就具有的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父母可能犯的错误主要有2个，一是跟孩子太疏远。疏远有2种，一种是空间上的，指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让孩子跟自己生活在一起；还有一种是心理上的，虽然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却对孩子缺少必要的照顾与关爱。从后果上看，2种疏远没有什么差别。一个早年跟父母关系较疏远，以至于成年以后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能力建立亲密关系的人，在他和心理医生的关系中也会重复这种无能。具体的表现可能是，他会不自觉地破坏跟心理医生的关系，使治疗无法进行下去。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位来访者，女性，25岁，她的主要问题是，几年来她谈过不下10个男朋友，但都没有成功。每次开始跟一个男性打交道，都会感觉很好，但一旦有可能发展成婚嫁的对象时，她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要离开那个男人。这样的事反复发生，她开始隐隐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心理有什么问题。通过几次交谈，我了解到，
他的童年有很多不幸，其中最大的不幸就是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父母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他，所以他半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舅舅家寄养。1年之中，他父母只会去看他1、2次，以至于他小时候心里根本就没有父母的概念。舅舅家在农村，一个大家庭，有很多小孩，他能够受到的关爱之少就可想而知了。13岁上初中的时候，他才回到父母身边上学。这些信息让我理解了他为什么会有那些问题。6岁之前是一个人的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跟父母的分离，其坏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孩子对这样的分离还不可能产生清晰的理性判断，但他会感觉到他最信任、最依赖、最需要的人离开了他，把他抛弃了。这种感觉会很深地种植在他心中，使他不能再相信任何亲密的关系。成年以后，在他有可能跟一个人发展成亲密关系的时候，内心害怕被抛弃的恐惧感就会被激活，使他逃避这种关系，以避免重蹈覆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访者和心理医生的关系也是一种亲密关系，双方共同探讨的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所以这种关系的亲密程度甚至会超过治疗之外的一切关系。当然，这种亲密是纯精神的和象征性的，它的目的是让心理医生给来访者以帮助，而不允许心理医生从中满足任何私欲。一旦治疗结束，一切关系也就都结束了。很多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心理医生不得跟来访者发展任何治疗史之外的私人关系。在跟我的治疗关系中，这位来访者也在避免对我的信任、依赖和需要。具体的表现是，他连起码的治疗规则都不能遵守。例如，我们约定每周谈一次，他答应得好好的，但经常是2、3周才来一次。我们事先也说定，如果终止治疗，必须打招呼。但在1年多以前谈了最后一次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完全是不辞而别，让我也尝到了他曾经体验过的被抛弃的味道。但我能够理解他，因为这恰恰是他的问题所在。他无法跟一个人走得太近，哪怕是他的心理医生。现在我只要一想到他和跟他类似的来访者，心里就涌起阵阵伤感与无奈。父母可能犯的另一个错误是，跟孩子距离过近，给了孩子过多的关注和关爱。关系过于亲密，双方缺少各自的回旋空间，其危害程度不亚于疏远。人对独立的需要是很强大的，特别是成长中的孩子，独立是他们内心最强烈的愿望。过近的距离显然会扼杀孩子的独立性，或者换句话说，过近的距离会使父母对孩子的爱变成对孩子的控制，爱和控制会成正比例的增长，爱的越多，控制的也越厉害。孩子不可避免地会在这种控制中受到伤害。遗憾的是，很多父母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以为爱的越多，对孩子的成长就越有利。一个在亲密关系中受到过多控制和伤害的人，或者说一个被爱所伤的人，在将来自然会逃避跟他人的亲密关系和爱了。也举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同事家里发生的事。这位同事是一位护士，在单位是优秀员工，在家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尤其对儿子真是无微不至。儿子高中毕业之前，连手绢都没有自己洗过，更不用说做饭洗碗和其他事情了。除了做功课，儿子的一切都由他包办了。儿子对他也很依恋，依恋到了在学校没有一个知心朋友，放学就回家。有什么心事，包括一些青春期男孩的心事，都只跟他谈。他一直都对这一点很满意，认为自己在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也认为自己做得比孩子的爸爸要好。可他根本没想到，儿子都被他调教控制得像一个宠物了。
儿子的问题是在上大学之后出现的。他考上了很远的一个城市的大学，到大学之后就几乎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跟母亲谈一些学校和同学的事。开始的时候谈的那些事都很琐碎，无所谓好坏，但慢慢的内容就变得很糟糕了。有时候说同寝室的一位来自乡下的同学不讲个人卫生，有时候又说一位当地的学生有优越感，很霸道等等。总之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而且到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书读不下去了，只有休学回家。这个孩子就是被爱所伤的典型。首先被伤害的是他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然后是跟母亲之外的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他无法在同学中再找一个替他包办一切的人，所以他就干脆找一些理由拒绝跟他们来往。从更深的层面来说，他是在拒绝更多的人以爱的名义对他实施控制。这种控制意味着除了学习，其他的事情，包括交朋友、谈恋爱、做游戏，我们都给你包办了。18、19岁的男孩子，谁会同意这样的，哪怕是温柔的控制呢？除此之外，距离过近可能导致的另一种后果是，孩子的独立性在跟父母过近的关系中被扼杀，以至于他只习惯跟人的近距离关系，也就是自我界限不清楚，那也是问题，甚至可能是更大的问题。他会试图跟所有人建立亲密关系，这样做的危害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这也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跟父母的距离过近，不幸的是，她把这种近距离的关系带到了她的所有人际关系之中，很容易就跟人走得很亲密。她曾经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关系好的形影不离，但到最后都反目成仇。她从别人那里要求太多，在被拒绝的时候怨恨就产生了。她也曾经谈过多次恋爱，但后来都是男方主动离开了她。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那些男人离开她的原因是她太纠缠，太离不开别人的关注与呵护。别人会想，谈恋爱时尚且如此，结了婚那还了得？在她27岁那年，在又一次失恋之后，她自杀了。她的遗书上写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信赖、可以依恋的人。也许她是对的，因为能够担当得起她那么沉重的信赖和依恋的人本来就很少见。前面已经说到，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太近或太远，都可能会损害孩子将来跟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中庸之道在这一点上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正确性，不近不远才是最好的。但在遇到具体事情时，却比较难以把握。有一个专业术语，也许能帮助我们把握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的分寸。这个术语听起来一点都不专业，叫做足够好的妈妈，是英国一位著名心理医生的杰出创造。他的意思是，妈妈要足够的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在孩子身边，满足孩子的需要。把孩子送到别人家寄养的妈妈显然不符合这样的标准，但是也不要做完美的妈妈，不要把心思100%的放在孩子身上，不要要求自己十全十美，足够好就可以了。为孩子包办一切的妈妈显然也不符合这个标准。当下中国有无数独生子女的妈妈，相信他们中间想做完美妈妈的肯定有很多。这里要告诉他们的是，千万别做完美妈妈，完美妈妈会伤害你们自己，更会伤害你们的孩子。很多人都在强调父母的态度对孩子成长的影响，但我们也不要忽视孩子自我成长和自我教育的作用。成长是一辈子的事，自我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教育。很多人有不幸的童年，但他们一样成长得很好，有着健全的人格和骄人的成就。不犯错误的父母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成年人把自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父母，那是在推卸责任，是在对自己犯比父母当年所犯错误更大的错误，
也是在抛弃此时此刻的成长的机会。元代大书画家赵孟俯的夫人写过一首词，叫《我侬词》。这首词也许是对亲密关系最为形象的描述了。我侬两个特煞情多，譬如将一块泥儿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忽然欢喜啊，将咱俩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团再炼再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期间，我身子里也有了你，你身子里也有了我。能够把自己的感情如此深刻全面地投入到与一个人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人真值得羡慕。而能够遇到值得自己如此投入情感的人，就更值得羡慕了。这样的投入，首先需要足够的自信，相信自己配得上别人相似的投入，然后需要极大的勇气，不害怕血肉相融之后可能出现的分离，以及分离时撕肝裂肺的痛。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之时，分离又岂只是痛而已，简直就是毁灭了。但在那样爱过的人心里，毁灭也许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了。除了爱情之外，友情也可以发展得很亲密。从情感的本质来说，友情跟爱情很相近，只是前者没有肉体上的亲密而已。一个成长得很好的人，会同时拥有和享受这两种情感，使自己的情感生活既深沉厚重又绚丽多彩。第19集，学习困难的差生是被父母好心培养出来的。如果有人问，对中国一家3口的家庭来说，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估计绝大部分人会异口同声地答：孩子的学习最重要。因为孩子的学习不仅事关孩子本人的前途，还关系到家庭此时此刻的安定团结。孩子学习好，大家都高兴，矛盾自然就少。孩子成绩差，大家都憋着怒火，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可以酿成很大的冲突，家庭可能永无宁日。统计资料表明，中国有上千万的学习困难的孩子。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智力有问题，这一点不难理解。那些上了名牌大学的孩子，并不一定就比没上好大学的孩子聪明，是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家庭的环境和父母的教育方式，导致了他们学习困难。以下是很多临床案例中的一个，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差生是怎样被好心的父母培养出来的。龙先生和龙太太带着他们15岁的儿子龙伟来看心理医生。在咨询室坐下来后，夫妇俩都是一脸的阴沉忧郁。龙伟表面看起来满不在乎，但他不断地在搓着手，心里还是很紧张的。例行的寒暄之后，龙先生开始介绍情况。龙先生说，龙伟小时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在幼儿园里，他是最受老师喜爱的小朋友。老师总把发饭勺、领读、领操之类的事情交给他做，这在小朋友眼里都是很大的荣誉。他学习也很好，接受能力很强，什么事儿一教就会。我们很后悔的事情是，那个时候没有让他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没有让他要学习就专心致志的学习，不要思想开小差，一边学习一边想着玩。从读小学1年级开始，他的学习就成了我们家庭一切的中心。我和太太有2个原则，也被戏称为2个凡事，也就是凡是有利于孩子学习的事情，我们都要不遗余力地去做；凡是不利于孩子学习的事情，我们坚决不做。相信别的家长也会这样，但可能不会像我们遵守和坚持的这么好。比如说，他做作业的时候，我们就不看电视，免得电视的声音会影响他，也免得他总是想着电视里有什么好看的节目。不仅如此，我们在家里说话都轻言细语，生怕让他分心。还有，只要他做作业，我和他妈妈都要保证有一个人在旁边督促他，或者解答他不懂的问题。当然，我们文化水平不高，到了他上初中后，
有些问题我们就没办法帮他解决了。所以从他上初中2年级开始，就专门给他请了个家教。请的家教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来自边远的农村，家里很贫穷，从小就要边做农活边学习，现在还需要做家教赚点学费和零花钱。所以请家教除了教他知识以外，还想让他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别人那么差的条件都可以学得那么好，你这么好的条件不学好就说不过去了。我和孩子的妈很早就对孩子进行学习的重要性的教育。对我们这样没有什么背景的家庭来说，孩子只有学习好，考上大学，今后才有出路。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吃饭可能都会成问题。这些道理给他讲了无数遍，他就是听不进去。成绩总是中下等，离幼儿园的辉煌越来越远，怎么就走这么大的下坡路呢？你还不能说他不认真，他也很少出去玩。放学回家吃完饭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做作业，但就是学习效率不高，成绩上不去。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孩子的学习有问题，多半是心理上的原因，所以就带他来了，想着医生能帮帮忙，让他真正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我们说什么，反正是没有什么效果。当了心理医生这么多年，这样的案例见得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仅仅是在我的咨询室里，在我身边的熟人和朋友圈子里，这样教育孩子的方式和话语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和听到。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好心办了坏事，或者说父母不自觉地制造了一个跟他们自己的愿望相反的结果。他们本来希望孩子学习好，但他们的做法和说法却导致了孩子学习不好。我还想听听母亲的想法。龙太太说，孩子他爸说的完全符合事实，我也总给孩子讲，我们为你的学习做出了很大牺牲，不仅花了很多的钱，还牺牲掉了自己的生活。我们几乎不出去玩或者串门，总是在家里陪你，不让你做任何家务事，除了学习以外，你不用操任何心。这样你还学不好，很对不起我们。当然，对不对得起我们倒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不起你自己。我们迟早会老会死，将来你只能靠你自己。可我们随便说多少就是没有用，他的成绩还是老样子，总上不去。明年就上高中了，到了高中，有些同学会更努力，你的相对名次就会下降，到时候高考差1分都会有很大不一样，要花很多钱不说，关键是不能上好的大学和选好的专业，将来就麻烦了。我的一个同事的孩子就是这样，上的学校不好，专业也不好，毕业2年了还没找到工作，还在家待着。另一个同事的孩子上了好大学，专业又好，一毕业就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公司工作，现在都自己买房子了。看起来龙太太还有很多话说，但我不太想让她继续说下去。我注意到龙伟的手搓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用力，显然是这些话他已经听过无数次，每多听一次就多焦虑1分。我问龙伟想说什么，他说爸妈都说得很对，都怪自己不好，成绩总上不去。说完就继续低下头搓手。我感觉到龙伟是被内疚和自责淹没了，他不可能在自己该做好的事情没做好的情况下能够动脑筋想想他为什么没有做好。于是我开始对龙先生和龙太太提问。我说，你们真的做了很多的努力，想让孩子的学习成绩好。比如你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不看电视，小声地说话，为的是不发出噪音，不让噪音干扰龙伟的学习。但是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有2种噪音，一种是电视、说话等来自外界的噪音，而另一种是来自心灵内部的噪音。你们说说，有没有可能是来自心灵的噪音干扰了孩子的学习呢？龙先生和龙太太面面相觑，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眼看这一次的50分钟咨询时间要到了，我征求龙伟的意见，我可不可以下一次单独跟他爸爸妈妈谈一谈？他点头同意了，
于是我就当着龙伟的面，跟龙先生夫妇约了下次见面的时间。接下来的那次咨询一开始，我首先说他们是很爱孩子的父母，很负责任的父母。他们为孩子所做的一切让我很感动，但方式上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也需要更多的理解孩子的处境。然后我接着上次的话题说，在龙伟学习的时候，他还在想着学习以外的事情，他想的事情以及有想这些事情导致的情绪反应，就是他心里的噪音。这些噪音比外界的噪音，如电视的声音、说话的声音，音量都要大得多，危害当然也要大得多。比如以下几点，他是不可能不想的，想了也是不可能没有情绪波动的。一，学习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这是在想学习的重要性，而没有想学习本身。比如做某一道数学题的时候，花了大量时间想着的是这道题做好了可以得多少分，而没有想或者没有心思去想这道题该怎么做。这样子能把题目做好吗？二，父母为我的学习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不学好对不起他们。内疚的噪音。内疚是一种极其恶劣的情绪体验，可以导致极大的精神负担。背着如此巨大的包袱学习，跟轻装上阵相比，效果不可同日而语。三，如果我学习不好，我就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这是恐怖的噪音，相当于被手枪的枪口对着。这样学习，脑子可能一片空白，手可能会颤抖，植物神经系统的功能可能会紊乱。没有人在这样的状况中还能够从事学习这样的智能活动。四，别人都比我强，这是惊慌的噪音，自卑的噪音。一个人总是被这样暗示，就会精神涣散，斗志全无。想想看，你们作为成年人，精神的力量应该比孩子要强大吧？但是，如果你们单位的领导总是说某某比你工作的好来激励你，那你最后是会被激励的有干劲儿了呢，还是可能会被打垮？估计是会被打垮的。成人都会被打垮，孩子就不用说了，孩子更加脆弱。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教育后遗症还不仅仅会以成绩不好表现出来，而且还会通过人格上的软弱表现出来。到时候就不仅仅是有没有知识的问题，而且还会是有没有健康的精神，以及能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的问题。五，当然还有一点普遍的情况，就是他可能还惦记着学习以外的事情。小孩子哪有不爱玩的？就像成年人也不能整天工作一样，孩子也不能整天学习。至少学习不应该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唯一的内容，让他玩一玩，跟其他孩子多接触接触，只会对他的学习有好处。我接着举了一个例子，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有意识地在菜市场这类喧闹的地方读书，以培养自己的定力。在那样的地方读书，外界的噪音可以全部入耳，这为他以后在枪林弹雨中冷静思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你们虽然没有制造任何外界的噪音，但你们说的话和小心谨慎做的事却插在孩子的心里，让他不能集中注意力。这样的噪音干扰就是龙伟学习成绩上不去的重要原因。龙先生夫妇听了我的分析后很震惊，他们承认我说的有道理，但也还有些疑问。我们做了一些讨论，龙先生担心的事情是，如果不督促他，不给他讲道理，那他会不会自觉地学习？我笑着回答说，反正在这之前你督促了也没用，对不对？然后又反问他，在你15岁的时候，你觉得父母应该怎么管你最好？龙先生说，我那个年龄已经很懂事了，不用父母管。我说，应该一代更比一代强嘛，龙伟就更不用你管了，或者说不用管得太多了。这次咨询结束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你们出去打打麻将，串串门，可能会对龙伟的学习有好处。龙太太笑了笑说，也许。再后来，我又单独跟龙伟谈了几次，
主要是消除他心里的噪音，让他学会怎样轻松的学习、从容的学习、愉快的学习。他告诉我说，现在他感觉到他爸爸妈妈离他远了一点，不像以前一样总盯着他，这让他心很静。龙伟的确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心里的噪音一消除，成绩慢慢就上去了。中考的时候发挥得不错，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在3年的高中时期，成绩也一直在上升。最后一次见到龙伟是去年的9月份，他父母带着他来我们医院，让他亲口告诉我他考上了首都一所重点大学的消息。我当时想，龙先生夫妇对孩子的愿望已经变成了现实，不过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变成了现实的。第20集，我们对孩子为什么比对自己还苛刻？从物质的层面来看，家就是由几堵墙、几个天花板围成的一个空间，风霜雪雨被阻挡在这个空间之外，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安全和温暖。从心理的层面来说，家庭是每一个家庭成员躲避外界压力的地方，尤其对孩子来说，他们的心灵还过于弱小，无力抵御各种外界的压力，所以家或者说家中的成年人对他们来说，就是帮着他们抵挡压力，以便能够健康成长的万里长城。举个例子，如果有歹徒闯入家中，理所当然的应该是父母挺身而出，直接面对歹徒的威胁，而把孩子挡在他们身后，使孩子免受伤害。相信几乎100%的父母实际上也会这样做。在这种情形下，没有父母会对孩子说，你去把歹徒赶出去，因为这样做不仅达不到驱除歹徒的目的，而且他们自己都会觉得这样做简直就是伤天害理。但是如果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歹徒给家庭制造了压力，或者说如果是来自外界的心理压力给家庭或孩子造成了恐慌和威胁，那很多父母的处理方式就有些问题了。他们往往在自己都无法面对那些压力的情况下，把孩子推到第一线去面对腥风血雨，最后不仅达不到他们希望的效果，反而使得孩子的心灵破碎，遍体鳞伤。作为心理医生，我实在见到了太多的逼迫孩子上前线，而自己却躲在孩子身后只管吆喝的父母。当然，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如何的不合理，他们还是能够勇敢地改变自己的。以下是比较典型的一例。这是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父亲叶先生是机关干部，母亲刘女士是一家企业的财务人员，他们的儿子叫涛涛。涛涛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整个小学阶段，他总是可以保持班上前几名的好成绩。但他有个毛病，就是贪玩。下课玩倒也罢了，但他上课也玩，比如玩小玩具，或者跟邻座的同学动手动脚等等。好在他的历任班主任都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看在他成绩还不错的份上，对他总是网开一面，只要不是太离谱，也就不怎么深究。有一任班主任甚至曾经说，他啥都懂了，还让他听课，那不是把他当傻瓜吗？他可不傻。涛涛的父母每次去开家长会，班主任都要说上一句，你家的孩子太调皮了，可能比较适合在美国上学。但这话是笑着说的，语气中实际上还包含许多欣赏的成分，所以夫妇俩也就没怎么注意。小学毕业，涛涛上了一所重点中学的初中部，情势顿时大变。重点中学的学生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老师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涛涛的班主任是一个30出头的女老师，是这所学校最优秀的青年教师之一。在2年前的中考中，全市中考第1名就是出自她带的班。她一时声名鹊起，得到了很多荣誉和嘉奖。新到一个学校，涛涛老实了几天，就旧病复发，很快成了坏孩子的中心。在第1个学期里，能够做的坏事都做了，而且屡教不改。
上课找同学说话，到处递纸条，偷看课外书，玩掌上游戏机，跟同学打架等等。班主任周老师忍无可忍，多次叫涛涛的父母到学校去，希望家长能够协助老师管好涛涛，以免他不仅自己学不好，而且影响班级和其他同学的学习。涛涛的父母多次很严肃地跟涛涛谈话，要他起码遵守学校的纪律，可是没用。后来叶先生不得不使用武力，找机会痛打了涛涛几次，但也没用。开始打他的时候还能够起几天作用，但后来涛涛的反抗越来越强烈，有一次竟然到了动手还击的程度。叶先生经常气得全身发抖，刘女士则在一旁痛哭。1个学期下来，涛涛的成绩下降到了班上的最后几名，整个家庭陷入了混乱之中。叶先生自己当年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只上了中专，就早早地参加了工作，这使他的工作能力和升迁的机会都远远不如有较高学历的同龄人。如此的切肤之痛，使他无论如何都不允许自己的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刘女士也是一个心高气傲之人，儿子在学习上不如其他孩子，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涛涛的处境每况愈下，由于班主任的分化工作，在学校里跟他亲密无间的战友越来越少，几乎所有的代课老师都对他另眼相看。一些很看重学习的女同学甚至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光光，意思是外表还是挺光亮的，心里却一塌糊涂。当然，也还有讽刺他一考试就输得精光的意思，这让涛涛心里极其难受。像很多有类似处境的孩子一样，家里和学校里都无法待下去，网吧就成了涛涛的天堂，旷课成了家常便饭。只有在因特网建构的虚拟世界里，他才可以找到些许的自信和尊严。当然，家人不会让他这样下去，叶先生经常用暴力把他从网吧里拖回家，刘女士则在网吧里当着众人的面跪着求儿子回家。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发生奇迹，涛涛一生的前景似乎就已经注定了。这世界上没有奇迹，但却有科学。科学所能达到的效果一点都不逊于奇迹。有一天，叶先生从报纸上看到了我们医院的名字，心想涛涛是不是有心理问题。结果他回家跟涛涛一提到看心理医生，涛涛就怒发冲冠，大吼了一声：“你们才有病！”就回到自己房间去了。被逼无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夫妇俩只得自己先找到我们医院来咨询。叶先生心里直打鼓，我的拳头都没办法改变涛涛，难道医生的嘴皮子比我的拳头还厉害？我接待了叶先生夫妇，在第一次50分钟的谈话里，我了解到了涛涛的状态和学校家庭的情况。在随后的2个星期里，我和他们夫妇俩又谈了4次。在第4次谈话中，我开始了治疗性的干预。我首先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假如家里来了歹徒，你们会让涛涛去面对，而你们自己躲在后面吗？夫妇俩几乎有点愤怒地回答说：“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我们怎么会那样？”我说：“那就好，这证明你们很爱孩子。我现在想让你们看一个图，这个图是我根据和你们几次谈话的内容画的。我把图交给他们，他们认真地看起来。图是这样画的，在图的最上方画着一朵铺天盖地的云彩，云彩上写着以高分数、升学率为指导的学校教学理念。云彩下面压着涛涛学校校长，被校长压着的是涛涛的女班主任，在女班主任的肩上又另外画了一个石头，上面写着维护既往荣誉的压力。跟女班主任处在同一个平面上，同时也压着涛涛的还有其他科目的老师，每个老师身上都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做一个好老师的压力。在涛涛的左右方分别画着一些男女同学，他们做出了挤压涛涛的姿势，身上也都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超过他人，争取第一。在涛涛的下面
叶先生和刘女士双手向上顶住了涛涛。叶先生身上的牌子写着没上大学之憾，刘女士身上写着不能丢面子。涛涛所承受的各方面的巨大的压力在画面上表现得惊心动魄，稍微替涛涛想想都会觉得他能好好活着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我在对图画做了些解释后，继续对叶先生夫妇说，涛涛也许天性比别的孩子要活跃一些，所以他需要比其他同学更宽松一点的纪律约束，一个好的更加以人为本的学校，当然在纪律上也应该个体化一些，不能一视同仁。这不仅不会乱套，反而会增加班级的活力。不过要实现这样的理念也许要等上好多年，但我们不能等了，我们马上要做点什么，才能扭转目前的局势。我接着说，我们暂时无法减轻来自社会和学校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很快减轻家庭给他的压力。看这个图，如果你们不从下面给他施压，那就网开了一面，他起码就有地方可以躲一躲了。比如，如果班主任再找你们谈话，你们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应付他，免得形成对抗。但回家以后阳奉阴违，要把他们的话置于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把外面的和自己的烦恼、担心、焦虑劈头盖脸地抛洒到涛涛身上。叶先生夫妇面色凝重，我知道这种转变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难了，而且他们也会担心，这样子放涛涛一马会不会使他越跑越远。我安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让你们用肩膀帮涛涛承受一部分外界的压力，抵挡一些具有伤害性的风风雨雨，使他有一个可以从容不迫地改变自己的环境。最后，我还给叶先生布置了一个作业，每周和涛涛一起做3件与学习完全无关的事情，比如购物、上网、玩游戏等等。作为父亲，有亲情垫底，一旦知道了自己怎样做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伤害，那他做起来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叶先生做得非常好，刘女士也配合得很好，任外面惊涛骇浪，夫妇俩都把家庭的气氛调整得平静而温馨。在接下去的半年里，叶先生不仅替涛涛承受了学校的压力、成绩不好的压力，而且还暂时地把自己对涛涛前途的忧虑抛在一边，仅仅是陪涛涛玩。父子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好。直到有一天，在2人外出游玩回家的路上，涛涛突然问，爸爸，我这样下去，如果成绩总是不好，将来怎么办啊？听完这话，叶先生眼泪都差点流下来，心想，原来涛涛也是很担心这个呀。以前我总是试图用暴力让他明白成绩不好就没有前途，结果适得其反。现在我假装不担心了，他才把自己的担心说出来。他镇静地回答涛涛说，我们不着急，离考大学还有4年多，来得及。即使第1次考不上，复读1年也没关系。涛涛听了，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们可以说涛涛疯够了，也可以说涛涛就那么开窍了，或者说他心情一好，干什么事情就很专心了。总之，在接下来的1年多里，涛涛自觉地拿起了书本，并且多次拒绝父亲出去玩的邀请。涛涛无疑是聪明的，初中课本也就那么点东西，他一旦没有干扰的用心去学，成绩上去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班主任看到了涛涛的改变，及时的鼓励他，使他更加的努力起来。在接下来的中考中，涛涛的成绩是全班第3名，考上了省重点中学的高中部。叶先生夫妇俩来到医院向我报喜，说是我救了他们的孩子。我认真地说，我没有能力救他，应该是你们救了他。你们打败了外面的歹徒，使他免受伤害，你们是天下最好的父母。第21集，教师、家长的唯一工作是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新闻背景，据报载，一位湖南的老师对他的学生们说，读书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和娶漂亮老婆。消息登出，一时舆论哗然。
把学习的目的说成是赚更多的钱和娶漂亮的老婆，实在是说出了一个很朴素的真理。这年头，敢如此说真话的可爱之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了。即使是口头上甚或心里都怀着崇高的学习目的的人，在其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内心深处，都可能有金钱、美女的动力在支撑着。因为人的动机是多层次的，只承认一种动机，可以肯定地说是虚伪的。但是这位可爱的老师不管怎样还是错了，原因如下：第一，我们已经说过，人的动机是多层次的，所以他只强调金钱、美女是偏颇的，或者说相对于只强调崇高的学习动机那些人而言，它是另一种虚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仅仅在低层次的动机支配下学习的人会学成什么样子。这样的人可能是很自私的，任何妨碍他实现目的的人和事都会成为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还可能是一个狭隘的人，除了他的目标之外，他可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同样美好甚至更加美好的东西。他也可能是一个毫无乐趣之人，不具有享受纯净的精神上的愉快的能力。最后，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他可能是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人，从而退化成一只只知道物质和肉体享乐的低级动物。我们甚至可以不带恶意地猜测一下，他与他处心积虑地娶到的美丽的老婆的关系可能是什么样子。极端的情景可能是，随着学位的升高，美丽的标准可能就会改变了。这样的关系可能是稳定的吗？第二，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一个真理在一个地方可能是真理，在另一个地方则可能是谬误，或者在某一个时段是真理，而在另一个时段是谬误。这位老师显然是在非常不恰当的地方说出了这个所谓的真理，所以他所说的可以被认为是谬误或者谬论。在学校的讲台上所说的话，目的理应是使学生的低层次动机升华为高层次的动机。或者换句话说，为人师者应该使学生把为金钱、美女而学习的动力置换成为他人、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这位老师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把高层次的动机转化为低层次的动机，实在是不配教师这个崇高的称号和职业。如果他换一个地方说同样的话，比如在酒足饭饱之后给他的儿子灌输这样的真理，倒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教育方法。因为这种教育与学校的崇高教育结合起来，说不定可以使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公私兼顾、全面发展的人才。第三，说实话，金钱、美女的目标也不是一个太难达到的目标。不管怎样，比得诺贝尔奖要容易一些。在现在这个和平繁荣的时代，可以说是黄金遍地，美女如云。目标达到了之后，难道就不需要学习了吗？把目标定得如此之低，而且如此之僵硬，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弄不好，学习的动力和生存的动力同时丧失。有好多人在艰难困苦时精神抖擞，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反而萎靡不振，就是这个原因。第四，从技术上说，死硬地追求一个目标，在某一个目标上用意过重，有可能反而追求不到。想想比尔·盖茨先生，在最开始，他绝对不是为了钱才玩电脑的。西方谚语说，财富像女人一样，你越追求它，就可能越追不到。你想远离它的时候，它自己就跟着你走。这把金钱、美女都说到了。这位老师出此妙论，也许还以为自己是看破世情之人，但就凭其技术上的笨拙，他也不算是。真正看破世情的高手，会在或有意或无意间追求他的目标，不露声色，也不广而告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反对为任何目的而学习的教育方式。学习只应该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学习本身，就是只为了学习本身带给我们的乐趣。任何其他的动机，不管是低级的还是崇高的，都可能对学习最纯净的动机造成污染。
最后一点需要展开说明一下，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境是，父母指着捡垃圾的人对孩子说：“你若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跟他一样。”孩子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比较幽默，孩子会说：“捡垃圾很好玩呀，长大就捡垃圾好了，也不用每天做作业了。”另一种就比较让人伤心，那些知道捡垃圾辛苦的孩子会被吓着，会在恐惧的追赶之下学习，其学习心态之差，学习效率之低，就是可想而知的事了。很多孩子厌学，就是对这种恐惧的一种反抗形式。还有一种情景，老师在讲台上情绪激昂地说：“大家要为中华之崛起而学习。”从我们目前的情况看，中华正在崛起之中。让我们设想一下，中国真正崛起之后，那孩子们为什么学习呢？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于已经是世界强国的国家来说，他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习呢？或者再换一种说法，一个退休的人，他已经不再有机会为国家做很大的贡献，那是否意味着他不需要学习了呢？我们对学习有兴趣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学习的最原始动力，不需要任何修饰，纯净而自然，而且比任何其他力量都要强大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从纯功利的角度，我们也没有必要用任何低级或高级的动力来替代它。教师、家长和其他身负教育职责的人都应该注意，你们要做的唯一的工作就是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千万不要去伤害他，也不要试图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他。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们才能够真正学得好，才能够在有较高的才能之外，还有高贵而和谐的内心世界。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很快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第22集，受到外界过多控制的孩子会在学习之外的方面找回自己的自主感。游戏的名声一直有些不好，这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随便挑几个由游字组成的词，如游荡、游玩、游手好闲等，让人看着就生气。戏字也差不多，戏耍、戏言、戏弄等等，也不会使人有多少好感。最近一些年来，无数的学生家长和老师更是对游戏深恶痛绝，他们甚至认为游戏，特别是网络游戏，对青少年来说简直是万恶之源。其实如果我们往深处想，游戏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恶，游戏中实际上还有一些很可贵的东西。第一，游戏的目的是要争取胜利，这与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取得成功是一样的道理。第二，游戏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没有人会玩让人痛苦的游戏，这与理想的人生过程也没有区别。第三，玩游戏的人只有都遵守同一种游戏规则，游戏才会玩得有意思。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适应现实的能力和方式。既然游戏在这样一些重要的方面与学习有相似之处，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反感游戏呢？其最大的原因是，游戏不是一门可以养家糊口的技术。虽然也有玩游戏玩得发了财的，但那毕竟是少数人。绝大多数父母都还是指望他们的孩子学点正经的东西，并以此为生。在中学，学生玩游戏已经成了老师们最伤脑筋的一件事。最近碰到一位中学校长，他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向我声讨游戏的罪恶。他举例说，一个本来成绩很好的学生，因为沉溺于网络游戏，结果好几门功课不及格，跟家长和老师的关系也弄得很糟糕。我听他声讨完毕，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学生为什么喜欢玩游戏？他回答说是为了快乐。我再问，游戏中的什么东西使他快乐？他说，玩赢了得分高使他快乐。我又问，这跟考试考得好分数高的快乐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校长先生没有立即回答，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严肃，
半晌才摇了摇头说：“这个问题从来没想过。”我接着问：“除了快乐，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让学生们喜欢玩游戏？”这位校长的悟性很好，顺着刚才激发出来的新思路，他回答说：“还有很多，比如，在游戏中可以获得成就感，所有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可以增加自信心等等。”最后他说：“也许是家长和老师在与学习有关的事情上抢夺了孩子的自主性、成就感和自信心，孩子被逼无奈，才希望从游戏中把那些东西找回来。如果孩子能够从学习中获得从游戏中所能获得的一切东西，他们何苦要跟家长和老师对着干呢？”这位校长是对的。如果我们在学习中加入一些游戏精神，比如成就感、快乐和游戏规则，那么纯游戏本身就不会对孩子们有魔法般的吸引力。很多家长和老师过分相信谦虚使人进步的老套，以为表扬孩子会使孩子因骄傲自满而落后。但心理学的研究证明，表扬才会真正使人进步。不仅如此，表扬还能够培养良好的性情和人格。在有过多批评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人格上可能会有明显的缺陷。缺陷之一就是过分自大，这是骨子里的自卑造成的。因为没有人表扬他，所以就会用自大来补偿。游戏精神的快乐那一部分，对中国的父母和老师尤为重要，因为这正是我们所缺乏的。大家好像都认为，只有表情严肃才是教育孩子和学生的正确态度。而心理学家们则认为，一个人快乐的学习时记住的东西，比不快乐时记住的东西要牢固得多，数量上也要多得多。一个孩子如果学数理化学得跟玩游戏一样快乐，那我敢和你打赌，他肯定会是所有学生中学得最好的学生。不仅如此，他还可能是心理最健康的学生。游戏的规则，在我看来，主要应该是针对家长和老师的。在学习上的第一游戏规则是：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应该也必须由孩子自己做主。一个没有受到外界过多控制的孩子，他自然而然会学会自己控制自己，使自己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上。而受到外界过多控制的孩子，则会在学习之外的方面找回自己的自主感。失控地沉溺于游戏，本质上是对外界控制的一种反抗，而且有强烈的病理性味道。这就是我们觉得这样的孩子多半有心理问题的原因。所以，不尊重孩子的自主性的代价，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孩子，而且还可能会制造一个问题孩子。后来，我还问了前面提到的那个校长一个问题：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或者说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之中，可不可以做好2件或者2件以上的事情？这位校长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学习也好，游戏也玩的学生，那也是有的。我说：当然应该有，我们的孩子们都那么聪明，同时做好2件事根本就不是问题。如果他们因为玩游戏而受到家长和老师的严厉指责，而他们心里又想去玩，那他们就要在学习和游戏之外多做很多事情，撒谎、吵架、担心被发现、承受惩罚等等。这样一来，同时做的事情就太多了，难免会手忙脚乱。结果是一件事都做不好，最后弄得自己和周围的人都不愉快。游戏和学习，表面看起来是水火不相容的2件事，竟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更令人惊异的是，让人有好感的学习，竟然还可以从臭名昭著的游戏中学习到那么多有用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被学习的游戏或者游戏般的学习充满，那他暮年回忆往事的时候，就绝不会认为学生时代的生活是地狱一样的生活了。第23集，真爱就是不功利、不势利的爱他人。想有个女儿，就有了一个女儿，
真觉得老天待我不薄。女儿健康、聪明、漂亮，再加上周围没有跟她同龄的孩子，她就自然而然成了她生活环境的中心，赞美之声铺天盖地，这也无形中增加了我对她的爱。常常自以为即使不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那也会是最好的父亲之一。随着女儿慢慢长大，作为父亲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也与日俱增。有时候我甚至想，这样下去，在女儿17、18岁的时候，我会不会被这些幸福的感觉撑得爆炸了？不必等到那个时候，我作为父亲的骄傲就受到了打击。女儿2岁左右的某一天，我带她去一个儿童乐园玩。也许是因为她不经常去那些地方，所以她的表现和另外一些跟她差不多大的孩子比起来，要差上一大截。在蹦床上，一位比她还小2个月的女孩跳得兴高采烈，而她却战战兢兢地坐在旁边。我把她扶到中间，她随着别人跳的节奏跳了1、2下就摔倒了，立即哭声震天。我反复地鼓励她继续跳，但没有成功。失望感开始在我的心中增长，甚至隐隐的还有一些愤怒。我想换一种方式，就把她抱到一个较高的滑梯上，要她往下滑。她却死死地抓住滑梯的扶手，无论如何都不松手，一边哭一边说怕。在意识到心中的失望和愤怒有点不可抑制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好好想一下了。我把她抱到地上，让她去玩那些皮球、木马之类的东西，自己找了一个地方坐下，远远地看着她。整理完心思，对女儿的失望和愤怒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自责和羞愧。自以为是好父亲，自以为爱女儿，原来爱她是因为她的聪明、漂亮、勇敢，可以让父亲骄傲。一旦她不聪明、不漂亮、不勇敢，或者换一句话，一旦她不能满足我做父亲的虚荣时，父爱也就没有了。父母对儿女的爱尚且如此功利，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真爱可言？父女之情尚且如此虚伪，那别的情感又有什么价值？女儿的一生还长得很，仅仅是因为不勇敢，就让我对她的爱打了这么多折扣。那以后如果有人比她更漂亮，有人在学校成绩比她更好呢？难道我就不爱她了吗？在这一刻，世界上有多少孩子正在因为成绩不好挨父母的打？我会成为一个打女儿的父亲吗？心里正难受时，女儿跑过来抱住我，感受着她对我的依恋，想着她绝对想不到，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世界上那个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人跟她的距离竟然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由近而远，再由远而近。又想，他会不会只在我能保护他的时候爱我，而会在我病弱的时候不爱我了呢？相信他不会，但必须的前提是他的父亲，我不再功利的、势利的爱他。我紧紧地抱住女儿，视线慢慢变得模糊。由此联想到老师跟学生的关系，老师爱学生，几乎跟父母爱子女一样天经地义。但遗憾的是，这种爱里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功利。老师爱成绩好的学生，而不爱成绩差的学生。想到自己曾经是那种被爱的学生，心中又多了一些对不起他人的愧疚。人生在世，完全免俗也确实太难，但不管怎样，在心中保留一些无条件的爱的情感，对自己，对最爱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这种情感比储存金银和货币重要，也比获取桂冠和地位重要，很多时候甚至比生命更重要。这是因为生命只因这些情感才是享受，而不是苦役。第24集，不要用完美过度控制孩子。有一个培训心理治疗师的英文录影带，内容是关于母婴之间互动关系的。看完后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看录影带之前，老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母亲的背景。29岁，
出身名门，各方面都近乎完美，有金融方面的硕士学位，在一家著名公司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年薪是一般工人的10多倍。其夫大他4岁，某大学博士、副教授，两人2年前结婚，录像是在他们的儿子8个月时拍摄的。开始放录像，豪华的房间，豪华的家具，虽然儿子还小，但一个20余平方米的房间里已经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孩子的母亲一如大家在听老师介绍时的想象，年轻、漂亮，气质不凡。孩子在睡觉，母亲在厨房准备孩子的食物。孩子的哭声从卧室里传出来，母亲放下手中的事去抱孩子。孩子在母亲怀里仍哭，母亲想尽办法抱着孩子来回走动，轻声细语地跟他说话，给他喂奶，在他手里放一个玩具，抚摸他等等，全都不管用，孩子还是哭。从画面上看到，母亲的面部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动作明显地变得有些生硬粗暴。最后一个片段是，母亲把孩子轻轻地但却很坚决地丢到床上，说：“你要哭就哭去吧。”看完录像，老师给学生做讲解。他说，在摄像机发明之后，心理学家用它来研究母婴关系。大家都知道，一个人人格的形成与他早年跟父母的关系直接相关。或者换句话说，是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和态度造就了孩子的人格。通过摄像机这样的科技产品，我们能够准确地记录在母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并可以通过观察推断发生的这些事件对孩子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老师接着说，这部片子是20多年前心理学家拍摄的很多片子中的一部。它之所以很有价值，是因为20多年以后，片中的婴儿长大了，却因严重的人格障碍去看心理医生。从这位母亲的资料中，我们知道，她是一位来自很好的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生活很美满的女性。她的一切都近乎完美，而且她也确实是一位对一切都要求完美的人。在做母亲之后，她同样会要求自己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点不好。但是孩子是不完美的，他们会弄脏衣裤或床单，会无缘无故的哭，会做这样那样的错事等等。一个过分追求完美的母亲，会把孩子的不完美看成是自己的不完美，这会使他产生前所未有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可以直接导致他改变对孩子的态度，加强他对孩子的控制，以便使孩子更加接近他所要求的完美标准。从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想了一切办法使孩子不哭，但没有用，母亲就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我们可以推测一下，母亲的心理活动可能是这样的：我做了这么多努力，你还是哭，这说明我不是一个好母亲。然后内心开始堆积愤怒。这一愤怒也许开始的时候是针对孩子的，因为孩子的糟糕状态打击了母亲的自我完美感。但是他不会允许自己将愤怒直接发泄到孩子身上，他唯一能够允许自己做的，就是以高标准作为幌子来要求孩子。这样的心理活动被掩盖在他内心深处，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在可以意识到的层面，他会这样安慰自己：我这样做是为孩子好，是为了使他将来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除了这样的录像研究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研究都证明，在一个有完美主义倾向的母亲的养育下，孩子会受到过多的控制，他的先天的本真的生命力会受到压制。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非常符合社会和他人要求的人，但他很难成为一个自我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孔子在2500年前就说过：智胜文则野，文胜智则始。翻译成白话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先天的特质超过了文化对他的影响，
那它就会显得过于野性。如果文化的影响胜过它的先天特质，那它就会显得过于酸腐，不知变通。按照鲁迅的说法，文化就是限定，就是让人在一系列的规则下待人接物。对人类的每一个个体来说，文化的限定作用是通过父母来传承的。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就遇到过很多青少年案例，这些青少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不幸的都有一个近乎完美的母亲。作为心理治疗师，跟这样的母亲打交道，很多时候会觉得很难受。比如，他会同样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治疗师，似乎治疗师只有一切都听他的，才能够解决他的孩子的问题。治疗师当然不会听他的，如果听他的，就只会让他的孩子再一次遭受伤害。治疗师要做的是温和地排除完美母亲的干扰，与他的孩子建立一种全新的、没有过度控制的关系，让孩子的自我慢慢地成长。也许对这样完美的母亲来说，真正的完美应该是再学一点心理学知识，为了孩子，同时也为了自己。实际上，有很多母亲已经在这样做了。用其中几位母亲的话说，这样的学习使他们能够跟孩子一起健康的成长。第25集，兴趣是孩子学习永不衰竭的核动力。几年前，我在一家报社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话心理咨询工作。与面对面的咨询相比，电话咨询当然有其局限性。为此，我曾经写过《心理治疗的魔鬼词典》，其中对电话心理咨询的解释是，在硬件设施上与御医给后宫妃子拿脉相似，而软件用的是最新的，只是不知道带宽够不够。也就是说，电话咨询的弊病是，除了声音交流以外，其他的交流渠道被阻塞了。但电话心理咨询也有长处，如方便、及时、经济。即使有交流渠道少这一缺点，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是它的优点之一。因为彼此只通过声音交流，自然会放松一些，开放一些，这对交流当然有利。相互陌生的求助者与助人者隔山隔水，被一根电话线连在一起，谈着不便为他人所知的话，想想都觉得内心充满温暖。当时，一位在武汉上大2的男生打进电话，说他现在状态很不好，很想努力学习，但一拿起书本就烦，学不进去。不看书更烦，觉得虚度了光阴，对不起父母，也对不起自己。我问他中学时学得怎样，他说有父母亲督促，而且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学得还可以，不像现在这样学不学都心神难定。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曾多次讲给别人听的故事。有一个老头住在一个广场边，广场上堆满了废铁桶，一群小学生每天上学放学都经过广场，都要对那些铁桶一通拳打脚踢，以此取乐。老头有心脏病，那些噪音让他受不了。有一天，他拦住那群学生，对他们说：“我很喜欢听你们踢铁桶的声音，我想让你们继续踢下去。为此，我给你们每人每天1元钱。”小学生们很高兴，踢打铁桶更加卖力。在他们踢的时候，老头便找个地方躲了起来。1周后，老头又拦住那群学生，说：“我现在经济状况不好了，我只能给你们每人每天5角钱了。”学生们听了很不高兴，但还是去踢桶，想有点钱总比没有钱好。又过了1周，老头又对学生说：“我现在经济状况更糟了，我不能付给你们踢桶的钱了，但我还是希望你们每天都为我踢一阵子。”学生们愤怒地拒绝了，老汉得到了安宁。这个老汉的确高明，他将小学生们踢桶的动机或者说支持性的力量，不动声色地从获得乐趣变成了获得金钱。获得乐趣这一点他是无法控制的，但金钱他可以控制。在小学生们为钱踢桶以后，
只要他不给钱了，他们自然就不会提桶了。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天然具有很强的学习欲望。几岁的小孩成天兴高采烈地翻箱倒柜、乱涂乱画，那是在做什么？那是在做科研、写文章。如果这些天然的动机一直保持下去，如果一个人总能在兴趣支配下学习数理化、政史地等，那他迟早都会成为那一行的杰出人物。因为兴趣是学习一切东西永不衰竭的核动力。遗憾的是，很多人的天然动机都被他们的老师或家长偷换了。也就是说，从为了乐趣学习变成为了老师、家长甚至考试学习。这类的学生一上大学，离家离得远了，父母管不着了，老师管得松了，考试也不再那么重要了。简单的说，学习的动力没有了，就会像那群踢桶得不到钱的小学生一样，不愿意再学习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不努力学习而能心安理得，那也还不算最坏的结果。更坏的是，老师、家长的压力变成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压力，内心冲突由此产生。一方面，如果去学习，那是顺从了他人的愿望，自己会显得不那么独立。在青春期，独立的愿望是很强烈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学习，理性告诉我们这样做可能对自己不利，所以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有内心宁静。听完我的话，这位男生说要好好想一想。接完电话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在路灯下玩沙，神情专注，兴致勃勃。旁边静静地站着一位少妇，当然是他母亲了。我心想，如果他的母亲用棍子逼着他玩沙，他还会玩得那么开心吗？答案只有一个，不会。第26集，把自己当自己，把别人当别人。一个16岁的少年去拜访一位年长的智者，他问：我如何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也能够给别人愉快的人呢？智者笑着望着他说：孩子，在你这个年龄有这样的愿望，已经是很难得了。很多比你年长许多的人，从他们问的问题本身就可以看出，不管给他们多少解释，都不可能让他们明白真正重要的道理，就只好让他们那样好了。少年满怀虔诚地听着，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得意之色。智者接着说：我送给你4句话，第一句话是把自己当成别人，你能说说这句话的含义吗？少年回答说：是不是说，在我感到痛苦忧伤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是别人，这样痛苦就自然减轻了？当我欣喜若狂之时，把自己当成别人，那些狂喜也会变得平和中正一些。智者微微点头，接着说：第二句话，把别人当成自己。少年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就可以真正同情别人的不幸，理解别人的需求，并且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恰当的帮助。智者两眼发光，继续说道：第三句话，把别人当成别人。少年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要充分地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侵犯他人的核心领地？智者哈哈大笑：很好很好，孺子可教也。第4句话是把自己当成自己，这句话理解起来太难了，留着你以后慢慢品味吧。少年说：这句话的含义我是一时体会不出，但这4句话之间就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我用什么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呢？智者说：很简单，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少年沉默了很久，然后叩首告别。后来少年变成了壮年人，又变成了老人。再后来，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很久以后，人们都还时时提到他的名字。人们都说他是一位智者，因为他是一个愉快的人，而且也给每一个见到过他的人带来了愉快。
第27集，让快乐成为一种习惯。新的一天又来了，我还活着，我竟然还活着。在过去的一天里，肯定有很多人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若不快乐地活着，会很对不起他们离去时对生命的眷恋。让爱我的人看着我快乐，那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让恨我的人看着我快乐，那是对他们最好的报复。忧伤或者快乐，都是一样的过日子，选择快乐并不会更麻烦一些。也许生活中确实发生了一些令人忧伤的事，也许快乐不可能改变事实，但却能改变这些事件可能导致的结果。与其为忧伤而忧伤，不如用快乐驱赶忧伤。任何时候，快乐都是给自己和他人最好的礼物，而忧伤不是。快乐并不昂贵，有时候它只需要几分钟的幻想，几句交谈，或者几个笑声。快乐比忧伤道德。佛所说的慈悲的意思，就是与一切众生乐，拔一切众生苦。快乐比忧伤健康，被快乐滋养的心灵和躯体能更好地抵御疾病的侵袭。快乐当然也比忧伤更美丽，就像阳光比乌云更美丽一样。因为情绪是可以传染的，所以在人际关系中，快乐是一种礼貌，而忧伤是一种不礼貌。人一生下来就会哭，笑是后来才学会的，所以忧伤是一种低级的本能，而快乐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当快乐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给快乐找理由，因为快乐，所以快乐。第28集，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也许并非是生和死，而是男和女。据圣经记载，古巴比伦人想建造一个能接近上帝的高塔，上帝认为他们过于狂妄，便惩罚了他们。惩罚的方法很奇特，上帝混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各操方言，相互不能交流，于是也就没有办法合作建造高塔了。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如果上帝造人也是真的，那么上帝对人的防范和惩罚就不仅仅只有这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上帝在人类的个体之间设置了一个障碍；在另一些例子中，在他造人之初就直接削弱了单个人的力量。其中用意最深刻的，当属把人类分成男人和女人。自古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困惑，也许并非是生和死，而是男和女。生死是上帝独玩的游戏，人类在其中只是被操纵的对象，而男女之间发生的故事，人类自己是主角。这个故事的惊心动魄、曲折诡谲之处，经常使生死大事都黯然失色。由于每个人只能具有人类的一半的特征，所以对另一半的追求就像咒语一样套在人的头上，使他的躯体和精神永远需要得到另一半才能安宁。人因为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怎么估计可能都不会过分。金庸在他的小说《笑傲江湖》里，以寓言式的文体涉及了这个问题。当然，金庸是不相信上帝造人说的，但我猜测，他相信人会因为男女之分而被削弱。在小说中，他塑造了几个企图超越性的困惑的男人，读后让人唏嘘不已。小说中相关的情节是这样的：辟邪剑谱是一部武林秘籍，据说谁若练成了上面所记载的功夫，就可以天下无敌。后来我们看到，这个说法并没有骗人。东方不败练成了这一功夫，只用一根绣花针便轻松抵御4大顶尖高手手持长剑重锤的围攻。但是练这个功夫的开头极难，秘籍的第一页只有8个字：欲练神功，引刀自宫。秘籍后面的内容金庸没有透露，
给人的印象似乎整个秘籍也就只有这8个字。从书中的描述看，只要达到了这8个字的要求，练成后面的神功并不难。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斩断情根是习武之人达到最高境界的关键。书中有3个人练成了辟邪剑法，东方不败、林平之和岳不群。3个人的武功后来的确了不得，远远高出他们的对手，但3个人的结局却十分的凄惨。东方不败变成了不男不女的怪物，他任教主的日月神教的教务被他宠信的面首弄得乱七八糟，最后被寻仇者一剑刺死。林平之在非常快意地报了灭门之仇以后，便失去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人身自由。岳不群则不仅没有当上他梦寐以求的五岳派掌门人，反而在身败名裂之后死于衡山派的女弟子之手。这3个人练功的动机都一样强大，要不然也走不出那最困难的一步，但动机的内容却不一样。这里值得谈一谈的是东方不败。他出身贫寒，靠天资、勤奋和阴谋做了日月教的教主。他的内心深处是极没有安全感的，练功是他追求安全感的手段。安全感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一个人若缺少了它，就会导致心理变态。由变态心理产生的变态行为，往往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东方不败练成功夫之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初当教主，那可意气风发了，说什么文成武德、中兴圣教，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罗。直到后来修习葵花宝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其后勤修内功，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辟邪剑谱是从葵花宝典残篇中悟出的剑法。从以上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般的武功秘籍了，它其实是一本可以使人明白宇宙奥秘和人生真谛的奇书。而练成书中所说的神功的先决条件，竟然是引刀自宫。我们也许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辟邪剑谱的要求是正确的。因为一个人若没有情的困惑，那他至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希望成就的事业之上，而且还可以避免因为情犯错误或者走弯路。再说大一点，人类若不是为情所困、所扰、所误，该会少多少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但是事实上，没有一个读者会认为辟邪剑谱是一本好书，也没有一个人会喜欢书中任意一个练成了那种绝世神功的人。金庸的爱憎也十分清楚，所以他在小说中没有让那些人得以善终。这中间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功法的第一步就极大地冒犯了人类的尊严，侵犯了人的天性的完整性，否认了人作为人的无与伦比的价值。不管人是上帝创造的，还是亿万年进化的结果，认可和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是对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要求。这个要求具体包括尊重人的与生俱来的天性，维护人的躯体的相对完整，拓展人的精神世界，挖掘人的潜力等等。无论对何种信仰的人，这些要求都适合。任何与之相悖的言论和行为都是恶的和反人道的。引刀自宫而后练成神功，具有预言式的象征性意义，象征着将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牺牲品的一切行为。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其中值得一提的一个例子是，在现代激烈竞争的社会里，一个人投入极大的精力和时间以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本是无可非议的。但他若因此完全忽略了爱情、亲情和友情，甚至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不择手段去实现他的目标，那不管他取得何种成就，我们都可以视其为东方不败第二。成功的人的价值应该远远高于任何成功的事业。精神上引刀自宫的例子则更多了。
比如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6个字，不仅完全可以取代辟邪剑谱第1页的那8个字，而且涵盖更广阔，意义更深远，诱惑力也更大。礼教毁人、杀人、吃人，从古到今都没有断绝过。接触到辟邪剑谱而没有练的有3个人：林平之的祖父任我行和令狐冲。他们的武功虽然没有练过的那3个人高，但他们作为人是完整的，他们的结局也要好得多。在喜欢读金庸小说的读者眼里，令狐冲已经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朋友。他会陪伴我们走完一生的路，并随时提醒我们在有所作为的同时有所不为。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凡是读了《笑傲江湖》的人都看成是接触到了辟邪剑谱的人。相信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会佩服东方不败的武功，但愿意效仿他的估计一个也不会有。这就是生活如此美好，并且将来会更加美好的原因。第29集，人际交流的目的是愉悦别人和愉悦自己。我坚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真正美好的人，这有我的几个朋友为证。他们善良、聪明、快乐、宽容，跟他们打交道的感觉，除了愉快还是愉快。我可以在半夜3点打电话找他们，不必担心这样做不太礼貌。也可以在他们面前喝得大醉，不怕酒后失言会伤害我们的友谊。还可以很久都不见他们，但心里清楚地知道，只要我需要，他们就随时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当然，我在他们眼中也会是相类似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也有不美好的人，我就遇到过那么几个。他们不一定就是坏人，但打起交道来，除了不愉快还是不愉快。我感到我的任何言行都可能冒犯他们，即便是没有冒犯他们，他们也随时可能主动找我的麻烦。这是人际关系中很多的无奈之一，相信好多人都有跟我一样的体验。不过，再怎么不美好的人都会有美好的部分，就像世上不存在完全没有缺点的人一样，世上也不存在完全只有缺点的人。与这样的人交流，有一个好办法，就是远离不美好，让自己仅仅只是与他们美好的那一部分打交道。同样的，再美好的人也可能有不美好的一面。既然决定只跟美好亲密接触，那我们就需要回避他们不美好的一面。只要你不跟胆小的人一起去冒险，不和小气的人谈钱，不在好嫉妒的人面前自我表现，不和偏执的人发生争论，不跟老板比谁说了算，那就是很好的避开了别人的不美好。这样的回避不是怯懦，也不是虚伪，而是大气和智慧。人际交流的目的就是要愉悦别人和愉悦自己。朗朗乾坤之下，没有谁会逼着我们必须跟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打交道。问题仅仅是，我们是愿意选择美好还是不美好。人生那么短，我们还是选择与美好共舞吧。第30集，容易丧失希望的人会错过改变处境的机会。受过医学训练的人都知道，大脑生物化学方面的变化是产生行为、情绪和认知方面变化的物质基础，这是物质决定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反过来，精神的变化也可以导致大脑物质基础的变化。举例来说，一个人受到重大创伤性事件的刺激，如车祸、亲人死亡等等，就会长期处在抑郁、紧张的状态中。如果用一种精密仪器做检测，会发现这个人的大脑的生化状况都已经被来自外界的心理刺激改变了。外界心理刺激可以改变大脑的物质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同样意味着，我们如果总是给人好的心理刺激，大脑的物质组成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也就是心理治疗为什么会产生跟药物治疗一样好的效果，甚至是更好的效果的科学解释。良好的心理刺激也可以是自己给自己的，比如，即使在很糟糕的环境下，别人无法对我们施以援手，我们自己也无计可施的时候，我们不管怎样，至少还可以给自己一个极其重要的礼物——希望。希望不是物质的存在，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可以产生实实在在的力量。所以它有时候跟物质的存在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人说，用希望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来振奋精神，总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这些人忘记了，一切精神活动都可能是虚无缥缈的，但并不等于精神活动对人类来说可有可无。总是让自己保持希望，就相当于总是给自己的大脑以良性的刺激，大脑就会处在有利于良性情绪产生的状态中。良性情绪会导致良性认知，也会导致良性行为。所以内心有希望的人会心情愉快，看待事物乐观，行为从容而有条理。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又有何事不可为？相反，没有希望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即使外界的情况不是很糟糕，容易丧失希望的人也会主动放弃努力，从而错过一个又一个改变处境的机会。在结果变得最坏的时候，他甚至可能会说：“我当初就知道，情况肯定会变得这样坏的。”他不知道的是，恰好是当初他的所谓的知道，使他失去了希望，也失去了由希望所推动的振奋的精神，才使结果如此之坏的。在医学上，有很多希望创造奇迹的例子，比如对癌症患者的治疗。统计资料显示，对活下去抱有希望的患者，比丧失了希望的患者存活的时间要长得多。在这样的例子中，希望所起的作用是让人心情愉快，这可以增加人体的免疫力，使患者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医生采取的医疗措施等等。此外，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我们对希望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还不能完全知晓。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我相信，大自然从开始到永远都会照料我们人类，就像是万物都沐浴阳光一样，使我们的心灵沐浴在希望的阳光之中。有希望就可能拥有一切，或者说，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只要我们有希望，那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穷人。第31集，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是让他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小柱上初中的时候染上了偷东西的习惯，尤其喜欢偷书。他惯用的伎俩是走进一个书摊，弯腰用手同时拿起2本书，假装翻看，趁摊主不注意，迅速地将其中一本藏在腋下，再翻看一会儿手上的书，然后放下它，扬长而去。他从未失过手，直到他的5层的小书柜被偷来的书塞满。高中毕业以后，他没考上大学，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开了一个小小的自选商店。一天，他坐在收银台内，无意间看见一个10几岁的男孩在货架上拿了2盒巧克力，迅速将1盒藏在腋下，把另1盒仍然拿在手上。小柱像见到了天下最可怕的事情一样呆坐在那里，直到那个男孩付了1盒巧克力的钱后从容离开，他还没有清醒过来。从此以后，他的情绪一落千丈。在那间有着装满了他偷来的书的房间里，他反复想着自己是怎样一个人，以及这样的一个人活着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枷锁，也不是牢狱，而是给他一面镜子，让他看看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小娟15岁的时候，身体几乎还没有开始发育，在学校的成绩也不算出色。
虽然很努力，但总是中等水平。跟几位洋溢着青春气息、成绩又很好的同班女同学相比，她一直都很自卑。自卑的不敢大声说话，自卑的不敢跟男生打交道。偏偏她又暗恋上了他们班的班长，一位成绩优秀、意气风发的男孩子。她总觉得自己不配他，所以一直把这份感情深深地隐藏着，从来都没有流露丝毫。初中毕业后，同学们考上了不同的高中。暑假期间，小娟收到了一封信封上落款为内详的信。打开一看，竟然是那位曾令她朝思暮想的男同学写的。内容很简单：你知道我为什么学习那么努力，打球那么拼命吗？因为我想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多看我几眼。看着这几句话，小娟的视线被泪水模糊了。她的自我印象也因为这几句话逐渐地接近着真实与客观，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的感觉从她心底升起，并且慢慢地扩散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对一个人最高的奖励，不是金钱，也不是桂冠，而是给他一面镜子，让他看看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第32集，允许自己成为有温和自大感的人。据说佛一生下来就会说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古往今来，上下四维，唯我独尊。佛传法49年，他说的很多话都被追随者视为通往觉悟彼岸的明灯，而他说的第一句话完全有可能是所有明灯中最亮的那一盏。唯我独尊，这是一种很自大的说法。如果说佛性人人都有，那自大也应该是很人性的，或者说是人的一种先天需要。但是过度的自大是一种既害人又害己的不良品质。即便是释迦牟尼这样法力无边的人，一自大可能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我们这里要提倡的是一种温和的自大，它来自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的一员的骄傲，也来自我之所以是我的独特性，而不是因为对他人的忽略或藐视。温和的自大是一种人格的核心之气，它打不死，拖不垮，揉不烂，捏不碎，浑然天成，无需借助任何外在证据，就在那里显眼地存在着。人格中具有这样的特质的人，不会让人感到威胁，也不会惹人讨厌，反而有超凡的魅力，容易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喜爱。这样的人同样会更经得起人世间的风吹雨打，入世越深，就越会感觉到身外之物的无常和虚妄。也许只有自己对自己的那一份满足和坚守，才是真正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东西。不温和的、有攻击性的自大，恰恰是自大的需要没有被恰当满足的表现。在攻击他人的过程中，自大被暂时的满足了，但是这种满足潜藏着危险，因为攻击的后果就是遭受反击。自卑是自大需要没有被满足的另外一种表现，或者换一种说法，自卑是想象中的自大对真实自我的攻击。这种攻击经常也会转向针对他人。有人说，不要跟没有一点自大感的人打交道，因为这样的人迟早会通过伤害你来满足自大的需要。这样的说法当然过于世故了一点，好一点的做法是，我们允许自己成为有温和的自大感的人，同时也支持别人的温和的自大。人不能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傲气是伤人的，而傲骨是我们认真的和坚强的生活的决心。给自己一点时间和勇气，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着温和的自大感的人。如果你要问，我凭什么自大呢？回答是，因为你是你呀。第33集，淡定就是不算计金钱或者冲突，而是看重心灵的自由。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城市，拜访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朋友。在我们的朋友圈中，他可以称得上是德高望重了，大家都很喜欢他，
很愿意跟他交往。几位朋友曾经在一起议论过，都觉得他的最大的特点是精神上的超然淡定，有着一般人没有的自由的心灵。跟他在一起，再神经质的人都会被感染一些静气。我在他家住了几天，每天晚饭后就在他的书房里喝茶聊天，聊的内容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有时候两个人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就看着他慢慢地往壶里沏水，往杯里倒茶，也都不觉得无趣。有天晚上我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份洒脱是怎么修炼出来的？他看了我一眼，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地笑了笑，然后站起身来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他从书柜最底层的一个文件盒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了我，这是一张 A4 的打印纸，因为时间久远，颜色明显的发黄，纸上写满了字。他告诉我，这是他24岁生日那天写下的东西。我知道，那时他在一所大学读研究生。我很认真地看起来，纸上写着几段话：一，宿舍里有2个人没有买开水瓶，用完了我水瓶中的水又不去打水，我决定把我的水瓶和他们共用2年，还给他们打2年的开水。如果水用完了没水喝，我就喝自来水。没有热水洗，我就用冷水洗。我不愿意变成他们的行为监督员，更不愿意因为他们的不拘小节而生气。2，买小东西，买菜时绝不还价，平均1天损失3角，1年损失约100元，这个损失我认了。3，买衣服等等，不还价损失太大，不行，叫上女朋友一起去买，还价对他来说是乐趣，对我不是。4，坐公共汽车绝不抢座位，只要有1个人站着，空座位离我再近也不坐。5，别人找自己借东西，能借的尽量借，没看完我就看不下去了，我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东西太琐碎，而且有些做法的深层动机也有问题，比如有可能是内心害怕跟别人发生冲突。我相信一个和谐的人格与童年的经历和成年后深刻的内省有关，而与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无关。他听后笑着说，我不想说服你，但是你想想，人生就是由很多的琐碎组成的，上面的那些琐碎也可以举一反三，变成很多很多的琐碎，把这些琐碎算计清楚了，才有时间和精力算计其他不琐碎的事情，对不对？我并不是害怕冲突，而是要自己从小的琐碎的冲突中脱身，或者说，我算计的和看重的不是金钱或者冲突，而是心灵的自由。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孔子的一个弟子有一辆豪华马车，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人有一辆奔驰 S600。有一个人家里有一点事儿，想借他的马车用一用，但不敢开口。这个弟子听说这件事之后，就把马车烧掉了。他说，我有一辆马车，别人借都不敢借，那我还留着干什么？他接着告诉我，他曾经有一个专业级别的照相机，在他想通那些琐事之前，他总是偷偷地用它，生怕别人知道以后找他借，借也不好，不借也不好。后来他就把相机放在宿舍没上锁的抽屉里，谁想用谁就用，最后那相机也用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一部相机换来一个心理上的自由，你说划不划得来？然后他嘿嘿坏笑了一下说，如果别人要借你老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笑了。那天晚上他也的确没有完全说服我，不过后来我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发现，有座位不坐感觉也很好，因为站着的时候视野更宽更广，可以看到更多的人和风景。第34集，自卑感来自对他人的苛刻要求，他人和自己都不能令自己满意。我的优越感是在拿自己跟弱小者比较之后产生的，与此相应，我曾经分别以自己能够察觉和不能够察觉的方式讨好过强者，
比较而言，不能察觉的讨好是更大的错误。我的自卑感来自于我对他人的苛刻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返回到了我自己身上，结果是他人和自己都不能令自己满意。我的意志经常受到我的内在需求的某一种单一力量的主宰，而且经常变幻不定。这使我即使在任何事情不做时都心神难定，冒头的那种力量会不间断地受到其他力量的批判与围剿。在面临人际间的危险时，我经常采取欺骗性手段，欺骗别人，主要的还是欺骗自己。我会在最紧张的时候显得很从容，想得到的时候就故意付出，想与人亲近时就表现出独特和孤傲。其结果是在很多时候，我根本就不明白我自己真正的需求，也使得别人无法面对一个稳定统一的我。我无法接纳自己的某一部分，所以那些全身心爱我的人就变成了我厌恶和仇恨的对象。而对那些远离我的人，他们对我的只言片语、若有若无的关注或关心，均能令我感激涕零。我把属于我的物和离我很近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还把那些想要的物和想亲近的人看成是自己更好的那一部分。我经常会为了后者而伤害或者牺牲前者。我像嗜血的动物一样，把从他人对自己的恶意和恶行中获得乐趣作为我的嗜好，并将这种行径美其名曰为修养或者牺牲精神。与此同时，我之所以爱他人，是因为我爱我自己，爱他人只是我爱自己的扩大化而已。我在懦弱或卑鄙之时，会找一些可以掩饰懦弱或冲淡卑鄙的借口，这些借口可以是来自另一些懦弱者或卑鄙者的教授，也可以是我自己的独创。我究竟是谁呢？我可以是我，或者是你，或者是他。我的名字有时候叫做男人，有时候叫做女人。第35集，不必试图改变自己去适应他人，不必试图改变他人去适应自己。让我们一起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假如你是一个中国象棋爱好者，你遇到了一个你认为可以很好的下一盘棋的人，双方在棋盘两边坐下来，在各走了几步棋之后，对方提出他想把马走日字改成既可以走日字也可以走直线。你这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你认为这样做违背了游戏规则，拒绝继续跟他下棋，两人不欢而散；二是为了能继续下棋，你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意他违背游戏规则走棋。如果你做出第一种选择，说明你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你更愿意在规则内享受游戏的乐趣。如果你做出第二种选择，那证明你是一个随意的人。不过也可以是另一种情形，你并非是一个随意的人，你是因为害怕失去跟他下棋的机会而迁就了他。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问问自己，我会永远的迁就下去吗？这样的迁就真的能够长久地维持两个人的关系吗？我的迁就是否表明我比他更在乎我们之间的感情？人既具有动物性，又具有社会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男人的动物性来说，他要做与传宗接代有关的事，当然不会考虑与跟他合作的对象有没有感情。他的那一套生物系统的功能，当然也不会被造物主设计成只有面对某一特定对象才能运作的程序。从男人的社会性来说，他又必须遵守与他人，男人和女人打交道的规则。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性是用来压制动物性的，就像是游戏中的规则一样。在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动物性与社会性的冲突，这一冲突会在不同的水平上达到平衡。一部分男人，他们身上的动物性会占优势，那他们便会选择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另一部分男人，他们的社会性占优势，他们的生活方式便会是循规蹈矩、洁身自好的。
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恋爱和婚姻的游戏中，双方都必须尊重并适应对方的游戏规则。如果各自的规则差距不是太大，那便有共同把游戏玩下去的可能性。如果差距很大，即使能玩上一阵子，也不可能玩得长久。男人的性可以与感情有关，也可以与感情无关，关键看他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女人可以在乎，也可以不在乎男人把性和感情分得很开，关键看他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不必试图改变自己去适应他人，也不必试图改变他人以适应自己。尽管维持恋爱和婚姻的因素中有很多依然是神秘莫测的，但至少有一个因素我们知道得很清楚，那就是双方对忠诚的理解越相近，关系维持的时间就可能越长久。第36集，把事情做得很好或很坏，都是在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出自《新唐书·陆象先传》，原文是：世上本无事，庸人扰之为反耳。显然原文的意思跟现在我们所说的有些不一样。原文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本来风平浪静，那些无用的人却常常无事找事，令人心烦。也许在1000多年以前，无事找事的人是有点令人心烦。那是平静悠闲的年月，高雅的有能耐的人既不会劳力，也不会劳心，更不会有意制造一些丑闻、美闻，甚至绯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现代的情形却恰好相反，庸人是那些不会无事找事的人，越是有用的人找的事越大，吸引人的注意力越多。比如每年都会有一些热点新闻，撇开那些严肃的政治新闻不谈，大多数都是由一些无事找事的能人制造的。中央电视台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的编导和演员们显然就是一些这样的能人。尽管《笑傲江湖》改编的电视剧已经有好几个版本，尽管他们知道没有谁会把令狐冲、任盈盈演得好，他们还是通过8个月艰苦卓绝的努力，在某某年的3月份推出了他们40集的宏伟作品。在如何把事情做大，如何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上，剧组人员可以说是用尽心机。且不说在电视拍摄过程中他们如何造势，如何利用金庸的影响，单是一再推迟电视剧的播出时间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们对大众心理了如指掌。操作者凭此拿几个心理学博士学位也都足够了。记得开播的那天晚上，一位铁杆金庸爱好者朋友专程赶到我家，说是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要一起庆祝一下。我买了一箱啤酒，做了几个小菜，一边吃一边喝，一边看那些编导和演员们怎样演绎那些在我们心里早已演绎过无数次的腥风血雨和爱恨情仇。后来我们知道，在那2个小时时段里，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像被同时点了穴位一样，呆坐在或大或小的荧光屏前。事情就这样闹起来了。在随后的20天甚至更长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媒体，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充斥着与该电视剧有关的文字和图片。至于那些文字表达的是何种情绪，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从深层心理上来说，在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关系上，注意和不注意是最本质的，爱和恨，喜欢和不喜欢则是表面的。或者换句话说，在两者的关系上，有感情是最重要的。至于感情的性质是好还是坏，那没有多大关系。举个例子，我曾经在一个朋友圈子里用写纸条的方式提过这样一个问题：你最不希望你所爱的人对你：1. 恨你， 2. 爱你， 3. 不在乎你。请选择，只能选择一个答案。结果无一例外，所有的人都是选择的第3，不在乎你。也就是说，宁可对方恨我，
但不能不在乎我。很显然，第一，那些对金庸有感情，并且发表了许多针对央视版《笑傲江湖》文字的人，对央视版《笑傲江湖》也是有感情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二，当然此有感情非彼有感情，对金庸及其用文字描述的世界，大家是喜欢甚至是痴迷，而对央视版《笑傲江湖》，大多数人是不喜欢甚至是厌恶的。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把一件事做得很好，一是把一件事做得很坏。多数人使用前一种方法，使用后一种方法的人是很少见的。央视版《笑傲江湖》的剧组人员则是另辟蹊径，他们是怀着把事情做好的愿望把事情做坏，这样一来形成的反差更可以加倍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了。毕竟也是喜爱金庸的人，把吸星大法的理论与电视传播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在21世纪头一年创造了20世纪没有创造的收视奇迹。为什么每个人都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抛开经济上的原因不谈，从纯粹的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是因为在婴儿时期，如果我们饿了、渴了或者害怕了，那只有在别人母亲或者父亲注意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吃的、喝的，才会获得安慰。成年之后，现实的那些需要我们可以自己满足自己，但对被注意的需要却潜入了内心深处，依然还会支配我们的欲望和言行。在共同关注同一个对象的人之间，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归属感。这类感觉又可以进一步加强每个人对那个对象的关注。有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母亲和儿子争电视看，儿子要看足球，母亲要看电视剧。儿子对母亲说：“你不是真正喜欢看那个电视剧，而是怕明天上班在单位里，别人谈那部电视剧的情节，你插不上嘴，跟别人就疏远了。”母亲想一想，觉得儿子说的很有道理。但若他反过来想一想，儿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儿子要看足球，不就是想第二天好跟他的足球哥们儿吹一吹吗？金庸迷们因为共同爱好金庸走到一起，又因为共同攻击央视版《笑傲江湖》而团结得更加紧密了。人是群居的动物，如果没有那些可以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的事件，那么群居生活肯定是非常乏味的。所以我们真要感谢那些找事的人，是他们使我们的注意力不间断地有所归属。不仅如此，在我们的内心更深处，总是在涌动着一股强大的、盲目的心理能量，它不断地要寻找突破口，寻找它可以投注、发泄、攻击或者爱抚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由这股心理能量推动的。一方面，这股力量是好的，至少是不好不坏的或者中性的，它是智慧和创造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另一方面，它又随时可能做出从小偷小摸直至伤天害理的坏事出来。怎样支配和利用这股力量，就是好人和坏人、伟人和庸人的分水岭。在大多数情形下，在人群中间，个人内心的这股力量一般处于抑制状态，但这只是暂时的，爆发是迟早的事，就看朝着什么目标爆发了，就看多少人同时朝着什么目标爆发了。同时爆发的人越多，目标越统一，对目标造成的影响就越大。再次感谢无事找事的那些人，是他们制造了一个个让成千上万的人投注心理能量的目标，而且投注后的结果是有益无害的。想想看，如果那些人的目标不是一部让他们不满意的电视剧，而是别的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对这类群体心理能量的整治，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在欧洲某国首都，有几万人为了某件事在首都天天游行，但那件事政府又不可能立即解决，弄得政府很伤脑筋。后来政府采纳了一位心理学家的建议，
在某一天组织了上百万人参加的游行，让那些人闹了个够。几天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上街游行了。在100万人大游行中，所有的人都释放了他们的心理能量，就不再有动力去做同样的事情了。攻击了央视版《笑傲江湖》的人，大约也会减少一点对他们的情人、同事、老板或者公共财物的攻击了。央视版《笑傲江湖》剧组人员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就是观众，尤其是金庸爱好者的注意。观众也做了他们一直想找机会做的事情，就是朝一个无害的对象发泄一下自己蓄积已久的心理能量。尽管在形式上是一场场争吵与谩骂，结果却是皆大欢喜。世事之奇妙，人心之深幽，由此可略见一斑了。第37集，以本色做人，成为对自己诚实的人。如果问100年前中国的读书人，哪一本书在他们心中的重要性排名第一，估计10有8九的人会说是《论语》。《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论的书，他们的言论涉及面极广，几乎是无所不包。仅从评论人物方面看，有时候仅3言2语就把一个人的个性特点描绘得栩栩如生，其细微精妙之处，比之现代任何人格心理学的千言万语高明的不可以道理计。以下就是《论语·公冶长篇》第5中的一段人物评论。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起息焉，岂诸其邻而与之？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呀？有人向他讨些醋，他不直接说没有，而是向邻人讨来转给他。微生高是个以直著称的人，他还做了一件很守信的事，把命都送掉了。他跟一个女子在桥下约会，那女的没来，大水却来了，他也不逃走，最后抱着桥柱被淹死了。孔子观人于微，从小处见大，通过讨醋这件事，断定微生高不是一个直人，而是一个曲意寻物、委屈世故，以博得别人赞誉的人。孔子是最不喜欢这种人的。至于桥下约会被水淹死，从智力上来说是不知变通，在桥上等着一样不会失信吗？那女的真会傻到水里跟你见面的程度？沽名钓誉到了这种程度，实在也是个可怜人。表面上看，自己没醋借都要借给别人，好像是一种很够朋友、讲义气的做法。但从深处看，这样做其实很虚伪。跟这样的人打交道，醋你是讨到了，会有一时的高兴，但你却不知道是他的醋还是别人的醋。久而久之，你连他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从交朋友的原则上说，这是很危险的。他既然可以在有没有醋这样的小事上都不能坦诚地告诉你，你还能指望他在大一点的事上以诚相待吗？这里面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他对你不诚实，而在于他对自己都不诚实。在微生高的心里有一个直的、守信的理想自己，他要求自己符合这一理想，也就掩盖了自己的本色。先做人后做事，要做人就要以本色做人，但这实在很难，所以才有唯大英雄能本色的说法。本色做人的意思是，有醋就是有醋，没醋就是没醋，有能力就是有能力，没能力就是没能力，高兴就高兴，愤怒就愤怒，坦然地向自己和别人展示自己的真实。当然，如何表达也是一个问题。说老子没醋给你，和说对不起，我家的醋恰好也用完了，对讨醋的人来说，感觉会大大不一样。如果我向人讨醋，别人直接说没有，我会有一小忧和一大喜。忧的是我的糖醋鱼是做不成了，喜的是我遇到了一个清清爽爽的本色的直人，他不骗自己也不骗我，这显然比颜色非红非黑、味道不伦不类的糖醋鱼重要多了。
第38集，走自己该走之路是保留独立人格的做法。前几天看了一部影碟《甘地传》，甘地使印度摆脱了殖民统治，被印度人民尊为圣雄。历史学家评价说，甘地不是一个王国的统治者，没有任何官衔，没有个人财产，也没有卓越的艺术天赋或者科学研究的能力。但是这个身材矮小的印度人却几乎以一人之力打败了强大的大英帝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爱因斯坦十分崇拜甘地，他说，后世的人也许不会相信，在这个星球上曾经走过这样一副血肉之躯。能得到爱因斯坦如此评价的，人类历史上能有几人？甘地将英国人从自己的国土上赶出去，用的武器是和平、非暴力、不合作3个原则。严格的说，这都不是武器，但他们的力量却比任何武器都要强大。甘地第一次说出这些原则的时候，英国人笑了，仿佛在嘲笑一个小孩威胁大人说，我不跟你玩了。看影片的人如果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也会嘲笑甘地的天真可爱。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岂是你非暴力不合作就能将它战胜的？可最后的结果是，英国人败了，走了，印度人赢得了独立。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有一些急躁的印度人也使用过暴力，虽然也是被逼无奈，但这样做恰好帮了英国人的忙。你搞非暴力，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如果搞暴力，那正好给了我出兵镇压、拘捕领头人的口实。幸好甘地及时出面制止，才避免了更糟糕的结果发生。所以，那些使用暴力的印度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敌人的合作者。甘地的办法，即非暴力不合作，也可以用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中。一位20岁的女孩告诉我，她和她母亲的关系非常不好，每次因为一点小事儿，一方指责另一方，被指责的不服气就开始争吵起来，并迅速升级。我听了以后对她说，你和你母亲合作得很好啊，就像干柴与烈火的合作，要么你是烈火，他是干柴，你一点他就着火；要么他是烈火，你是干柴，他一点你就烧起来。很显然，他从未从合作的角度来看待他和母亲的争吵，所以听了我的话以后，他愣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是不是说，我们任何一方不在吵架上跟对方合作，架就吵不起来了？我反问道，有一方不合作，那还叫吵架吗？在学校或者工作单位，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那些互相可以称得上是冤家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发现，他们不仅仅是冤家而已，他们还是冲突上的好搭档、好伙伴、战友和合作者。他们在情感上联系得非常紧密，一个人生了气，另一个人绝对高兴不起来。一个人攻击对方的时候，另一个人绝对会马上回应，就好像是2个打乒乓球的运动员一样，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们可以看到，这绝不是令人愉快的合作。在这样的合作中，2个人相互牵制着，人怒我怒，人悲我悲，都失去了人格的独立和人生的自由。就像国家的独立自主最为可贵一样，个人人格的独立也是人生在世最为要紧的东西。在人际交往中，每个人都可能面对丑恶，不管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丑恶。如果我们被那些丑恶左右，或者以丑恶对丑恶，那就失去了人格上的独立性。能够保留独立人格的做法是，选择不与丑恶合作，依然走自己该走之路，享自己可享之福，让那些丑恶见不到我，而去见鬼去。第39集，不是别人伤害了我们，是自己的愿望伤害了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经常听到伤害和被伤害的事。那么一个人是怎样受到伤害的呢？
伤害有两种，肉体的和心灵的。肉体的伤害归法院管，我们不去谈它。心灵的伤害，我认为是这样发生的。如果一个人对我的实际态度比我希望他对我的态度要差，我就会认为自己受到了他的伤害。比如，我希望一个人喜欢我，但实际上他对我并不好，那我就会感到受到了伤害。相应的，如果一个人对我的实际态度比我希望他对我的态度要好，那我就会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伤害，一种内心宁静被打破的伤害。更糟糕的是，这为下一次受到真正的伤害留下了隐患，因为这提升了我们对别人的希望。别人的态度是由别人控制的，我怎么能保证别人总对我好呢？再比如，一个我不在乎的人，我对于他对我的态度没有抱任何希望，所以他无论怎么对我，都不会跟我的希望发生冲突，所以我绝不会受到他的伤害。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如果感觉到受了伤害，那并不是别人伤害了我们，而是自己的愿望伤害了自己。如果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也在某些方面伤害过别人，因为我们对别人的态度不可能总是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古人说宠辱不惊，那是把对别人的希望降低到最低点了。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在人际关系中受到伤害呢？别被自己的希望伤害，请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对自己好一点，再好一点，那你就永远不会受到来自人际间的伤害了。第40集，你就是你朋友的后院，让他在危难的时刻栖身避难。车祸、空难、海难，还有战争和恐怖袭击，使很多人丧失了生命。这些生命的丧失不是一个事件的完结，而是另一个更加哀伤的事件的开始。他们的还活着的亲人们的生命，因为少了他们的存在而变得阴冷和破碎。对死去的亲人的怀念会伴随他们度过余生。这是令人难以承受的生死离别。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需要获得外界的帮助。职业心理医生会帮助他们，但在帮助他们之前，医生会对他们的状况进行评估。评估的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就是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是否足够强大和完善。所谓个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简单的说就是他的亲友圈子。如果他有关系很好的亲戚朋友，那我们就说他有很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所以说，你如果是某个人的好朋友，那就意味着在他遭受不幸的时候，你应该挺身而出。你就是你的朋友的后院，这个后院可以让他在危难的时候栖身避难。当然，你的朋友同样也是你的后院。作为后院，你可以做很多职业心理医生都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心理医生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跟处于这样的悲痛的人建立信任感，而你不必，你们之间本身就有着很好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作为后院，你可以为你的朋友做以下的事情：准备足够的时间陪伴他。亲人的丧失会在他心里留下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需要有人来填补。再者，他还多少会有随着死去的亲人而去的愿望，这是极其危险的。你的陪伴可以避免又一个悲剧的发生。和他一起悲伤。他是你的朋友，所以他的亲人也是你的朋友，你自然也会处于悲伤之中。但是要注意，你的悲伤不能比他更强烈，特别是在他已经平静的时候，你不能再重提一切可能再让他伤心的事情。你可以听他诉说，他会有很多话要讲，你需要耐心倾听，而不必打断他。在没有危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亲人的离去会使他丧失起码的安全感，他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像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中。
这个时候，你需要给他安全感，让他像以前一样，重新觉得这个世界、周围的人和事都是可以被自己控制的。你还可以鼓励和陪伴他做一些人们通常会做的哀悼去世亲人的仪式，比如烧香、点蜡烛、献鲜花、设灵堂等等。千万不可忽视了这些看起来于事无补的仪式。千百年来，人们就是用这些方式表达哀思的。这些方式已经如此深入地根植在人们的心里，已经成了人类共同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其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你可以想办法让他高兴。最开始的时候不要这样做，因为灾难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正常的哀伤一段时间，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程序。没有这样一个哀伤的过程，就会有很多的内疚感沉积在他的内心深处，并迟早会使他陷入更深的抑郁之中。在最初的情绪风暴过去之后，我们才可以慢慢地让他从哀伤中出来。但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为了让他开心而开愚蠢的玩笑，这会引起他的反感，并且会影响你和他的友谊。在事件过去一段时间以后，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使他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别的地方。比如让他更多地生活在人群中，而不是一个人待着，组织一些轻松的活动让他参加，或者和他一起培养一种业余爱好等等。如果他的悲伤程度超过了一定限度，或者悲伤的时间超过了可以理解的长度，那你需要以朋友的身份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寻求专业的帮助。在一些发达国家，灾难后去看心理医生是一个必须的程序。就像你可以做一些心理医生做不到的事情一样，心理医生也可以做一些你以朋友的身份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灾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灾难之后，我们更加需要相互的支撑。第41集，给予和接受祝福时，我们能感受到爱和被爱。在一年中的一些重要日子，我们会用各种方式，如微信、电话、登门拜访等，给亲朋好友送上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时刻说出的祝愿，比在其他时候说出的祝愿更容易成为现实。在所有的祝福中，最美好的莫过于事事如意、永远快乐之类了。收到这样的祝福的人会真正的快乐，至少是在收到了祝福的那一瞬间。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事事如意和永远快乐是不可能的。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有10之8九，如此推算，人生不快乐的时间也是10之8九。美好的祝愿和不那么美好的现实之间，本来就有着很大的距离。也正因为如此，祝福才显得格外珍贵。我曾经问过数以百计的正处于难以自拔的痛苦中的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种药物，你服了一粒以后，不仅痛苦可以立即彻底消失，而且还可以让你一生永远保持快乐的心情，永远不再有丝毫的痛苦和烦恼，这样的药你愿意服用吗？结果有一些令人吃惊，绝大多数人都回答说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说，那不是成了傻瓜了吗？潜台词是只有智力较高的人才有资格痛苦。有的说，那可能也感受不到真正的快乐了。意思是说，快乐只有在痛苦的衬托下才更有味道。还有的甚至说，那跟死了有什么区别？那只不过是行尸走肉的一种好听的说法而已。这样看来，我们需要的既不是永恒的快乐，更不是永恒的痛苦。我们也不需要我们梦想了几千年的，可以使我们永享快乐的灵丹妙药。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变化的、流动的，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还活着的体验与情感。对于活生生的生命来说，即使是痛苦的丰富，也永远比快乐的单调要好。那么，那些美好但却虚幻的祝福，我们还要吗？我们当然还要，
因为我们并不在乎它们是否真的可以实现。我们在乎的是，在给予和接受那些祝福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爱和被爱，这会给我们带来快乐，短暂的，却会在生命的长河中永恒的快乐。第42集，所有人都会在轻视他人时很迟钝，被他人轻视时很敏感。在一次心理治疗培训班上，主持人请每个学员介绍自己叫什么名字。有人提议是否也连同介绍一下自己来自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机构工作等等。主持人没有同意，他说，介绍姓名就足够了。那是一次学习如何理解他人的培训班，办得很成功。很多参加培训的人感到，他们不仅学会了一些交流的技巧，而且还在心中增加了几分爱心。事后有人问主持人，为什么当初只让大家介绍自己的姓名呢？主持人回答说，介绍的内容多了，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轻视与被轻视。比如我们中间有人来自大城市，有人来自小城镇，前者也许会不知不觉地轻视后者，这显然对学员间的交流不利。原来是这样，这位主持人对人心的揣摩真是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平心而论，不管我们是多么崇尚众生平等，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会有一些高与低、贵与贱的评判，都会在一生之中因为某些原因轻视过他人，或者被他人轻视过。这些原因可以是我们理智层面不在乎，但非理智层面却很在乎的东西。轻视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城里人对乡下人，劳心者对劳力者，开汽车的对踩三轮的，有钱的对贫穷的，世袭贵族对暴发户等等。任何人和任何与人有关的事物都可能是轻视链中的一环。没有人愿意被人轻视，也没有任何一个善良的人愿意轻视他人。但问题是，我们可能已经轻视了他人而不自知。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在轻视他人时很迟钝，被他人轻视时很敏感。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轻视的氛围中，每个人都变成了孤岛。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他才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一只鹰的生命，所以他的信奉者才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坦然和勇气。众生平等不仅仅是一种信念，还应该是一种持久的情感和终身的实践。一个人哪怕有一点轻视之心，那他若不是被泥潭所淹没，就会变成淹没他人的泥潭本身。第43集，家庭是塑造孩子情感、认知和行为模式的工厂。齐天大圣孙悟空当年为了找一件好用的兵器，去了东海龙宫。龙王给了他很多兵器让他挑选，他都不满意，最后只好拿出了定海神针。孙悟空对这根针一见钟情，龙王虽百般不愿意，但最后定海神针还是变成了孙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龙王斗不过孙悟空，只好到玉皇大帝那里告状。他说，自从孙猴子拿走了他的镇海之宝后，龙宫里便恶浪滔天，整个东海一刻也不得安宁。在每一个家庭里，也有一根类似于定海神针的定家神针，这根针就是夫妻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看看这根针的作用，以及没有这根针，或者说这根针失效时会出现什么问题。一般来说，到我的心理咨询室咨询的是咨客一个人，我也更擅长1对1的咨询。但是如果是年龄很小的咨客，父母就会跟着一起来。这天来到我咨询室的却不是一家3口，而是一家5口。我不得不从别的地方再搬一把椅子来。搬椅子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家庭的结构可能有点问题。大家都坐下来，5人中年轻一点的女性做了介绍。她父母，也就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她丈夫D先生和8岁的儿子阿强，
来咨询是因为孩子最近在学校出了一系列问题，然后他详细地谈了孩子的情况。他说，阿强从小就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完全安静不下来，总是动，还经常跟别的孩子打架，几乎每次打架都是他先动手。上小学后，有一段时间要稍微好一点，但最近半年又开始犯老毛病，甚至有点变本加厉。上课总找其他同学讲话，有时候还无故突然大声尖叫，把教室里的人都吓一跳，他却很高兴。老师批评他，从来都不服气，跟老师顶嘴。在家里就更不听话了，不做家庭作业，故意把家里的很多东西都弄坏，脾气暴躁，有时候还对外公外婆动手动脚。老师找家长谈了几次，最后大家都认为应该找心理医生了。在蒂夫人介绍情况的时候，阿强没有闲着，先是摆弄我的一个盆景，摘了几片叶子丢在地上，然后玩我办公桌上的文具，用订书机把桌上的一本病历订了起来。在他打开我的抽屉，准备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蒂先生愤怒地吼了一声：“别动！”他这才悻悻地关上了抽屉。我对蒂夫人说：“能不能介绍一下家庭的情况？”蒂夫人开始有些犹豫，说家庭都很好，关系很和睦，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因素，比如夫妻吵架等等。我解释说，家庭是塑造孩子情感、认知和行为模式的工厂，而且有时候一些表面看起来并不太坏的因素，也可能对孩子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蒂夫人同意了我的看法，以下便是这个家庭的一些情况。蒂先生和蒂夫人是大学同学，蒂夫人是本地人，蒂先生是外地人。毕业结婚后没有自己的房子，就跟蒂夫人的父母住在一起。婚后不久有了孩子，孩子立即就成了这个3代同堂的家庭的中心。由于蒂先生工作忙，带孩子的事就基本上落在了蒂夫人和孩子的外婆身上。孩子的外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外面跟人下棋，外孙的事很少管。即使他想管，中间隔着孩子的妈妈和外婆，估计也插不上手。久而久之，家里的一切事情就变得都由母女俩说了算。母女俩对孩子可以说是百般娇宠，百依百顺，即使是做了很严重的坏事，也只轻描淡写地说他几句。孩子慢慢变得有问题之后，蒂先生也曾想插手管一管。有时候他的严厉可以让孩子安静一下，但维持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对他的辣汤辣水，他妻子和岳母显得反应更强烈，经常明确反对他对孩子态度粗暴。时间一长，蒂先生也就灰心了。现在的情况是，蒂先生已经买了房子，但因为孩子如此神勇，家里不多几个人看着，实在放心不下，所以仍然5个人住在一起。反正岳父的房子也大，住着也并不觉得拥挤。说这些话的时候，阿强已经把我的空白处方纸撕了好几张。他将撕碎的纸用力一吹，办公室地上就变得像下了一场大雪一样。这时候我提议，能不能跟孩子的父母和孩子3个人谈一谈。阿强的外婆好一会儿才听懂我的意思，大约不太想走，但看到我坚决的神情，才依依不舍地和阿强的外公走了出去。外公外婆一出门，阿强明显地安静了一点，但只持续了几分钟，便开始玩我桌上的透明胶带。蒂夫人的目光时刻都投注在孩子身上，只是偶尔看一看我。我直奔主题问道，如果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轴心，你们觉得你们家的轴心是由谁和谁组成的？蒂夫人看了看自己的丈夫，蒂先生就说，家里的事还是孩子的妈妈和外婆管得多些，也很辛苦的。蒂夫人接着说，如果说轴心，那是我和我母亲组成的。我说，管得多当然就辛苦，但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不是谁更辛苦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轴心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的问题。你们认为现在这样的轴心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什么影响？蒂夫人说，
女人带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宠坏孩子，这个我们也知道，别的影响就不知道了。我说，你和你母亲2个人带孩子，在孩子的心理感受上和1个人带有什么区别吗？蒂夫人回答说，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接着解释，你和你母亲的育儿方式估计不会有太大的区别，遗传和学习的双重影响嘛。更重要的是，你们都是女性，所以会很相似。现代心理学认为，孩子的情感能力主要是从母亲那里学会的，而与人打交道的社会性能力主要是从父亲那里学会的。社会性能力主要是指知道自己的边界，也尊重别人的边界，不轻易冒犯别人，遵守社会活动中的规则，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所以说，在一个家庭中，由夫妻俩组成的轴心更有利于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从心理发展的观点来看，男孩子的成长需要有一个认同的男性对象，这个对象常常就是自己的父亲。阿强的问题明显是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由于父亲的缺席，夫妻轴心少了一端，有一点阴阳失衡。孩子缺乏可以认同的男性对象，不知道自己言行的边界在哪里，所以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实际上是在试探一个边界，看看在什么地方有人会喊停止。如果不及时给他一个边界，他就不会停止试探。现在是试探在家里和学校里的边界，将来进入社会，就可能会试探法律的边界，那后果可能就很严重了。听完我的话，蒂夫妇看上去显得很忧郁。蒂先生说，都怪我，成天忙工作，把孩子给害了。蒂夫人说，我也做得不对，宠坏了孩子。我说，你们都很爱孩子，是很好的负责任的父母，找心理医生就是你们爱孩子并且愿意让自己做得更好的表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一下家庭的结构，建立一个夫妻俩共同教育孩子的轴心。蒂夫人说，要外婆少跟孩子在一起，那可有些困难。我说，那当然，我们岂能剥夺他人的天伦之乐？外婆她想怎样还是可以怎样。再说，孩子在部分时间被宠也没关系。我有4点建议。第一，以后一切与孩子有关的大的事情都由你们夫妇出面解决和做出决定，这不会影响外婆对外孙的爱，对不对？夫妇俩点头认可。我接着说，第2点，父亲尽可能多的跟孩子在一起。我想蒂先生，你不会把外面的任何事情看得比儿子更重要吧？你现在每天都是超时工作，一天压缩1-2个小时工作时间，影响不会太大吧？蒂先生点头说，影响不大，即使有影响，孩子也是第一位的。第3点建议，多跟孩子在一起，陪他在家里玩，出去玩，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很多情况下，你跟他在一起，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就已经足够了。如果他做了什么很错的事，温柔而坚决地给他指出来。当然，如果他做得好，要及时表扬。不要过分相信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之类的话。很多人就是小时候缺乏表扬，长大之后一点自信都没有。进步从何谈起？温柔而坚决5个字是人本主义者教育小孩的5字箴言。态度不温柔不行，不温柔就可能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伤害，还可能激起他的反抗情绪，久而久之就变得越来越逆反。你说的对的，他也不会听，因为他反感你的态度。不坚决也不行，不坚决就不能把你不能这样做，你只能这样做的信息清楚地传达给他。这个信息就是给他一个边界，让他知道自己的言行在某些方面是要受到一定的约束的。蒂先生说，你说得很对，我以前是要么不管，要么就很严厉地管，都做错了。这是蒂先生第2次做自我批评，看来他处在很深的自责中，需要支持一下。所以我说，你不是故意的，而且孩子还小，可塑性很强，一切都还来得及纠正。蒂先生叹了一口气说，但愿如此。蒂夫人问，孩子在学校该怎么办呢？我说，
这是我要说的第4点建议，跟老师谈一谈，让老师像对待别的孩子一样对待他，该表扬就表扬，该批评就批评，不要有任何特殊，一特殊就会把我有问题这样的感觉深深地印在孩子的脑海里，变成他自己对自己根深蒂固的看法，那他就可能破罐子破摔，总是停留在问题上。D夫人说，是啊，我们跟老师谈过好多次，老师看到我们夫妻都是很通情达理的人，孩子变成那样也是没办法的事，所以别的孩子犯一点错会受批评，我们阿强犯同样的错，老师就会马虎过去。相反的，出于正面教育的考虑，阿强在做好了一些事以后，老师给阿强的表扬也要比别的孩子多些，看来这样做也不好。最后我说，我们不要指望1、2天就会产生好的效果，我们寄希望于远期的效果。对孩子的教育有耐心十分重要，并建议他们最好半年以后再到我这里来一次。当然，如果中间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想找我谈一谈，随时都可以来。7个月之后，阿强和他的父母又一次来到我的咨询室，这次他的外公和外婆没有来，所以我不用到外面搬椅子进来了。在母亲的吩咐下，阿强还大方地叫了我一声叔叔。D夫妇脸上挂满轻松的微笑，跟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D先生说，我们根据你上次的4点建议，对孩子的教育做了调整，主要是我多跟孩子在一起，我花了很多时间陪孩子做作业，给他讲故事，还带他出去参加各种孩子的活动，甚至有些大人的活动我也带他去参加。孩子有很大的进步，在家里情绪很稳定，在学校虽然还是有点调皮，但能遵守起码的纪律，不再是老师心中的问题学生了。我听了以后很高兴地说，你们是了不起的父母，阿强是了不起的孩子。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阿强的一双眼睛一直在好奇地东张西望，看得出来，他对我办公桌上的一个手枪样的卷笔刀很感兴趣，盯着看了好几次，却没有离开座位去玩它。我想，在这个家庭中，由夫妻组成的定海神针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孩子成长环境的阴阳失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我作为心理医生已经可以放心了。第44集，如何打败控制命运的力量。提到命运，就让人想到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之外的某种神秘力量，它主宰着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可以让我们幸福或者痛苦，成功或者失败。在命运的面前，我们的努力总是会显得软弱和微不足道。命运真的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吗？它真的神秘的不可探知吗？100多年前，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在对他的孩子的观察中发现，孩子在经历了一件痛苦或者快乐的事件之后，会在以后不自觉地反复制造同样的机会，以便体验同样的情感。这位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强迫性重复。强迫性重复的现象也可能在每一个成人身上存在。比如，一个人际关系不好的人，他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这样的结果就是由一系列强迫性重复导致的。最开始的时候，也许他只跟部分人关系不好，只有部分人不喜欢他。慢慢的，由于强迫性重复的力量，他会不自觉地制造一些事件，让所有的人不喜欢他。或者换句话说，他会下意识地教会别人都不喜欢他，以便强迫性地重复那些痛苦的体验。在生活、工作等方面都很失败的人，也是因为掉进了强迫性重复的漩涡。我们的周围真的有这样一些人，你不断地会听到关于他们的坏消息。每一个坏消息传来，我们都会叹一口气说，哎，他就是这个命，他的命不好。而一个各方面都很成功的人，他强迫性的重复的东西，都是那些好的、令人愉快的体验。他总是教会别人喜欢自己，教会自己把那些必须办好的事情办好。我们的周围当然也有这样一些人，你不断地可以听到关于他们的好消息。每一个好消息传来，我们都会赞叹地说，
他就是这样的命，他的命好，命好比什么都好。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命运实际上就是心理学所说的强迫性重复，它不在我们的心灵之外，而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如果说它神秘，那只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它而已。强迫性重复的特点和要害就是不自觉，它隐藏在我们心灵深处，很难看到它和把握它。因此，打破坏的强迫性重复的方法，就是要更多的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情感、思维和行为模式，把可能导致重复的环节切断，并且勇敢地尝试各种新的好的体验，以建立良性的强迫性重复机制。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在经历了一系列惨痛的事件之后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这句话也可以说成我要打破强迫性重复的怪圈。他的史诗般的交响曲就是他的心灵与坏的强迫性重复的力量做顽强斗争的写照。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过去和现在有什么痛苦的或失败的经历，只要他打败了曾经控制他的强迫性重复的力量，或者说命运的力量，那他的未来也会是一部讲述英雄故事的史诗。而且这部史诗的结尾肯定是主人公辉煌的成功，并充满令人心醉的欢乐。第45集，培养把复杂问题简洁化的能力。人类精神发达的最显著标志，也许是人类可以自己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样的探索中，由于探索者和被探索者是一体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之间永远都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其难度可想而知。数千年来，探索的结果从数量上来说已经非常巨大，但是也许其中的一大部分只不过是主观的臆断而已，离被探索者的真实相距甚远。说那些结论是主观臆断，这一判断本身就有问题。首先是因为这个判断本身就有臆断的嫌疑，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究竟什么判断不是臆断，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切判断都是臆断。其次，这些探索的结果本来就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产物，是应该被探索的课题。谁在探索和谁被探索在这里又混杂在一起，混杂成了一个似乎永远都无法解开的死结。虽然探索之路扑朔迷离，但人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索的努力。在解决探索的主体和客体的边界不清楚这一难题上，人类发明了无数的探索工具，以切开主客体之间的粘连和重叠。只有切开了、分离了主客体，探索才会成为可能。从探索的工具及其使用来说，东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一差异曾经被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和问题，但现在看来，它简直是命运之神赐给人类巨大的礼物。如果没有这种差异，探索的全面性就会大打折扣，而且探索过程本身也会丧失百花齐放的壮观和趣味。如果要分别在东西方文化中各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工具，那我的选择是东方的佛学和西方的精神分析。它们完全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但却指向完全一样的目标：人类的心灵。工具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探索，但是工具也制造了额外的障碍。这一障碍来自工具本身，也就是说，在探索的过程中，由于工具的发展甚至膨胀，导致了探索者只对工具感兴趣，工具成了探索的目标，替代了人的心灵。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死前意识到了这一危险，所以他说：“我没有传法，谁说我传了法，就是诽谤我。”他这样说是试图毁灭他制造的工具，让其弟子迷途知返。遗憾的是，佛教发展到今天已经是臃肿不堪了。任何人即使用上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读完佛教的典籍。笨重的工具绝不是好的工具。我见过很多智慧超群的人，遗憾的是，
他们对佛学的兴趣胜过了他们对人的心灵的兴趣。不过话说回来，佛学本身也许是简洁的，只是在那些没有真正觉悟的人的心里才变得繁复和杂乱。精神分析的历史虽然才100年，但由于社会的发展，相关的资料也算得上是浩如烟海了。他自己也就成了一种需要探索的对象，所以一直有很多人只对他感兴趣，而忽略了他只是探索心灵的工具这一事实。如此的本末倒置，真让人唏嘘不已。佛教的禅宗是一种试图完全取消工具的努力，但那个境界太高了一点，高的有点看不见、摸不到、抓不着。折中的方式是，我们可以把工具弄得简洁一点。简洁的力量就在于，它不会让你过多的分散精力，又不会让你感到虚无缥缈，既能使用探索的工具，又不会为工具所累。在表达上，简洁是一种非凡的能力，把复杂问题简化的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心灵之谜。第46集，内向者会不自觉认同别人的评价，使自己成为与别人的评价相符的人。人们用内向和外向来对人的性格进行分类，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了。但这两个词变成重要的心理学专业术语，然后又变成妇孺皆知的日常用语，当归功于瑞士精神病学家荣格。在心理分析史上，荣格的影响仅次于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甚至有人认为他在丰富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方面比弗洛伊德的贡献更大。荣格认为，内向性和外向性是人类性格中最基本的方面，而且许多哲学思想上的分歧均源自这两种倾向的相互冲突。他是一个对东方思想很感兴趣的人。他说，西方的思维方式是外向性的，而东方的思维方式则恰恰相反。这是把这两个词用于不同人群的比较之上了。当然，内向和外向的说法还是在单个的人身上用得更多一些。当我们描述一个人的个性时，首先考虑的便是他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荣格认为，内向性格的人有这样的特征：他把他的心理能量向内释放，也就是说，内向者的兴趣所在不是外部世界，而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他自己的观点、思想、情感和行为。而外向者则把心理能量或者说兴趣指向环境中的一切。从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外向的人对环境的变化比内向的人要敏感和迅速一些。对内向和外向性格的优劣判别，专家们的意见有一些不一致。弗洛伊德认为，外向性格是健康的象征，而内向性格者具有精神病的倾向。他指出，向内释放心理能量意味着自恋，向外释放心理能量则表明此人有可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心理宣泄，并且能一步步地走向成熟。但是荣格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内向和外向根本没有优劣之分。另一位著名的研究个性的心理学家艾森克则从大脑的生物学性质来谈内向和外向性格的差异。根据他的观点，内向性格的人大脑皮层非常敏感，因此即使是不太强烈的外界刺激，也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反应。所以为了保护自我，他们会逃避周围的世界，控制自己的愿望或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减少自己与他人的交流，也就同时减少了产生冲突和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而性格外向者的情形则相反，他们的大脑皮层相对来说不那么敏感，所以他们需要从外界环境中得到更多的刺激，借以克服自身大脑皮层的迟钝性。如果艾森克是对的，那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从纯生理角度看，内向者比外向者要聪明一些。专家们说的相互矛盾，谁是谁非难以分辨。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出，内向者与外向者其实是各有短长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的问题，
极端的内向和极端的外向肯定都不是好事。从统计学上说，这两类人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数人是处在内外之间的某一处，或者稍偏内，或者稍偏外。很多性格内向的人对自己不满意，他们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希望自己能外向一点，活跃一点。他们并不知道，有许多性格外向的人对自己也不满意，也找心理医生，希望能变得稳重成熟一些。所以对自己不满的原因可能不是因为内向或者外向，而可能是别的更深的原因，如童年经历中所受的一切创伤等等。在心理医院门诊做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中，性格内向和性格外向的人的总数大约是相等的，所以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内向者比外向者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但在某一些病种里，两者有一些差异。如常见的对人恐怖症，内向性格者要多一些，而轻躁狂则多见于外向性格的人。重型精神障碍也多发生在内向者身上，治疗效果也与内向性和外向性没有太大关系，而与患的什么病有关。据毛毛说，他的父亲，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是一个内向的、沉默寡言的人。国外的领导人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一位说得少、做得多的伟大政治家。我们知道，邓小平确实说得很少，而做得很多。他在极短的时间里就通过大刀阔斧的措施，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很符合孔子所说的君子的标准，讷于言而敏于行。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格也许应该是在说话方面显得有些内向，而在行动方面却是外向的。我们可以把内向性格分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两种。健康的内向性格是自然的、和谐的状态，这样的人有着与他的性格相适应的能力和理想，而且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对这一状态没有太大的不满，并且愿意承受由此带来的诸多不便。比如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喜欢读书写作，他的理想是当作家。作家有时是很孤独的，这刚好符合他的性格，他愿意承受那份孤独，那我们就可以认为他的内向性格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有助于他成功。不健康的内向性格是不自然、不和谐的状况，这样性格的人给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内向而已，还有一些忧郁、压抑，甚至悲伤。他们明显地对自己的状况不满意，而且会为自己拙于言辞或在公共场所表现不佳而深深的自责。由于长期的退缩，他们也会丧失一些实际利益，这同样也是他们不能接受的。表面看来，这样的人可能很安静，然而他的内心却冲突不断。一方面，他也渴望交流，渴望了解他人，也被他人了解；另一方面，由于在交流中受到了太多的伤害，他总是对交流的情景和结果心存畏惧。如果是这样的内向，就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内向性和外向性也是相对的，或者说共存的。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在某些场合很内向，不多说一句话，也不多做一件事，但在另一些场合则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不知疲倦地做，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他们觉得那样没有什么不好，那也就不成问题。内向性格者当然也会知道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些评价有一定的暗示性，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认同别人的评价，并使自己成为一个与别人的评价相符的人。这样的暗示当然是弊多利少了，所以与内向性格的人相处，也许应该提示他也有积极、主动、活跃和健谈的那一面。把性格分成内向和外向两种，显得过于简单了。美国心理学家卡塔尔就把性格分成16个基本因子，它们是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感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
事故性、忧虑性、实验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这样的分类就全面得多了。但人性之复杂，即使是用数以万计的分类，也不足以将其精确描述。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你只有调动你的全部感受器官去了解他，你获得的信息才会是全面和准确的。那些简单的分类，对你了解一个人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大自然造物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创造是丰富多彩、绝不雷同的。我们感谢它，也创造了性格各异的人。人生在世，与人打交道是最有趣味的事，其中最大的趣味，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独有的经历和个性。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他生活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充分地了解他自己，并且充分地体验、享受和发展他的独一无二性。第47集，善良是洞察人性中恶的能力，并把他人的痛苦完整地理解为痛苦的能力。好多年前，在医学院念书时的一个寒假，我在家里意外地收到一封学校寄来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我的有机化学没考及格，通知我提前3天去学校参加补考。用五雷轰顶形容当时的感觉，大约不算太过。一个寒假要复习不说，心情也极恶劣，过年的好东西全无心思品尝。更糟糕的是，下学期去学校怎么好意思面对同学？刚过完年就匆忙赶到学校，令我奇怪的是，竟然有好几个同学先我而到了。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也跟我一样，是某一门甚至2门功课不及格，提前到校参加补考的。我的心情立即大为好转。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心情为什么会好转，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或被动或主动地用过类似的方法调整过自己的心情。这个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自己因为倒霉而痛苦时，如果碰到一个更倒霉的人，我们的痛苦就减轻了。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或者说，我一向希望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但当我意识到我以上的心理时，我对我是否真正善良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把愉快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人，怎么会是一个善良的人呢？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心理，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也用同样的方法使自己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从他们的言行来看，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善良的人。但善良不仅仅在于言行，真正的善良存在于念起念灭的疏忽之间。祖祖辈辈以杀人为生的职业刽子手，若是在行刑前想到磨快屠刀，让受刑者少一点死前的痛苦，那一念就是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见到不幸的人而生比较之心，而不是同情之心，那一念就是恶。人性中有善也有恶，恶的那一部分往往被压在我们自己都无法察觉的地方，并且以我们同样无法察觉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心情和行为。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善良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能力，一种洞察人性中的恶的能力，一种把他人的痛苦完整地理解为痛苦的能力。做一个人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学习善良。第48集，男人没友谊，可能比没爱情还可悲。经常有一些结婚不久的女性问我，你说我那位是怎么回事？跟我结了婚，我好吃好喝的把他伺候着，他却总忘不了做单身汉时候的那一般狐朋狗友，隔三差五就要聚在一起，又没有什么正经事儿，除了喝酒吹牛就是装疯卖傻。我提意见，他还跟我发火，在他眼里，怎么我连那些臭男人都不如？是不是一结婚他就不那么爱我了？对这样的问题，我总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说，也许你找了个同性恋丈夫，他喜欢的是男人，没办法才跟你结婚。听了我的回答的女性往往会嘿嘿一笑，认为我是100%开玩笑的，
因为她们清楚地知道她们的丈夫不是同性恋。但是我绝对不完全是开玩笑，我说的是一个基本事实。从心理发展的过程看，同性恋比异性恋更接近人的心理天性一些，这是因为人一生下来在心理上是你我不分、男女不分的。4岁之前是心理学上所谓的共生和自恋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只爱自己和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会认同跟我们一样的人，即使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也会从心理上把他们变得跟我们一样，然后再认同。认同之后，我们才会爱他们。这就是同性恋的原始状态。4岁之后，性心理开始萌生，慢慢的，我们就知道性别的差异。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我们的性心理就会发展成跟大多数成年人一样的状态，排斥同性，喜欢异性。所以说，同性之间的相互吸引要早于异性之间的相互吸引。或者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从同性恋状态进化到异性恋状态的。在女人看来，男人们有时候一起做的事完全没有意义，比如上面提到的吃喝玩乐。当然，这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对的。做那些事不仅创造不了经济效益，反而会消耗各自的金钱，花费很多的时间，又没有增加什么文化知识。陪朋友多了，自然就陪家人少了，不利于家中的安定团结等等。但是从另外一些方面，尤其是从心理方面看，男人跟男人在一起，对男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男人需要从别的男人身上获得对自己的性别的认同。我是男人这种感觉，是一种需要在一生之中不断加强的心理体验。这种感觉只有一小部分来自跟女人的对比中，绝大部分来自于其他男人的认同中。成天在女人堆里打滚的男人，他也许会很表浅地认为自己是个男人，但时间一长，他的心里就可能被女人化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文学作品中有贾宝玉，还有中国历史上很多继承祖业做天下的皇帝。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经常打交道的男人又基本上是太监，所以他们的性格往往刚毅不足而阴柔有余。这样的人治国，后果可想而知。男人只有跟男人在一起，才能够互相认同，互相加强男人气概。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也许是金庸小说中最具男人味的男人，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跟丐帮的兄弟们一起喝酒。第二，人性中有一种先天的攻击性力量，这种攻击性在男人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男人如果把攻击性针对女性，就不会被社会规则认可。在男人跟男人的交往中，如果直接进行攻击，那是一种低级的方式，往往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局。但是在男人和男人之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某种变异的攻击性的表达。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称其为娱乐性攻击。男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会通过相互打斗取乐，越好的朋友之间打斗的就越多。这就是所谓娱乐性攻击，既表达了必须表达的攻击性，又不伤和气，不撕破面子。成年男人之间，这样的娱乐性攻击的例子就更多了。首先是躯体的，两个好朋友很久没见面，见面就互相给几拳头，既是娱乐又是攻击，看他们的高兴劲儿，就知道攻击和被攻击都是男人的一种需要。然后是语言的，一群男人在一起，相互讽刺、挖苦、嘲笑，无所不用其极，越恶毒还越热闹，越亲热。在社交场合，男人们比拼喝酒是最常见的娱乐性攻击的方式。被逼着喝酒的人，明知道对方是想通过把自己灌醉来攻击自己，却就是翻不了脸，反而要陪着笑脸去斗智斗勇。第三，男人之间也是有温情的，不过这种温情跟男女之间的温情不太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男人更容易受伤，因为社会对男人的要求要多一些，高一些，而且在他脆弱的时候，
表达的途径也不如女人的表达畅通。女人可以表现软弱，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男人却不行。在男人受伤的时候，女人给他的温情就是护理他的伤口，给他安慰。但是这经常是不够的，而男人给男人的帮助是这样一种感觉：我跟你站在一起，我要把你没搞定的事搞定，我要把欺负你的人打败。虽然他不一定要真的那么做，但那种感觉会传达出去，能够使受到关爱的另一个男人振奋。还有，从更深层说，男人接受另一个男人的关心，会让他隐隐地感到某种程度的父爱。父爱是一种强有力的爱，在强大的父亲的照顾下，会感到无比安全。安全正是脆弱的男人最需要的东西。第四，再好关系的男人之间也存在着竞争。我们甚至可以说，关系越好，比的就越厉害。这种竞争有时候会很残酷，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娱乐。这就像两个好朋友下棋，友谊是一回事，输赢是另外一回事。从小的方面说，这种竞争有利于男人心智的成长；从大的方面说，这种竞争可以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没有竞争的友谊是不存在的，友谊只不过是竞争的缓冲剂和润滑剂而已。在友谊平台上的竞争是既充满挑战又充满温情的。没有竞争的友谊不会稳定，还有些虚伪，而没有友谊的竞争就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拼杀。当然，男人们在一起不会像上面提到的那些女性说的那样，不干什么正经事。男人在一起干的最正经的事就是事业，这已经不需要举什么例子了。男人在事业中结成的关系几乎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我大学时候的一位女同学，在我们已经毕业了10年之后对我说，我现在明白了，男人与男人的友谊可以比男人和女人的爱情更深厚一些。她说的是我跟她丈夫的关系。我听了以后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一个女人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和悟性，还需要非凡的气度和博大的胸襟。所谓的小女人是看不到这一点的，即使是看到了，也会要死要活的把自己的男人从别的男人那里抢过来，使自己成为自己男人心中最重要的人。她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样做只会使自己的男人离自己越来越远。有人说，要了解一个男人，只要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以及怎样交朋友就可以了。这里所说的朋友，主要是指男性朋友，因为男人跟女性交朋友，他的大部分心思都要花在如何把握分寸上，距离太近太远都可能会出问题。跟男性交朋友，虽然也会考虑距离问题，但花的心思却要少得多。男人的朋友有2种，一种是跟他差不多的，有相似的性格、爱好等等；另一种是可以弥补他的不足的。还有一种分类法，就是看这个男人交的朋友有多少是跟他的利益有关的。只交对自己有用的朋友的男人，可能是很势利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友谊。实际上，现实的利益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应该是精神的。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纯友谊的资源，那一生都会过得十分贫乏和凄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比没有女人的爱情更可悲。一个没有男性朋友的男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他可能会有性别认同的障碍，表现得比较女性化，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坚韧、大气的品性。由于攻击性没有通过娱乐性的途径向外表达，攻击性就会转向自身，形成内向、抑郁、退缩的人格特质。没有从男性那里感受到友谊和温情，他就会把所有男性视为对自己的威胁，从而失去在人际关系中起码的安全感。而没有友好的竞争活动，直接会使他的生活变得单调和无趣。最后的话是给本文开始时提到的女性说的：你如果爱你的丈夫，
那就一定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跟男人厮混在一起，这会使他更像一个男人，也会使他在你给予他的幸福之外，又多一份对他来说必不可少的快乐。第49集，外表改变，前提是内心的改变，也是酝酿下一次更大改变的推动力。去年春节，一位在南方工作的朋友回武汉时到我家来看我，一见面我大吃一惊，他竟然把头发染成了金黄色，我简直不敢相信，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打了近20年交道的老朋友。如果换另外一个人这样做，我吃惊的程度绝对要小得多。他是何许人也？是我在大学时的哲学老师，年龄比我大7岁。我们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师生，实际上这种关系中朋友的成分要多得多。有几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共同经历过很多事情，互相之间非常了解。作为哲学老师，10多年以前他是符合我们想象中的哲学老师应该有的形象的。不仅如此，他可能还比我们想象的形象更保守一些，读的都是宗教、哲学和艺术类的严肃书籍，听的全是欧洲古典音乐，而且还有一个很能说明他的风格的例子。有几年时间，他都是穿着最老气的对襟衫式的棉袄过的冬天，那可是50、60岁的人才穿的款式，而他那个时候还不到30岁。这样的一个人，你绝对想象不到，在他40多岁的时候会做出染头发这样前卫的事情来。我从来都坚信，外表变化的前提是内心的变化，如果内心不改变，外表的改变就不可能发生。在后来跟这位朋友的交谈中，也证实了我的这种信念。他是8年以前下海经商的，意气风发的商人心态与默默做学问的哲学教师的心态相比，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无法评价染发是对还是错，也不能说哪一种心态要更好一些。不管怎样，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心态和外表，只要他自己觉得那样的改变没有什么不好，那我们就该祝贺他，因为这些改变意味着经历和见识的增长，以及对自我的某种突破和超越。这种突破和超越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也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对自我外表的约束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是来自自己内心。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所谓的自我意向，这一自我意向包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与这样一个人相适应的外表是什么。另一个约束来自人际关系，也就是周围我们在乎的人对我们的变化的反应。比如一位女中学生，她心里的自我意向是单纯、朴素、自然和充满活力的，与这一自我意向相称的发饰等外表形象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特征。如果有人让她把头发染成金黄色，然后再做一个朋克式的怪异的发型，估计她肯定不会愿意，因为这与她的自我意向不相符。我们再假如有人巧舌如簧说服了她，她真的去做了那么一个发型，那她在家里和在学校里的麻烦就要接踵而至了。用不了几天，她就要慎重考虑，为了头发的颜色和发梢的不同朝向而多那么多令人不愉快的事儿，是否划算？新的生活的确可以从改变发饰开始，但若改变了的生活还不如以前，那还不如再改回去。有的人的外表是几十年一贯制，甚至是终生都不改变的，只要他们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好，那就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一个人只能自己对自己的外表负责，就像对自己的内心负责一样。这些不求变化的人中的一部分人很值得一提。据说北京大学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就是几十年不变的穿衣和打扮。也许不能说他们是内心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外表也不变。我猜测可能的原因是，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把他们的心灵世界建构得华美而辽阔，以至于无法或者不屑于顾及外表。佛教认为人的肉体是臭皮囊，
那毛发和衣着连臭皮囊都不如，何必管它们呢？在他们那里，衣着只保留了其最基本的功能，遮羞和保暖。至于对头发和胡子的态度，可能就是遵守8字真言：脏了就洗，长了就剪。这些特立独行的人是特殊的个人经历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造就的。现代教育的方针，除了我们一直强调的德智体3方面以外，还应该强调对受教育者的审美教育，以使他们度过更加和谐完美的一生。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所有的男士都不修边幅，或者街上没有一个发饰优美、衣着靓丽的女子，那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那还会有多少人留恋尘世的生活？每当想到这一点，便让人对那些在打扮了自己的同时，也打扮了整个世界和人生的人油然而生感激之情。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过，这些人对人类的心理健康是否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为没有他们，估计抑郁症患者大约会成倍的增长，自杀率也可能会增加许多。前面已经说到，内心改变了，外表才能跟着改变。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说到底就是他的内心活动的外部呈现，而且改变了的外表也会对内心产生反作用，促成内心更大的变化，由此产生积极的良性循环。源于东方思想的森田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就很重视外表的改变，甚至认为外表的改变是内心改变的前提条件。森田治疗会要求患者自己强制自己做一些事情，以使自己的外表和所处的环境显得干净整洁，行为显得有条理。在内心慢慢地认同这样的外部形象后，混乱的内心也就可能变得宁静了。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聪明绝顶，博览群书，成天就是考虑本体论之类的哲学问题，个人生活却一塌糊涂，完全不修边幅。估计那些哲学问题也没怎么想清楚，所以大脑一片混乱，情绪反复无常，经常胡言乱语，不知所云，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怪物。毕业以后，我们各奔东西，10年以后同学聚会再见面，此老兄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不仅腹有诗书气自华，而且发型衣着相当讲究，言行举止也很得体。我悄悄地问他，老兄，你当年只顾装修里面，怎么想通了把外面也粉饰了一下？我们之间心有灵犀，我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然后他回答了一句很简单但意味深长的话。我以前以为外面是别人的，后来不那样认为了。我不太好问具体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但有一点我敢肯定，是心灵和外表长时间的良性互动造就了这样一个内外都和谐的形象。这位同学的经验是否可以给另外一些朋友以某种启示呢？我们知道，有很多聪明而有抱负的年轻人总是会思考诸如人的本质、活着的意义等问题。他们潜在的动机可能是希望把那些东西一下子想通，从而使自己的人格得到突然的改变和完善。这种突然性当然是不会存在的，实际上抽象地思考那些问题根本没有意义，除非你是靠想那些问题赚钱吃饭的哲学家或理论家。人活着的全部意义都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事物或者事件来表达。比如我们对发饰衣着的态度，从较深的心理层面来说，就是我们在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人应该怎么活着做出了判断和思考以后所表达的态度。或者说简单一点，一个人的外表是他内心的反应，所以一个人的外表可以向我们展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对活着是怎么样理解的，同时也可以向他自己展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外表的任何改变，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多引起一些别人的注意，或制造更多的街头风景。这些改变带给我们的全新的自我感受，会导致我们整个人格的震荡。它既是我们内心改变的结果，也是我们酝酿下一次更大改变的推动力。
我们就这样在成长的和通向完美的道路上行进着，一路上都会有喜悦、殷勤陪伴。